这个女人叫吴建秋，是北京金达律所大律师。此刻的她正在售楼部购房，然而下一秒就发现自己男人带着小三来看房，就一个字儿买，闭着眼睛买，是不是？然而她并没有大吵大闹，反倒是从容不迫拍下这一幕发给男人，随后又给男人打去电话。哎，老师开会呢。老王，看眼手机的彩信。露馅了啊！姑娘长得是不丑。此时反倒是小三破了防，准备上前找吴建秋挑事要个说法。挺巧啊！来，跟你，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啊！别在这儿，别在这儿，行吗？谁跟我说的？你们俩婚姻就爱这么惋惜，除了咳嗽什么都不剩了。但是吴建秋对此并不想纠缠，径直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后门离开。这个女孩叫田木佳，此时的她正在男友家中吃饭。如今临近毕业，男友已经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正在实习。反观自己一事无成，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恰巧此时男友妈妈电话响起：“姐，我正好有事找你呢。啊，我给咱台儿介绍个北京女朋友咋样？北京户口，有房有车，人呢长得漂亮。”哎，你说有事有事，你说什么呢？听闻的田木佳十分委屈，只能佯装盛饭缓解尴尬。所幸男友十分贴心，赶来安慰：“什么呢你？我三姨就是爱胡说八道，我现在给她说。”哎呀，你干什么呀？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妈还说呢，说让别那么早的确立关系，她也希望我找一个有房的，将来没那么多负担。哎，现在没有啦。那你当时怎么说的？我说那住恭王府的我也不爱，小丁住出租房我也爱呀，那不就没办法了吗？咱俩将来日子还那么长呢，那肯定有好多的困难，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干什么都愿意跟你一起，别违法就行了。说你屁！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女孩叫做田蓉，她不仅是田木佳的室友，二人更是关系十分要好的闺蜜。此时的她正在金地置业做一名房地产销售，同事们都在开盘之际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只有她业绩十分惨淡，自然而然也在开会中遭到主管的批斗。大，你只有一个目标客户，你不着急吗？如果他不买的话，你怎么办呢？肯定不会买。如果他不买的话，你就走人。散会。他叫丁之谈，也是田木佳的男朋友。因为白天一事，在晚上与自己母亲争吵起来，原因是母亲让他与田木佳分手，因为自己孩子目前已经进了大单位。反观田木佳此时一事无成，然而丁之谈与田木佳感情深厚，自然不肯。而母亲开始打起亲情牌，接二连三说起自己这年的不易，希望以此唤醒丁之谈。然而，我知道你们辛苦，可是为什么你们总沉浸在自己的付出里啊？你们在感动于自己的儿女心，你们从来没问过我需不需要。是我房间乱得像狗窝也好，冰箱里长毛了也好，那是我懒，我就该受着这份脏乱差，我受不了了，我自己会收拾。我25岁了，我有工作无残疾，我现在完全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了，我爱李木佳。华鹏是田蓉的男友，如今已经是金达律所的一名律师，拥有着别人羡慕的工作以及学识。二人恋爱多年，期间一直是田蓉照顾华鹏，而这次来则是拿来西服，希望田蓉进行孕躺，同时更向他提供一个消息，自己律所正在招聘行政助理，没有门槛限制，希望田蓉把握好机会。回到宿舍的田蓉恰好遇见田木佳，便将华鹏的消息透露给他。因为自己对于面试金达毫无信心，便想问田木佳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田木佳思索时想到今日那一幕幕场景。工作落实的怎么样了？北京户口，有房有车，人呢长得漂亮。木佳，阿姨，你相信我，我不会比任何人差。随即便决定一起陪同田蓉前去金达面试。二人盛装一番，准备充足，信心满满。不曾想刚到金达的田蓉看见面试对手，心中发怵，更是萌生退出的想法。此时也正好碰到男友经过。好吧。面对男友华鹏的不理睬，她也只能安慰自己为男友着想。不久之后就开始轮到田蓉面试，不曾想还没开始就状况百出。
考官，这里是学校吗？哦，不是学校。翻译一下。Materials required for litigation。我说的是翻译。哦。你可以走了。结束了。好，我是。而在另一边的会议室，吴剑秋正在与黎明集团进行谈判。此时的他颇具职场精英的气派，谈判过程中也是牢牢掌握主动权。也就在此时，黎明集团董事长也来到会议现场。二人一见面，吴剑秋便直奔主题，不曾想却被黎光轻松化解。接下来，请让我们观看商务谈判中的人情世故。李总，您的时间呢宝贵，我们的时间也不便宜，所以我就单刀直入了嘛。不，这一点上我跟你是有点不同的。我喜欢的谈判呢是有来有往的，喜欢的合作呢是有温度、有妥协的。那李总的意思是？意思是先喝点咖啡吧，然后咱们慢慢聊。行，那您有什么偏好吗？都可以的，黎明人都很好说话。好说话的客户，我们更应该服务周到嘛。那我给大家冲一杯手冲咖啡。荣幸之至。应该的。那您稍等。吴剑秋出来途中遇见面试的田木佳，因为二人之前早有相识，也得知田木佳面试行政助理岗位也正是自己的助理，便插队到人力资源要到田木佳的简历。看完简历的吴剑秋直截了当向田木佳说明缘由。我就实话告诉你了啊，你的学历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我帮不了你。可是那个应聘要求上面写的就是全日制本科生啊。大老板随口说了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人力资源部呢就找了个职位放宽要求。但我这儿的实际情况是非名校不录取，除非啊你的简历上有什么显著的亮点，但我看了好像也没有。田木佳遭受打击，如何学会抗压以及适应社会的规则，这是他要好好学习的。每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都是棱角分明，然而这个社会第一课便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收起棱角，将其磨平。我们曾经单纯善良，思想简单，多年以后深谙社会之道，人情世故，我们把这种称之为成长。或许多年以前的吴剑秋也是如此。回到会议室的吴剑秋正要趁势攻陷黎光，拿下黎明集团订单，然而黎光却是话锋一转，找个理由借故离开。黎光纵横商界多年，精于算计，因为他早已从咖啡之中看出文章，而这一幕恰巧被离开的田木佳听见，随即便将这件事第一时间告诉吴剑秋。吴剑秋诧异于田木佳的坚持，问及为何要来金达的原因，田木佳则是说道：那我来您这儿做实习生可以吗？就1个月，您就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不要工资，不要工位，随叫随到。我就像刚刚那个外卖咖啡一样，可能没有那么好喝，客户也没有那么喜欢，但说不准能应一时之急。就1个月，您就给我1个月。如果您觉得我不好，我可以立刻走人。我认识几家不错的服务公司，我给你介绍过去，去那儿上班啊。什么意思啊？李木佳被金达破格录取，此事早就在金达传得沸沸扬扬，一致认为他在金达有手眼通天的关系背景，而这个背景正是招他进来的吴剑秋。因此华鹏特意找到丁之谈询问缘由，不曾想丁之谈对此一无所知，不知其中缘由。况且他连面试都没参加，对吧？但我后来听说了，金达上面有人挺他，这我就理解了，很正常，没事儿。相比于李木佳如今的春风得意，田荣那边则是另一番光景。先是被华鹏批评教育简历未能突出重点，随后又被指点躺平安于现状。但是对于田荣来说，并无太多远大目标，他爱着华鹏，更希望自己一辈子以华鹏为中心生活。但是现实又岂能如他所愿呢？若是想陪伴在一个优秀人身边长久，那么必要条件则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华鹏是一个凤凰男，他想要在北京立足，他想要展翅高飞，一展雄图。你们家这小女孩可不简单，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假如说有一个工作是2选1，他不会让着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回到宿舍的李木佳得知田荣要回到老家消息，人比人气死人，你明天去金达报道，我卷铺盖回老家。田荣想起华鹏今日所言，便试探地问起那个敏感的问题。那假设说将来你变得非常非常厉害，你还会跟我做好朋友吗？你说呢？问你呢。
匆匆的那一年，匆匆的来不及。次日一早，李木佳开启金达职场之旅。这一次他信心满满，就连走路也变得更加自信。而此时此刻，他将是金达集团的一份子，面对未来美好的职场生活满怀憧憬。他先是与同事相互介绍自己熟络关系，但是面对同事的质问，顿时也心生自卑。你有建造师证吗？没有。那会计师证有吗？没有。金达是律师事务所，为什么要会计师证啊？金达是多少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啊？北方置地、兰科控股这样的公司，你不懂经济，不懂金融，不懂专业，以后怎么给人家服务啊？李木佳此时也终于明白，自己即便是进了金达，也未必能够留下来，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金达更像是少林寺的达摩院，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很厉害，但是你不曾知道他们厉害到什么地步。而李木佳此时更像是武侠三流门派出身的小徒弟，惹人注目，但未必心生羡慕。吴建秋随后安排李木佳开始下阶段的工作，一连串的安排让他有些应接不暇。正当准备拿出笔记技术之时，却遭到吴建秋的询问：在干嘛？我在记，用脑子记。好的，明白。相比于李木佳职场生涯的顺风顺水，另一边的田荣仿佛在被公开处决，金地置业也将对末位人员进行淘汰。不可否认，田荣正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是李木佳，是华鹏，是吴建秋，不奢望天资聪颖，但也求有个好的平台。我们都曾天真的希望努力必有所得，奋斗终将幸福，那是我们18岁时候信奉的格言。然而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绝大多数人都是田荣，不算聪明，不算出众，没有幸运女神的光临。面对青黄不接，年纪尴尬不已，想上去不被迎合，想下来不被允许，每天面对一地鸡毛的工作和职场霸凌，从最开始委屈到后来的麻木，只能内心宽慰自己，这便是生活。就连想要找人倾诉，哪怕是一句安慰，也要被教育是自己不够努力，这便是田荣的处境。一个平凡且又真实、有血有肉、象征普通人的我们。看似光鲜的李木佳，却也是面临一堆烦恼；看似风光的工作，却也有焦灼不堪的时候。在一个能人辈出的平台，向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初入职场的李木佳作为小白，却也经历被人胡来换去的职场必经过往。这年头刷爆信用卡购物的我见得多了，这大大方方打电话提升信用卡额度的，我还是头一回见。这姑娘可够飒的。所以说呀，这地方真是卧虎藏龙，谁都不敢懈怠。李木佳在商场买着鞋子，因为在金达上班就必定要有配得起这个地方的着装，但是这双鞋价格不菲，并不便宜，足足需要2800元。要知道在08年之前，2800元可是一个北京职工半个月的工资。李木佳尽管心疼不已，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购买一双。虽然他知道这里每一双鞋的价格都在提醒他不属于这里，但是他固执的要留下，用着它们走自己的路。然而面对囊中羞涩，他倒是毫无顾忌拨打电话提升信用卡的额度。喂，您好，我想提升一下我的信用卡额度。好的。您好，这双鞋我要了，买单吧。也正是这番行为，让售货员内心生出鄙视。刚刚下班的李木佳遇见同样下班的夏律师，因为二人正好顺路，决定搭乘顺风车，恰好遇见在此等候的丁之谈。丁之谈尽管十分疑惑，但出于礼貌，还是与夏律师友好招呼。你好，夏律师。不好意思啊，有事先走了。木佳，那回头再说啊。好，夏律师再见。好，来，您慢点啊。因为夏律师的无视也伤害了丁之谈的自尊心，他不曾明白为何律师能够高高在上睥睨众人，因此也暗下决心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过2天我也打算置办一辆4轮机动小汽车，以后下班我接你。我不要，我就喜欢你骑那2轮非机动小汽车。我呢，我就告诉你，我宣誓主权，我说这是我男朋友。看，给你买什么？鞋呀？对啊，你这鞋，哟，你也买一双啊？那我这不正好吗？你买一双，我买一双，换着穿。行，上楼试试。走。次日上班时，丁之谈看见同事穿着李木佳同款鞋子，经过询问才得知价格。此时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舍得这样消费，再结合李木佳坐着律所领导车回家，也是心生间隙。而这颗种子已经播下，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慢慢长大发芽。因为李木佳工作灵光，工作热情，在办公室得到其他同事一致好评。他不仅利用工作为同事谋取航班福利，还十分贴心地记得每一位同事喝咖啡的口味以及习惯，即便是面对同事困难求助，也是有求必应。而这一幕幕也被办公室的吴建秋看得一清二楚。李木佳，吴律师，来我这一趟。我去洗个手啊。现在。我认识几家不错的服务公司，我给你介绍过去，去那儿上班啊。
吴建秋的阴阳让李木佳有些不知所措，他曾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勤快就必定能够留在金达，然而吴建秋则是告诉他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没有哪一个矿长是因为挖矿多才当上矿长的。以你现在的能力，是完全匹配不上金达开给你的工资的，对吗？那好，金达现在做的是一个赔本买卖，为什么要做这个赔本买卖呢？你想过吗？为什么？为了培养你。那你告诉我，律所花重金培养你，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端茶倒水、复印、修打印机的老好人吗？木佳，我把你招进来，你别让我失望，一定要去做那些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吴建秋的一番话虽然很直白且真实，尽管有些话虽然有些难听，但李木佳也知道自己面前这位伯乐确确实实是为自己着想，而这一刻的李木佳仿佛也知道自己未来职场的方向与规划。随即吴建秋话锋一转，说起另外一件私事。我呢，正在离婚，所以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做个证人，就是那天你在售楼处看到那一幕。没问题，我可以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李木佳不断琢磨吴建秋话里有话的意思，他明白这是对自己的鞭策以及鼓励，然而在不经意间却听见同事背后议论着自己。吴律师一倒水，他就知道上次的水瓶里是不是满的，要不要加热水。他这个马屁啊，真是拍到位了。还有我发现，李木佳好像从来不在楼下吃午餐。他不至于吃不起吧？对啊，咱们午餐不是都有优惠券吗？是啊，他那个钱都用来买鞋了吧？好巧啊！李木佳此时才明白，表面和和气气的同事关系背地少不了暗中较劲，在职场中的老好人永远不会被尊敬。他也渐渐明白与他人方便便是给自己不便这句话的道理，因此从这一刻他开始学会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李木佳，你打印机又卡了。我给服务公司打个电话。你不是会修打印机吗？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吴建秋因为接到北方置地大单，同时也是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在180天之内完成内部清点，同时对已有资产负债以及对外平衡债权人与投资人各方权益。时间紧任务重，吴建秋项目组因此决定取消了一切休假。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要借口，我要效率和结果。我参加，还有我参加，算我一个，我也参加，我也是。李木佳随后拿着合同到北方置地找财务部方总监盖章，不曾想却被以税率问题为由借口推诿。他以各种借口推诿拒绝盖章，尽管李木佳随后给方总监送来水果，但还是被强行撵了出来。吴建秋只好亲自出马找到方总监，不曾想方总监见到吴建秋二话没说便当场盖章，不仅如此，更是颠倒黑白罔顾事实。现在在等这个上面确定税率的这个消息，刚才跟他说了，让他稍微等一会儿。你说你怎么还把吴大律师给请来了？吴建秋自然知道方总监故意刁难李木佳，但是这次并没有责怪他，反倒是悉心安慰鼓励他尽快成长变得强大起来。为了让丁之潭在北京买房，他的父母便将老家房子变卖支持他。随后丁母得知丁之潭与李木佳已经许久未见，便赶忙包了饺子好让丁之潭给李木佳送过去。丁之潭正想打电话与李木佳商量买房的事情，不曾想此时的李木佳赶着到恭王府送合同，因此没说上两句便匆匆挂断电话。要不然买在咱俩单位中间吧，小点没关系啊，等咱们挣了钱咱们再换大的。行啊。对不起啊，那个我同事给我打电话。哎，你别，拜拜。呀，你跟我谈会儿恋爱吧。丁之潭为此大为恼火。自打李木佳进入金达之后，就越来越忙，如今二人聊天机会都难得，更别说见面卿卿我我。李木佳辗转来到恭王府的私人会所，因为手机故障无法联系到赵总，同时还被门童阻拦在外。正当他焦急万分时候，黎光正好出现，李木佳便拜托黎光带他进会所。黎光没有答应，反倒是帮忙进行转交。那您帮我带进去吧，麻烦您了，谢谢。给我吧。谢谢。出于感谢的李木佳给黎光20元钱买咖啡，黎光被他的可爱逗得忍俊不禁。华鹏熬夜整理文件，一旁的田荣则在帮他熨好衣服。华鹏得知田荣新工作截至目前为止仅只开了1单，因此又要面临失业的危险，便忍不住又将其埋怨一顿。这个月都到现在了，才开了1单。行，你可真行。你有把这荷包蛋煎成五角星这功夫，你就不能钻研你的业务吗？不是五角星，这是爱心。你别管什么心什么，
行，反正你那也不叫什么业务。但是你看看人家李木家，你看看几点了，人家还在加班呢。你看看你，这所有人都在往前跑，就你还原地踏步呢，你也不着急，真是。李木家急匆匆回到家中，继续未完成的工作。另一边的华鹏随口问起吴建秋离婚的事情，八卦说到吴建秋老公之所以不愿意离婚，是因为千万豪宅原因。李木家听闻，急忙打断华鹏发言，警告不许在背后说三道四。你有完没完啊？华鹏自讨没趣，随即离开。田荣则跟个老妈子一样照顾华鹏，也正因为这样遭到李木家看不惯，田荣想紧随其后追出去，也遭到他的阻拦。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田荣这个恋爱脑，也在此时恰好碰见前来送饺子的丁之谈，李木家因此只能作罢。衣服忘记拿了，你回去记得挂起来，别放在沙发上又皱了。行，快上去吧，我走了啊。哎，那个，反正就2站地铁，我送送你吧。哎呀，别送了，怪冷的，快上去吧。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哎呦，这么巧啊！你们这……我们刚去北方之地调资料，才下班。你们……那个我没有事儿，先走了，您忙，拜拜。田荣送饭华鹏回途中家，恰逢半路碰到刚下班的同事，八卦打听二人关系，华鹏对此闭口不谈。不仅如此，还故意与田荣保持距离。田荣对此十分委屈，华鹏对其好言相劝，然而他想借此机会公开关系，想着明天去律所给华鹏送饭，同时希望将自己介绍给同事。然而华鹏对此万般推辞。那我明天去金达给你送午饭，你跟大家介绍我。咱能别作了吗？啊，我求你了，总纠结这点事儿有什么用啊？想点正事儿不行吗？快走吧！丁之谈向李木家大吐苦水。自打他进入金达之后，二人关系不似从前。李木家悉心安慰丁之谈，更是答应他这周末陪他吃牛排。也就在此时，田荣怒气冲冲回到家中，还买了啤酒要借酒浇愁。李木家早就得知华鹏不爱田荣，对于他而言，田荣只是免费保姆，因此在李木家建议下，让他当场打电话与华鹏分手。但是田荣恋爱脑根本舍不得。你让我缓缓，今天太晚了，我打了我就睡不着了。另一边的丁之谈打算用父母给的50万块钱购买房子，随后又得知同事老刘通过炒股赚了不少钱，便想着将钱借给老刘买股票。尽管李木家对此十分反对，但是架不住丁之谈我行我素，将钱借给老刘。不久之后，老刘炒股大赚了一笔，丁之谈因此也得到一笔不菲的利息。丁之谈也是用这笔钱给李木家买了新手机，两个人一起吃着牛排。李木家也是将母亲资助的5万块钱交给丁之谈，二人想着以后买了房，可以将双方父母叫来一起住。而就在此时，吴建秋突然打电话给李木家，要求他连夜去重庆出差，同时在1小时之内赶回律所。丁之谈对此十分不满。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你们老板是人吗？他就不是人，他吃进去的是草，干的是铁人三项。我要赶紧撤路。李木家急匆匆赶回律所，吴建秋给他简单交代了此行的任务，提醒他在办公室准备一个行李箱，做好随时出差的准备。成年人的世界究竟有多难？崩溃往往也就在一瞬之间，就像是迟到的田荣，因为一件极其小的事情被新任主管批评。你告诉我你开了几单？你有脸在这儿待吗？可是我真的心中有梦，全力以赴了。啊，你光记着前半句了，这后半句就是这煎饼果子的吃了啊！要行动，要向前冲。此时的田荣委屈至极，眼泪更是不争气的掉了下来。此时的他也逐渐明白，社会并未像自己想象那般善解人意，反倒是多了些无奈不讲道理。我们都曾希望自己是李木家那般充满干劲一身能力，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自己仅仅只是田荣无能为力。现实总是那般无情且不讲道理，面对未来的坎坷只能埋头迎合下去。反观李木家那边倒是一帆风顺，他也如约代表北方之地拿到了项目交接书的权限，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工作进度已经如约完成大半。也就在他离开之后，此时的刁总一改常态开始作妖，得给北方之地搞点事情，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接管我们的楼盘。你去通知债权方和欠薪民工，让他们该拦截的拦截，该堵完的堵完，现场道歉。而这一幕恰好被躲在门外的李木家听得一清二楚，随即将此时电话通知给吴建秋说明情况。另一边的丁之谈带着父母在北京看房，但是二老对于他的选择多少有些不赞同。首先就是新房价格太贵，对于未来贷款种种压力表示不能接受。其次是如今他与李木家虽说已经是男女朋友，但是还没有确定婚姻关系，因此此时贸然唐突在房子上加上李木家的名字表示不能接受。但是丁之谈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李木家愿意陪自己承担房子的压力，同时也坚定不移地认为两人能够有个圆满的结果。因此两代人之间不可调节的观念碰撞，矛盾也在此一触即发。丁之谈不想再因为此事争吵，
随即建议等李木佳从重庆出差回来之后一起详谈，充分遵循李木佳的意愿以及建议。回到律所的李木佳正好看见北方置地赵总正在发难，因为金达律师事务所的疏忽，差点导致北方集团承担一方债务，这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幸李木佳及时传来情报，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赵总勒令吴建秋团队妥善处理此事，吴建秋只能应声答应，并且待赵总离开后部署下一阶段计划。那所有人听好了啊，进驻提前1周，日期绝对保密。你们做好手头的交接工作，立了一功啊，表现得不错。谢谢吴律师。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我愿意。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我都愿意。你看啊，咱俩要是搬进亚东公寓，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都在还房贷了。那你什么意思呀？我就没什么钱了。那我养你呗。啊，就这意思。在家苦等的丁之谈家人一直无法联系到李木佳，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李木佳正在忙着加班，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因为各自的忙碌产生间隙。但是李木佳对此一无所知，年轻人的冲劲在感情面前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或许也将成为压倒二人感情的那一根稻草。苦等许久的丁之谈来到律所接下班的李木然，恰巧遇见一同下班的同事，丁之谈脸色难看，向他发难，更是进行灵魂质问：你到底怎么进的金达？你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过你有背景。是，我是告诉过你我有背景，怎么了？所以你的背景就是今天这个前辈，前段时间那大爷。你大爷！那不是我大爷，我认识我大爷。没完了是吧？委屈的李木佳面对丁之谈的质问与怀疑，心碎至极，更是难以控制地将其拉到公司解释证明。这是我老板办公室。木佳，你不许进来。这是他一天的药，这是他晚上喝的咖啡，这是他的晚饭跟夜宵。你给我过来。你冷静点行吗？咱慢慢说。这是我加班的资料，这是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的历史记录。你看看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做什么。丁之谈不明白为什么李木佳会有做不完的工作以及加不完的班，然而他忽略了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区别。只要进了国企，那么就有了稳定且规律的作息，但是私企更像是修罗战场。作为职场新人的李木佳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人肉快递、炮灰以及杂七杂八的事情。两人因为工作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三观。对于丁之谈而言，工作生活可以明确分开，因为进了体制的他完全不必担心淘汰。然而李木佳则是要在修罗战场的职场奋力拼杀才能留在金达。不过好在是多年的感情，小两口今晚的争吵在第2日就已经和解。我来，这种粗活交给我，我有劲儿。你不是要冷静冷静？哎，我这冷静过了，我该出汗了。啊，我来了。那你出汗吧。多谢你。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有了。房产中介你觉得怎么样？房产中介。行，你开心就好。不过我真是想不明白啊！你看人李木佳就能做到低开高走，你呢，永远是低开低走，而且是越来越低。田荣因为找到房产中介的工作告知李木佳，不曾想李木佳对此十分不理解，因为在他看来，作为法律专业的田荣不应该跨行业做中介。且不说中介未来是否有前途以及职业晋升，单就说田荣如此这般，将就是对父母的培养以及自己未来发展的不负责。也正是这样一番言语彻底击中田荣的软肋，导致情绪崩溃。你去金达那是你本事大吗？还不是因为你认识那个什么吴建秋的大律师？在金达上班不也是打工吗？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凭什么你就比我高尚？你怎么了？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来指点我的人生？你们娶我吗？你们养我呀？那怎么了？是不是跟方万春吵架了？我明天就找他算账去啊！田荣对于自己的选择不知是对是错，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不论是何种工作何种行业，不管未来职业规划如何，至少对于当下而言，要以饱满的工作状态对待当下。即使是面对男友华鹏以及父母的不理解，他还是积极投身工作，满怀热情。也正是因此，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影子。面对生活的压力以及旁人的不解，尽可能的活在当下，一路朝阳。也正因如此，他也在入职不久开出了人生的第一单，不仅得到同事的鼓励，还意外获得经理的褒奖。经理，你是我们店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这个经理啊真是倍感荣幸。这个现成的租梦单现在给你了。
谢谢经理。公司啊，像这样的房子园呀有3套，啊，抓紧时间跟客户约吧。好的。那祝你马到成功。谢谢经理。他因此渐渐明白渺小的自己也有独特的意义。然而喜悦没有存在多久，田荣因为带客户看房之时因为疏忽导致跑单，因此给中介所造成损失，气得经理大发雷霆将其怒骂。然而另一边的华鹏因为面对同事的调侃始终不肯承认田荣女友的身份，作为好友的李木佳毫不客气将其怒怼。今天穿得很精神嘛？是吗？每天不都这样吗？这小裤缝熨的笔直，家里有贤内助吧？哪有啊？那个女朋友运的，是不是就那天晚上咱们见到那个？那范律师不介绍一下，金屋藏娇啊？哎呀，这不是拿不出手吗？您家多大的豪门啊？什么样的女朋友能拿得出手？不是我开玩笑呢。你女朋友给你做饭、熨衣服无怨无悔，你呢？人家搬家你就失踪了。2008年，因为北京举办奥运会缘由，中国股市迎来100年一遇的牛市。丁之潭因为将首付款交给老刘，因此狠赚一笔。老刘更是向其吹嘘自己在股市大杀特杀的传奇经历，更是直言如今股市突破6000时机机不可失。6000？你以为6000什么意思啊？通俗的跟你说啊，就是你放多少钱都是翻6倍，6倍。另一边的北方置地收购海澜地产项目陷入僵局，吴建秋团队则是坚持认为对于合同以外的费用一分不出。也就在此时，刁德兴打来电话进行挑衅，更是直言倘若拿不到开发许可证，那么北方置地那片招标土地形同废墟，一文不值。听闻的赵总焦灼难堪，反倒是吴建秋十分冷静细致向其分析利弊关系。对于北方置地而言，家大业大，即便是拿不到开发许可证也不会危及集团安危，反倒是对于海澜地产来说急需要北方置地注入资金。对于商场博弈来说，就看谁第一时间暴露目的，谁先沉不住气就少了机动性，少了机动性就会被对手拿捏。面对吴建秋的分析，赵总已经逐渐冷静，便将接下来事情全权交予吴建秋团队处理。不久之后，李木佳又接到刁德兴的电话，可知道他老赵的黑料，真的，他家里那点烂事要是抖了出来，够他喝油的。佳，你跟他说给他100万，别让他打电话了。哎，100万也 OK 呀。刁总，您听错了，刚才甲方在跟会计对别的账目的事情。挂断电话的李木佳告诉小赵总，自己团队意见始终坚持1分不给。然而小赵总觉得100万自己有权决定，对于他而言只想尽快将此事解决。李木佳则认为自己团队负责北方置地业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也正因此获得小赵总刮目相看。因为李木佳表现优异，不仅不卑不亢拒绝乙方无理要求，同时坚持自己律所原则，为甲方谋取权益，因此也被吴建秋夸奖。李木佳听闻十分开心，随后又向吴建秋问起那个男人的身份。那个男的是谁啊？怎么张嘴就能给北方置地做100万的决策啊？他是北方置地的股东之一，赵总的弟弟。哦，赵林东啊，那是传说中的地产界小太阳啊！这你都知道啊？八卦。另一边的丁之潭得知老刘又在股市大杀特杀，因此请求老刘带自己进军股市。老刘没有丝毫拒绝带丁之潭开户，殊不知一场有关股市危急的灾难正在繁荣指数背后悄然发生。我来取海澜别墅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您是脖子扭了吗？我凭什么给你呀？你谁呀？抵达重庆的李木然第一时间来到海澜集团，不曾想遭到刁德兴的无视。此时的李木佳十分无助，不知如何处理棘手的事情。田荣也逐渐开始新的工作。当他带领客户看房之时，孩子因为意外导致骨折，好在是田荣帮忙，才无大碍。孩子父亲赶到之时，对田荣更是万分感激。也正因为田荣的热心以及负责的态度，两口子商量决定买下他的房子。意外获得订单的他早已热泪盈眶，更是不住的感谢夫妻2人的帮忙以及信任。这套房子我们要了，还得麻烦你通知卖家签约吧。谢谢你们给我再就业机会。小田，今天应该谢谢你，因为在老刘的带领下出入股市赚取第一桶金，而他更是信心满满，想有一番重大作为，却因为长期利用工作时间炒股，导致月度总结已经延时完成，不仅被领导批评，还得勒令扣除本月奖金。你这一份总结写3天了还没完成，你这月奖金还想不想要？我想要，想要赶快，今天必须交啊！你这月奖金还想不想要啊？今天必须交，必须交！不想要了。德行，一不小心我赚了1年的工资，赚了钱
先把单位买下来，买完先把它开除了。然而好事没过多久，股市就已经全线飘绿。丁之潭对此十分焦急，老刘更是在一旁建议抛售及时止损。但是丁之潭认为此时抛售就是亏本，还是决定继续持股见机行事。你那钱可是买房的首付，该割肉可得割肉啊！割肉？我现在割肉我就赔本了。李木家再次找到刁德兴，希望拿到开发许可证。然而此时的刁德兴对于金达律师已经是深恶痛绝。原本北方置地已经确定好支付100万，不曾想因为这帮律师搅局破坏交易，因此对于李木家更是没有半点好脸色。刁德兴下了逐客令，但是李木家依然是固持己见，不肯离去。我不出去，拿不到证我不走。他紧跟刁德兴身后，也得知此时的他正在被人因女儿进行威胁。原来刁德兴此前一直被债主讨债，刁德兴也开始耍起无赖，开始那家人动刀。也就在此时，李木家突然出现。爸，一把岁数了还跟一堆小流氓混在一块儿，干嘛呢？你说我谁小流氓？说你呢？你老子欠钱不还，欠钱不还你报警啊！你上这儿干嘛呀？老子在外边欠多少账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上这儿干嘛来？谈心吗？绑我来了是吧？来，绑。正好这个破班我还不想上。李木家冒充他的女儿为其解围，同时发动自己伶牙俐齿口才以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也正因李木家的出现解围，刁德兴因此也对他十分感激。他也逐渐对李木家发生不一样的改观，直言希望有机会能够与其父亲一起喝酒。李木家随即想到自己童年遭遇经历，向其说明。闻言的刁德兴顿感诧异，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从李木家的身上看到自己女儿的影子。或许也是因为其仗义出手解围，便将开发许可证交到李木家手中。因为李木家出色完成任务，金达律所也成功收官海蓝别墅收购项目。毫无疑问，此次事件中李木家头功当仁不让，因此吴建秋更是当众宣布李木家升职成为助理律师。李木家呢，在这次的收购项目过程中，他的付出咱们是有目共睹的吧？我宣布，李木家同志正式转岗为助理律师。谢谢吴律师，谢谢。底下人都在传，是因为北方置地的小赵总很看好你，所以吴律才提拔你做了助理律师。李木家荣升助理律师，开启在金达的职业副本，因此自己也成为律所的名人。试问一个既非985、211重点大学毕业，也非国外留学海归，能进入金达已经属实不易，更何况在短短半月之内就荣升助理律师，更是惹得众人羡慕。华鹏见此机会，更是希望李木家今后照拂。金达的招聘信息还是我当初告诉你，所以以后要是发达了，别忘了提携老朋友。另一边的丁之潭却被父母私下带着相亲，尽管自己十分不情愿，但也无法拒绝。而那名女孩长得也是青春靓丽，丁之潭面对双方父母的撮合也是十分无奈，只能找到机会向女孩说明原因。是什么局你也知道吧？我知道。我有女朋友了。啊，我是问你能吃辣吗？哦，能。此时的田荣纠结在抉择之间，一方面是以李木家与华鹏所言选择一份长久工作，另一方面是当下情况急需要生存的问题。倒不是说田荣十分热爱销售的工作，只是当下迫于生计问题只能如此。也就在沉思之际，被主管打断思考。原来上月田荣表现不错，因此被公司奖励2000元现金。田荣见状十分开心，除了这个嘉奖荣誉之外，这份意外之财能缓解他燃眉之急。也就在此时，他向经理说明即将辞职。我要辞职了。那这可不能给你了，公司规定只有长期员工啊才有这个奖励。发奖金目的是什么呀？啊，是让你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的，不是给你钱让你跑路的。那经理，我再纠结纠结。想好了告诉我啊。抓紧啊。要不说田荣这孩子，要么是傻，要么是实诚。田荣如今身上钱财不多，被逼无奈只能向华鹏求助，希望借的2000元现金，暂时先度过燃眉之急。不曾想又遭到华鹏一阵批评。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我租的房子要付房租了。田荣啊，你别说这2000块钱我借你，我给你都可以。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试探，你明白吗？你工作你爱辞不辞啊？就这样。嘿，我又跌停了，这怎么办呢？小点事，注意点影响。听我一劝，赶快跑，别到时候套身了耽误你买房。我现在已经耽误了，那谁知道啊？
反正刘德清现在不怕没柴烧。另一边的丁之谈在开会之际发现股市全面跌停，因此控制不住情绪，直接冲出会议室。他情绪激动，找到老刘问明原因，言辞激烈，更是丝毫不注意其他同事看法。此时的丁之谈情绪崩溃，一言不发。原本是想利用股市暴力缓解燃眉之急，不曾想如今套牢败光家底。然而丁之谈如今现状，更是我们多少人的真实写照。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命运眷顾，总认为自己能够把握时代的机遇，一夜崛起。我们做着不切实际抱负的美梦，然而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在时代浪潮面前，我们终究只是一颗沙粒。我们忘记曾经小时候就明白的那个道理，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相比于丁之谈的落寞，李木家则是一帆风顺。他将自己荣升助理律师的情况告知丁之谈，然而他只能微微苦笑。两人不同境遇下的极端，也暗示在人生的丁字裤下将会走向不同的方向。伴随着李木家的春风得意，他也是对未来买房充满信心。但此时的丁之谈并未将炒股亏钱之事告知李木家，只能开始谎称楼市不稳定种种。现在楼市还不很稳定，一旦市场要是供大于求的话，到时候房价肯定会跌。国外有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越是疯狂的时候越要冷静。不管它是涨还是跌，反正又不影响我嫁给你。那是肯定的呀。然而李木家并不吃这一套，要求丁之谈近日交了房子首付款。丁之谈只能假意允诺，随后又接到一通电话。小丁哥，周末一起打游戏啊？好啊。拜拜。你三姨又给你介绍女。李木家作为女人警觉问起原因，丁之谈只能谎称是自己三姨。面对李木家质疑手机号码属地原因，他也只能撒谎说三姨常来北京出差更换所致。原来自打那日相亲之后，丁之谈一直与那名女孩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不久之后，李木家表妹陈青来到北京，一同而来的还有她的表妹夫。李木家则是带着二人在北京城游山玩水，体验北京的风土人情，一切显得美好又和谐。另一边的丁之谈因为股市崩盘之事整日魂不守舍，工作也是接连出错，这番情况自然惹得领导不满意，更是在出租车上对其进行批评。你说你这一天到晚你在办公室都干什么呢？您说什么？丁之谈，我说了半天，你问我说什么？此时的丁之谈早已非当初那般热血阳光，此时的他已成赌徒，心态不可逆转。面对股市的再次跌停，更是心灰意冷。老刘见状则是悉心安慰，更是劝其早日脱手，早日坦白。赶紧跟你朋友坦白交代吧，争取个宽大处理。田荣在这部剧中只干了2件事，被华鹏骂，被领导骂。然而就在今天，刚回家的田荣不曾想又被华鹏一顿嫌弃。那我拿一下锅。拿什么锅？不是咱能别作了吗？大老远过来就为了拿一破锅呀？不是我想来看看你。就是这样，田荣还担心华鹏吃三明治对身体不好。舔狗能舔到这种程度，就是沸羊羊来了也得递一支烟。也是趁此机会，华鹏向田荣直接摊牌。田荣，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我觉得现在到时候，咱们之间不合适，长痛不如短痛啊。田荣一时不能接受分手的事实，华鹏只能进行安慰，说明自己的原因。男女双方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恋爱前男人感性，女人理性；恋爱后女人理性，男人感性。与其说二人分手三观不合，倒不如说华鹏更像是在做一种选择，这是虚伪与现实的选择，是优柔寡断与利益驱动的选择。我们不能单纯片面地指出华鹏不爱田荣，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环境的改变，确确实实会将原本简单美好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也或许说，从一开始华鹏就从未爱过田荣，或许在他心目中，田荣仅仅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带薪保姆。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做过华鹏的角色而不自知，也或许每一个女孩都曾有一段类似田荣的经历。我只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值得托付的另一半。然而紧接着华鹏又来了一手厕所跳高过分的操作。说不定小范后悔了，你让我进。喂，小范。那个，你有点东西忘在我这儿了，我明天给你寄过去。还有就是，我有2件衬衫也忘在你那儿了，你要是方便的时候也给我寄一下吧。闻言的李木家夺过电话进行挂断。赶他去死啊！说什么说呀？啊，衣服在哪？明天我给你带过去。失恋的田荣只能借酒消愁，耳边想着往日华鹏对他的忠言逆耳。只有你严格自律，才能对抗平庸的生活，这是王道。我是希望咱们俩能一起努力，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人上人。你说你要是没了我，你怎么活啊？你一条天。
次日上班一早，李木家便找到华鹏进行发难，责怪他始乱终弃，伤害感情，同时更是警告华鹏以后不许再联系田荣。与此同时，二人更是发生激烈的争吵。田荣挺好的，但我们不合适。不合适你早干嘛去了？一边让他给你洗衣服做饭，一边挑剔他，你真当你是雇主呢？不是，这干嘛呀你？这是工作场合，你把我那点小事拿这儿说合适吗？对你来说是小事儿，对田荣来说就是大事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踩着他往上爬，最后一脚了把他蹬下来。不是我什么时候踩着他往上爬了？我一直都把他往上拽，但我拽不动了，明白吗？你那是拽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告诉我你怎么拽啊？我没帮过他吗？我没帮过他吗？我还要怎么做？我看反倒是你吧，你一直攀着高枝往上爬，你还在这说我有意思吗？是啊，所以你得当心了。田荣好欺负，我李不家记仇。你最好绞尽脑汁的拦着我，别让我往上爬，否则我爬上去了，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行，你干死我啊！我等着。赌一把，买苍家的去，我还是不信。上班的丁之坦已经被股市的事情折磨得不成人形，思索再三后，还是决定向李木家坦白。部门经理更是询问他最近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丁之坦并未多言，只是深深向经理鞠躬，以示这些时日的关照。随后一言不发离开单位。来到金达律所的丁之坦也听到有关李木家的风言风语，江湖习气都露出来了。这种底层出来的女孩最容易豁得出去了。哎，你们知道这次李木家凭什么转成助理律师吗？我听说啊，北方置地的那个小赵总看上他了。真的假的？我听说他拒绝了呀。欲擒故纵啊，你懂不懂？不至于吧？她有男朋友。她那个男朋友，我听说买房也要贷款，我估计啊，就是她欲擒故纵的挡箭牌。听闻的丁之坦一时不能接受，随即便打电话给李木家，借口有事暂时不来。回到家中的李木家照顾受伤失恋的田荣，就在此时发现冰箱的机被意外缝合起来，灯光也在不合时宜的闪烁起来。这什么呀？坏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合租实习医生室友做的，田荣更是指责室友神志无知，同时对着鸡开始出气。经过短暂的发泄，这只鸡终究被炖了鸡汤，因为其手艺好，更是被室友连连夸赞。时间，把饺子给木家送过去吧，跟他说，以后想吃，阿姨还给包。分开的李木家连夜来到亚东公寓工地，回想曾经与丁之坦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想起曾经一起共同打拼，拥有一个在北京关于房的梦。然而就在今日，这个梦却是毫无预兆的破碎。他始终不曾明白为何命运如此这般捉弄人。也就在此时，接到吴建秋要求他回到律所电话，随后看见李木家受伤的脚，才得知今日发生的事情。吴建秋经过询问，才得知他已经失恋。是你让你男朋友来接你，还是我送你回家？我没有男朋友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丁母得知丁之坦用买房前炒股导致亏本，因此狠狠将其一顿数落。对可好，房子也没了，女朋友也没了。当初我就让你踏踏实实全款买个二手房，说不准咱现在早就住上自己的房子了，偏不听啊，非要贷款买新房，说给媳妇儿最好的，你给得起吗？没那个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啊你？随后又觉得他与李木家差距太大，如今分了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看见儿子失魂落魄也是心疼，便让丁之坦给李木家送饺子。来到律所的丁之坦看见初入大厦的人西装革履，自信满满，再看自己一身装扮相形见绌，因此自愧不如，也放弃挽留李木家的想法。唯一希望的是他今后能够越来越好。我好像变成绊脚石了。我尝试着跟上你，都做不到。我好像一用力动作就变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所以我决定，我不挽回你了。而李木家同样舍不得丁之坦，这些年感情早已深入骨髓，如同亲人。不曾想丁之坦心意已决，坚决分手。李木家瞧见丁之坦落寞背影，眼泪不自主流了下来。都只剩无奈，聚散分开，自有安排。经过一路
爱变换得太快，遗憾并非意外，命运安排。我有我的爱心可乐。不久之后，分手的李木佳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中，然而总在独自一人时候会不由自主想起丁之谈，二人长达6年感情说断就断，想到于此更是忍不住流泪。这一切也全被吴建秋看在眼里，因为受失恋影响导致丁之谈始终打不起精神，在工作中时常犯错。吴建秋找到李木佳谈心，李木佳便将心里话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他。吴建秋也是借此机会说起她与丈夫王威的婚姻，双方二人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故事。吴建秋鼓励李木佳振作起来，勇敢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李木佳受到吴建秋的鼓励也是豁然开朗，庆幸自己遇到了吴建秋这位伯乐。你这就是胡闹！哎，蓉蓉啊，这咱们家买1套房子都得贷款，这一下要买3套，这不得上吊去啊！华鹏始乱终弃抛弃田荣，田荣痛定思痛终将逆袭。手握地狱开局的田荣也在此刻逐渐展现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对房地产未来20年发展格局的掌控。时间回到1周前，得知田荣失恋的田父田母来到北京，一路上对自己宝贝女儿担心不已。不过好在是田荣早已走出失恋的阴霾，虚惊一场。几家不同的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别样的晚餐，也让这个合租的房子充满一点家的温馨。合租的室友小张更是打趣田父一手排骨肉出神入化，味道鲜美。一家人也在插科打诨中其乐融融。身处北京漂泊的年轻人，不管吃过多少美食，不管见过多少新潮的东西，即便是在大城市光鲜亮丽，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始终有一样东西无法企及，这便是家的温馨。就如同李木佳、田荣、小张，他们曾经许下的那个如此简单的愿望，能够一下班就能拥有家的温馨。下班就回家，是我们生日统一许的愿望。跟长生不老并列第一。随后田荣也是向田父田母说起自己想在北京买房的决定，原本以为会遭到反对的田荣，不曾想却意外获得父母的支持，这便是最朴素的儿女情怀。次日一早，田荣便向父母介绍北京房区情况。田父田母本想倾尽自己所有积蓄为女儿在朝阳区购买2手房，但田荣为父母着想，则是想着在3环购买新房，并且说出自己原因。08年的3环还正处于发展之中，因此相比于朝阳房价则是更为优惠。同时田荣敏感地觉得，根据未来北京发展情况，3环日后必定是炙手可热的地段。田父田母不懂行情，便让其自己做出决定。几日之后，当田父田母即将离开北京，田荣又改变主意，自己父母给的60万是可以够全款购买新房，但是田荣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将所有积蓄分别作为3套房的首付。他认为根据奥运会的举办，北京房市即将迎来大涨，因此想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家这些钱在3环内只能拿下1套，贷款不少，掏空家底，最多在北京有个小屋子。但是如果用足贷款，去5环外就可以拿下3套，2套我租出去，1套我自住，这样租金加上工资，完全就可以覆盖月供了。那我们就不是房奴了，我们就升级成房东了。哎，北京的房东啊，这史诗级的跨越。不曾想这番决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且不说首付是否能够支持，单就说每月月供就是3座大山。如今工作不稳定，又怎能铤而走险？然而田荣则是不敢苟同，但是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说服父母，只能以打欠条为由，希望父母将首付款60万交由自己处理。次日，二老即将离开北京返回山西，临走之前还是将所有存款交由田荣，更是向田荣说明自己2人一辈子能力有限，只能为他支持到此，剩下的路便要他自己走。咱们家所有的积蓄都在这卡里了，你爱买啥房买啥房，爱买几套买几套，反正我们也是管不了你了，以后别跟我们哭穷就行。妈，你妈说的都是气话啊！你要真缺钱啊，想着给爸打电话。田父田母是我们绝大多数父母的真实写照，一辈子没有享受美好生活，也没有远大抱负的目标与理想，更没有好高骛远的眼光，有的只是脚踏实地以及对子女悉心教育。那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的3观，无论何时何地始终牵挂自己的孩子，他们不关心孩子飞得高不高，只关心孩子飞得累不累的普通父母。可悲的是，这样的父母仅仅只有1代，更可悲的这也是最后1代。这是一路朝阳剧情截止目前为止最让人血脉奔张血压升高的一集。
这一集你可以看出人心的险恶，也可看出在利益面前颠倒黑白的不讲道理。温馨提示：不要怒砸手机。话不多说，开始解说。时间回到3天前，黎明集团董事长黎光来到办公室，此时助手早已在此等候，准备汇报工作。而这次主题则是有关金达律师事务所入驻黎明集团相关事由。黎光暂时不想讨论此事，便让助手回头再说。不曾想助手今日不达目的不罢休，势必要黎光今日给个答复。黎光这才说出自己心中所想。你觉得我迟迟不签合同，真的是因为那合同上几个百分点的利益吗？当然不是了，是因为我们集团内部现在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争取黎明大厦的控制权。但你在这个时候让吴律师入场的话，对他来说非常的被动，不利于他未来工作的开展。所以呢，我们得自己先把内部的问题给他解决了、理顺了，然后再去签这个合同，才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另一边的李木家则是与吴建秋准备前去黎明集团商议合作之事。因为黎光作为商业老手，手段不容小觑，因此吴建秋不敢忽视，特意亲自前往会谈，途中更是悉心叮嘱李木家做好备单准备，二人势必今日拿下合作订单。随后三人相聚在北京一家老牌餐厅，见到黎光本人的李木家愣在原地。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律师李木家，这是黎明集团的李总。李总您好，我叫李木家，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好，我是黎光。好在是黎光并未当面说破此事，两人更是心照不宣，不提此事。黎光上来则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次的合同呢，确实是拖得有点久，是我有意而为之的。之前我们内部有一些问题没有理顺，所以必须采取事缓则圆的保守策略。你就说嘛，李总不是那种会在费率上跟我较劲的人。错了，这事儿还真得较劲。不过呢，我们可以先把框架合同敲定下来，如何？当然好。随后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框架，随后用餐环节，二人相互介绍，逐渐熟络。黎光更是夸奖李木家悉心准备红酒，味道不错。原来早在之前，吴建秋就做好备单工作。今天我们去吃饭的那个餐厅，我订了一瓶07年邦德酒庄的葡萄酒。这个葡萄酒有黑莓味，还有一些独特的矿物味。如果客户问起来说这个葡萄酒怎么味道这么奇特，你就告诉他。此时李木家借此把握机会向黎光介绍红酒来历，侃侃而谈。这款酒的黑莓风味是不是特别的特别？它的酿造过程非常的独特，初次发酵之后不进入到橡木桶，而是进入到了更大的行，去打个电话去。那个忘了跟你说了，咱要的那款酒没了。这款酒服务员推荐了另一款啊！李木家听闻一时愣在原地，独自缓解这场尴尬。黎光倒是情商颇高，找理由离开，以此来照顾李木家的面子。因此李木家对黎光也生出几分好感。因为李木家的原因，金达如约拿下黎明集团的律师服务，吴建秋便安排人员做好下阶段计划。而本次工作则由李木家做好统筹工作。也就在此时，他接到远在无锡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开门见山便问起为何与丁之谈分手。李木家诧异母亲为什么会知道此事，原来早在之前，李母打电话给丁之谈，想让二人今年过年来无锡过年，也是趁此机会见见女方这边的亲戚。丁之谈面对李母的盛情邀约，不知如何拒绝，只能如实说出自己与李木家早已分手许久。我跟木家已经分手好久了，我不知道他没告诉你。好久了。闻言的李母一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你们两个到底为什么分手？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是不是你的原因啊？是不是你要分手的？面对母亲的逼问，李木家不知如何回答。李母将一切原因归咎于李木家身上，此事的他压力巨大，原本是希望换来安慰，却不曾想是一顿质问与责骂。我们不能说李母做的不对，只是因为我们不曾身处那个位置，这是两代人之间观念的碰撞，更是上一辈人表达爱激烈不被接受的方式。至少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女儿不曾受到伤害，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幸福。而另一边的丁之谈家中，丁母孩子数落他炒股亏钱的事情。也就在此时，门铃突然响起。来了，阿姨，您怎么来了？来者正是李木家的母亲，而她此次前来并未兴师问罪，而是充当和事佬，帮助二人挽回感情。李母说的字字恳切，言之在理。不是阿姨说你好好的找什么鬼呀？不曾想此时丁母开始借机发难，将这一切所有过错全部归咎于李木家身上。这也是本片中最让人气愤以及恶心的一段剧情。博主，我看的手机都砸了。这一事儿
怪丁之谈一点都没说的。但是想想前因后果，我儿子才是最受伤的人呢。买新房是我的主意，穆家提都没提过。什么你的主意啊？自从你谈了恋爱，你的主意还不都是围着李穆家转呢？他一个眼色你就屁颠屁颠的去执行了，还用说吗？说起来全是丁之谈的不是，但是钱亏了，看好的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你说这些我们都得承受吧？那我们心里的委屈跟谁说去？也就在此时，李穆家来到此地，他拉着李母就要离开，然而李母还是执意想要帮其挽回这段感情。无奈此时另一边的丁之谈一言不发，无所动容。就当二人离开之时，丁父觉得此事毕竟自己儿子过错在先，便将准备好的10万块钱交给李穆家以示赔偿。李穆家对此没有拒绝，而是欣然接受。还给人家，还给人家，收下吧，走吧。回到家的李穆家便将此事说给自己表妹，自己之所以收下这笔钱，并非贪图钱财之辈，而是不希望丁父丁母因此内疚，日后条件成熟后便将钱财悉数归还。李穆家就是这种乐观且善良的女孩，即便自己受伤还为别人着想。好在是李穆家并没有沉寂在失恋的鸡毛蒜皮小事之中，转身便又投身到工作之中。吴建秋团队入驻黎明集团之后，开展下一阶段计划，同时给众人开会分配任务。李穆家，你负责统筹，你能搞得定的或者搞不定的事情都跟我汇报啊。好。李穆家也开始统筹黎明集团对外法务事务，而他与黎光的交集至此开始。慢点，房子它不跑路不劈腿，哎，能挡风遮雨还能升值保值。哎，一想到这么多房贷，我腰不疼腿不酸心也不绞痛，我干起活来都更有劲儿了。分手后的田荣仿佛迎来新的人生，如今已经盘算有关自己房东的梦想。房子对她而言可比男朋友靠谱得多，不仅能遮风挡雨，还不会弃你而去。不仅如此，还更是劝李穆家尽快用丁之谈父母给的10万块钱进行买房。然而李穆家想的则是尽快将那笔钱归还给丁之谈。次日一早，李穆家便被一通电话吵醒，因为就在此时，黎明大厦工地工人被外挂石材砸伤。等他匆匆赶到工地之时，才发现工人与承建方已经吵得不开交。李穆家稳定现场秩序，还遭到两方人马鄙视。我是开发商的代表律师李穆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派个小姑娘来糊弄我，怎么就来了你一个人啊？你们金达没人了？又不是来打架的，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也就在此时的李穆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女孩，面对危机处理充分地展现了清晰的逻辑条理以及冷静的情绪。先是安抚工人，承诺以工伤进行赔付，并且保证自己会在24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同时对于承建方的责任逃避据理力争。也正因如此，惹得承建方负责人心中不悦，同时又在激烈争吵中得知承建方偷工减料用不合格，才是导致此次事件开端。外挂石材断裂，你这质量不合格。外挂石材断裂，捅出去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偷工减料，李律师，不是我们生事，您给评评理。这石材这用手一掰就开了，这就是盗渣工程，这就是偷工减料。这都是个别现象。李穆家随后来到现场勘查，发现确实是承建方偷工减料导致。也就在此时，承建商负责人带着一帮人来到身后，便向李穆家说明情况。莫大建设是莫大集团附属公司，而莫大集团又是黎明集团最大股东，因此两个集团实际是一家人。负责人便警告李穆家最好不要将事情搞大。这个石材问题啊，实属意外。供应商呢，我们也会找他算账。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我求您啊，高抬贵手，别把这事情闹大了。我这帮弟兄们也是要养家吃饭的。李穆家此时并未据理力争，而是借口自己只是打工人，不想过多参与此事，唯一诉求便是要求处理好工人工伤，不要为自己添麻烦。闻言的负责人也是借坡下驴，保证处理好此事。随后李穆家便第一时间将此事向吴建秋汇报，并且还带回来了现场石材样品。吴建秋也是立刻将此事汇报给黎明集团，因为李穆家妥善处理伤者赔偿问题，因此工人特地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吴建秋对于李穆家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并且还说明黎明集团已经着手处理材料质量问题。那个石材质量问题怎么解决？我跟李总打了个电话，他们内部要进行调整。李穆家受处分停职了。啊，是的，只能这样了。
另一边的田荣交完首付办完贷款手续，如今对他而言也是拥有3套房产之人，心中更是十分欣喜，也是借此机会邀请李木家参观自己新家。期间还是极力劝阻李木家趁此机会先买房子。以他目前对北京楼盘分析来说，在未来不久之后就将迎来房价飞升的10年，也正是这10年造就无数购房者一跃飞天暴富的美梦。随即后面更是经历温州炒房团以及房价跳水种种事件之后的10年，房价永远成为民生最热门的词汇。田荣也是趁此机会置办各种二手家具，随后又将另外一套房子出租，开启包租婆的逆袭生涯。另一边的黎光陪莫大集团董事长莫大海参观大厦楼盘。莫大海想的是将大厦定位成写字楼，租给世界500强与跨国集团办公使用，因为大集团带来的虹吸效应会顺带提升周边楼盘的房价。而黎光则是建议留出一部分给中小企业，当然不能只留给世界500强还有这些跨国公司，而是应该留出更多的空间去为中小企业服务，因为他们才是中国发展的主流力量。你继续。未来的发展趋势呢，一定是智能环保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砍掉一些华而不实的预算，为软件升级留出更多的空间。你等一下，砍预算，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拉拢那些董事会的人来孤立我？莫总，这你就想多了。然而莫大海终究是商人，商人只会趋利行事，因此并不赞同黎光的决定。黎光劝说不动莫大海，便想着联络其他股东。但如果不杀掉莫大海的威风，我就没法真正的操盘。你也知道，这黎明大厦呢，承载了很多人的建筑理想，我不能把决策权留给一个短视者。原来黎光一直在韬光养晦，隐忍实力，想的便是一招制敌，彻底击败莫大海。随后便约见吴建秋请求帮助，他先是151将事情缘由说出来。黎明大厦的预算呢，我跟莫大海这边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劝说其他的股东跟我一起对抗莫大海。所以有个忙要你帮。什么忙？举报我们。也正因如此，李木家被连累成为炮灰，不仅受了处分，还被迫停职。他属实想不明白，自己为伤者争取了最大的利益，为何还会这样？然而吴建秋也无可奈何，但是又不能和他直接明说。另一边的黎光得知李木家被停职之后，也是十分自责，但是想到杀一杀莫大海的威风，被逼无奈，只能出此下策。毕竟商人在商言商，必要情况下还是会做部分取舍。喂，木家。哎，小丁，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见一面吧。好啊，有空我方便。不久之后，北京楼市回暖，房价上升，丁之潭因此后悔不已，父母更是极力劝说先买二手房稳定情况。丁之潭随后打电话向田荣了解购房的事情，田荣则是建议他买二手房，随后又给丁之潭找到了一套房子。丁之潭二话不说果断购买。李木家想的是趁早将那笔钱还给丁之潭，便找个机会邀约进行见面。二人随后来到曾经经常约会的饭馆，看到曾经一起悬挂的许愿卡，内心五味杂陈。李木家将钱还给丁之潭之后，还送上祝福，二人举杯痛饮，相互释怀。其实我觉得我能遇到你特别幸运，你占据了我的青春，我也霸占了你的呀。小丁，我希望你能过得幸福，好好的。你也要好好的。李木家，丁之潭，分手快乐！分手快乐！李木家下班很晚遭人跟踪，被吓得六神无主。哎妈，啊，我就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呢。啊，马上就到了是吧？好，我知道了。嗯，好，等着你啊，拜拜。喂喂，哎呦！李木家找到机会将尾随者打倒，随后便惊魂未定的到安全处给黎光致电，但是对于自己被尾随一事只字未提。黎光闻言以为正如李木家所言，也并未多问，而股东老赵听闻则是会心一笑。李木家。出租车上的李木家还是没忍住掉下来眼泪。对于一个初出社会的女孩来说，
初次遇到这种事情，难免有些不知所措。此时的他没有白天职场上的风风火火，反而如同一只受伤的兔子，心中所想：此时若是丁之谈在身边，也算有个依靠。看着万家灯火，其乐融融，比起自己的形单影只显得格外落寞。这便是众多北漂的常态。而他与丁之谈同样是回不去的过往。次日一早，新闻记者正在侃侃而谈周边拆迁以及未来的发展。不巧的是，路过的李木家嘴上嘟囔两句，而这两句恰好被记者敏感的直觉捕捉。他意识到这里面或许有重大新闻线索可以挖掘，便现场对李木家进行采访。城市发展的很快，在拆旧建新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市民们的安全，加强治安，保护好每一个为这座城市努力付出的夜归人。金达律所内，吴建秋正在与团队介绍黎明大厦与莫大建设官司的细节。也就在此时，百无聊赖的李木家来到此地，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被稀里糊涂停职。此时的他内心破碎的千疮万孔，同事见状便为其抱打不平。说怎么就那么点背啊？明明是个功臣，怎么一夜之间变成戴罪之身了？说白了呀，咱们都是棋子，今天是你死，明天说不定就是我。说这些也没有用了。另一边的田荣因为租客投诉，见状一看才发现床已经塌了，田荣只能决定次日一早进行换床，随后便来到家具市场。此时的他则展现出精打细算的特点出来，先是故意砍价砍到最低，同时拒绝老板送货还能再省一笔。为了节约搬运工搬运成本，自己大包小包将所有零配件全部搬上5楼，就连隔壁大妈看见也是直呼内行。因为田荣深知对于他而言，没有可以依靠的港湾与臂膀，那么自己就成为最安全的港湾。然而在接下来组装床的环节中，先是不小心将手砸伤，随后又因为床垫倒塌将腰扭伤。喂，木佳，我腰扭了。哎呀，我现在坐都坐不下去，怎么办呀？啊，怎么弄的呀？我过去找你啊。你别过来了，你出门不安全。你都这样了，你就别管我安不安全了。在哪儿呢？我让我邻居把我送到那个大路口啊，等着我啊。李木家火急火燎赶到接到田荣，随后陈清与高畅也来到医院看望。得知没有大碍的几人也算是松了一口气。随后出来的陈清与高畅讨论起在北京扎根的梦想。陈清希望日后可以先买房安定，然而高畅则是认为先买车云游四方，并且二人也说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车子是贬值的，房子是升值的。房子在那儿一动不动，车意味着更大世界。你怎么打开你？怎么了？次日一早，李木家就被舍友小张的一通电话吵醒。等李木家赶回家中时候，才发现来了一群陌生人。我认识他们呀。你是不认识我，但你认识我们家男人。你男人？对，就是黎明大厦的项目经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啊，我们全家老老小小都指着他养着呢。不就是折了几块破石头吗？怎么着他就把人给抓进去了？原来这群是人之前黎明大厦项目经理的家人，今日前来便是要讨要说法。尽管李木家据理力争，那是他勾结供应商偷工减料咎由自取。无奈的是，这群人油盐不进，根本不听，情绪失控时更是失手伤人。另一边的金达律所内，李光想让李木家作为与莫大集团打官司的代理律师，然而吴建秋出于对其保护并不赞同。且不说此次事关重大，就说李木家经验尚浅，根本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势。然而黎光却是始终坚持自己意见。也就在二人陷入僵局之时，李木家来到此处。李总。你好。是黎明大厦的事务查清了吗？你脸怎么了？没事儿。李木家随后便将事情缘由一五一十告知二人。李光借此机会便说起让李木家作为代理律师的事情，不曾想李木家对此没有丝毫推脱，反倒是欣然应允，同时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回到家中的李木家便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田荣，因为他不仅复职还荣升代理律师，这也就意味着他有能力有本事有实力换房，也不用住在这个让人担心受怕遭人尾随的日子。田荣则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带李木家看房，而他对于这个房子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对面便是金龙湾楼盘，那里是他与丁之谈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与丁之谈梦结束的导火索。但是对于李木家而言，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永远满怀热情一路朝阳。但是押一付三对于目前的他来说压力巨大，便希望进行月付，哪怕是多付200也可以。田荣则是信心满满将此事包圆。随后田荣便安排李木家与房东签订合同。此时的他也展现出了他销售能力将话说圆说满的天赋。李小姐的租房预算是3800。我当时就跟李小姐说了，我说咱房东是实在人，不高兴讨价还价，所以4000就是底价，对不对？是这样，
我那房子特别好，装修也好，少于这价格我肯定租不了了。是，所以咱们的分歧其实就那200块，是不是？咱们各自退一步。李小姐，您呢就房租付4000，一分都不能少。周哥，咱也别押1付3了，房租月付，给女孩子手头留点活钱，谈恋爱底气都足，您说是不是？小田，你都这样说了，我不答应都不行了。谢谢周哥。那李小姐这边还有问题吗？我没有问题。好。你好，穆佳。今天总有空了吧？关于官司的事呢，我想跟你聊一聊。光以聊官司的事情将李木家约见出来，但是黎光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李木家此等家人也。来到现场的李木家十分不解，原本是聊官司，为何变成吃饭？黎光倒是直言直语说出目的。要不这么说的话，你会出来跟我吃饭？李木家见状，则是先行开口问起为什么点名让自己做代理律师。黎光思索片刻后，直接说明原因。从你处理工伤到你背锅停职，再到突然复职，你就像坐了一次过山车。你承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也表现出了足够多的担当。是，你的确没有什么经验，可是你的预判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你的抗压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集团愿意给你这个机会。黎光得知李木家被人尾随之后，便说出了一个十分老套、毫无新意的理由，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他则是建议李木家可以暂时搬到自己朋友闲置的房子小住，租金可以暂免。也就在此时，李木家得知此事并不简单，便以工作忙为由先行离开。李总，很感谢您请我吃饭，我也很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您放心，在接下来的工作里，我肯定会认真的配合，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助力贵司大展宏图。我确实是还有工作，那我就先走了。李总再见。另一边的田荣从经理处拿到一处优质房源，此时的房东正被众多中介围成一圈，对于中介来说都想签约成独家。眼尖的田荣看见女房东正在搬东西，便热心上前搭了一把手，女房东也是对其连连感谢。田荣随后则是建议女房东将房子收拾干净，这样卖相也足，倘若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交给自己打扫。也就是这样，田荣不仅顺利将名片递出去，更是毫不费力拿到钥匙。所有的生意从一开始就应该说结束，先小人后君子，最后达成和局。再看看我跟莫大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跟一家人似的，结果呢，从和局走向僵局，伤人伤己。田荣毫不费力拿到房子钥匙，基本就是相当于签了独家，便开开心心回到店中邀功，自然而然被经理一顿表扬。不久之后，他便迎来第一个看房的顾客。不曾想，这位顾客存心消遣田荣，不仅悉数一一例举房子缺点，更是要求降价30万才愿意购房。随后才想到降价到250万是故意调侃自己。250有这么还价的？因为折腾太晚，错过最后一班车，因此田荣只好致电李木家来他房子小住。看见李木家将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惹得田荣羡慕不已。随后田荣有心生一个新想法，他想着将房子租来重新翻新租出去，那么自己便赚取差价成为二房东，这便是蛋壳公寓的前身。但是李木家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一心想的便是黎明大厦的案子，再结合吴建秋的建议，站在对方律师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想让田荣配合模拟庭审现场。决定，现在宣读法庭纪律。blah blah blah blah， 快一点儿！什么态度？起立！现在请原告律师发言。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市金达律师事务所受黎明集团的委托，委派我担任黎明大厦质量纠纷一案的辩护人。次日，黎明大厦与莫大集团案件如约开庭，吴建秋更是为其加油助威。就记住一点啊，李总的要求是不撤诉、不退让啊。我明白。走啦，加油啊，别紧张。对方律师顾胜毕竟是辩护老手，上场一开始便承认莫大集团的失误，以及愿意承担相应损失积极赔偿，随即便将矛盾话题转移，直言黎明大厦天价赔偿不合法规层面。李木家闻言据理力争。首先，是不是天价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并不是由被告律师决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每一分钱的赔偿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反倒是对方律师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6条，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被告应对其所承建的黎明大厦施工质量负责，承担不合格工程的鉴定、拆除、返修费用，并赔偿原告因停工、返工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此时的顾城脸色十分难看，随后法官又问起双方是否愿意调解。方是否愿意进行调解？我方愿意，我方拒绝。而另一边的莫大海心急如焚找到黎光谈判，希望尽快调解恢复开工，否则大厦不能如期交工。但黎光坚决不肯答应，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不欢而散。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听好，只要有我莫大海在，黎明大厦谁说的都不算。未必吧。不久之后，顾胜找到金达兴师问罪，吴建秋则是借口回避，无处撒火的顾胜便将满腔怒火撒到李木家身上。演技高超啊！说好了跟我走过场，到了法庭就刺刀见红，哪个老师教你的歪招？此时华鹏落井下石调侃李木家，不曾想遭到李木家怒怼。我算是看明白了啊，这找茬的一来，无力就躲了，把你扔出来当子弹，你还想攀着他往上爬吗？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提醒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李总入手。我不用想办法，我是黎明集团的代理律师，他肯定支持我。行，那就好。哎，田荣挺好的吧？好，好的不能再好了。你那哭缝都歪到你大姨家去了。想请你吃个饭。我一会儿还有工作，我要去找人帮你做。李光随后约见吴建秋，他直接坦言自己之所以与莫大海开战，是因为早已打听他因为拍下帝王导致资金链出现问题，因此推断莫大海急于开工回笼资金，因此黎明大厦的案子并非持久战。不久之后，黎明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众多媒体记者闻讯如约参加，吴建秋与李木家也是参加此次发布会，避免突发事件爆发。黎光更是公开表示，即便是蒙受损失，也要保证工程质量。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向诸位宣布，那就是我们黎明集团正在收购纽约麦迪逊大街上的一处地产。当北京的黎明大厦竣工之后，纽约黎明大厦也将横空出世。吴建秋来到楼下才看见一群人在黎明大厦闹事，因此推断必然是莫大海在背后搞鬼。如今黎明集团人不方便出面，因此便让李木家出面处理此事。经过李木家不懈努力，终于把闹事的工人打发走。恰好发布会结束，黎光看见李木家，因此借机想请他吃饭表示感谢。然而李木家对于黎光早就心存芥蒂，黎光只能不停的解释缓解尴尬，并且还让李木家继续代理这场官司。李总，那这个官司还是你打。好。回到律所加班的李木家正好看见还未下班的吴建秋，便打电话调侃一下他。喂，你好，吴律师，你有毛病啊啊！三步路，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你饿不饿呀？随后二人一同吃泡面充饥。吴建秋略知一二黎光对其有意的消息，便提醒李木家，倘若自己心动，则要好好把握，毕竟这些时日能遇见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李木家闻言并未回答，而是问起吴建秋当初为何破例让自己进入精打。是那个时候你就直愣愣傻兮兮的杵在我面前的时候啊，就我莫名其妙的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啊身上带着光，有一种特别赤诚的那种感觉。次日，田约见客户陈阿姨看房，不曾想一直等到天黑才被爽约。田荣如今处境便是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的，所以我常说田荣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机会，不够聪明，也不够出众。要想改变命运，需要跨越阶级鸿沟，但是恰恰是这类人，在身处逆境之时，始终坚韧拼搏，积极奋斗，永葆乐观精神的美好品质。次日一早醒来的田荣才发现李木家熬夜一宿，便对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也就在此时，二人均收到来自同学结婚的消息。田荣为了省红包钱，想做伴娘，不曾想同学王媛媛已经找表妹当伴娘了。田荣顿时十分失落，候补伴娘也不知道红包能不能减半。真有毛病，脸皮怎么那么厚啊？你知道中介靠什么抢到的好房源吗？脚步快，嘴巴甜，脸皮厚。次日，田荣带客户李叔办理贷款，田荣忙前忙后，让其赞不绝口。不仅如此，更是让儿子向田荣学习。不曾想儿子李万兵误以为父亲想要撮合二人，不曾想李叔当场翻脸。相什么亲啊？娶什么回去啊？他是一人精，你了解他吗？我跟你说，他这心眼可比你多多了。真娶回去，你降得住人家吗？不久之后，李木家与田荣来参加王媛媛的婚礼。他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父亲百感交集。田荣陪着王媛媛走完婚礼程序，但是心里却是十分不悦，因为同学们得知田荣购买3套房之后，羡慕嫉妒恨，
更是话里话外不断阴阳他开玩笑。好在是李木家对田荣悉心安慰。你是田荣吧？我们是警察，我是辖区派出所的，我叫罗宇。木家，你在哪儿？你快来！高畅与陈清的小日子越来越幸福。这天，他特意起早给陈清做了爱心早餐。陈清大快朵颐吃着早餐，满眼都是幸福的模样。高畅想继续为陈清做点果汁，打开冰箱时门却突然掉下来。陈清立即打电话给田荣，希望田荣能够通知房东更换冰箱。此时的田荣一早去楼下买煎饼果子，不曾想正好碰见李叔的儿子李万兵前来收房租。从李万兵口中才得知他这家店面是李叔用拆迁款买下来的。田荣对此十分好奇，问东问西，而李万兵则是向其请教做中介的门门道道。田荣知无不言地告诉他有关做中介的经验，从选区域、楼盘到户型、看房、选房，你要跟中介斗智斗勇，还要跟上家讨价还价。房子有问题你得解决吧，渗水、排线问题、空包等等等等，一系列流程走下来，基本就等于完成了个几百万的大项目。李万兵受益匪浅，十分欣喜，当即决定不仅不给老板涨房租，还让老板给田荣打折。随后田荣打电话约李木家一起吃饭。此时辖区民警罗宇突然上门调查，警察开门。门口说来了警察，我觉得不太对劲儿。你电话别挂啊，万一有事你帮我报警。好，你去。你是田荣吧？我们是警察，我是辖区派出所的，我叫罗宇。木家，你在哪儿？你快来！原来罗宇在租客小赵房间搜出大笔现金，是因为之前小赵利用职务之便涉嫌侵占公司财物，因此罗宇便要带田荣回所里配合调查。李木家得知此事之后，立即赶往派出所。经过调查，得知小赵利用假账贪污公款，而这笔钱恰好全部藏在床下面。但是田荣对此毫不知情。民警经过调查后也知道与田荣无关，尽管他被立刻释放，但是也因为案件原因导致田荣家里被查封，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委身投靠李木家。搓脸，霉运消，再搓搓，好运来。你这是在给我开光吗？咦，我小时候摔跤，我妈都这么给我搓。因为股市风波波及国内，同时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整个北京市楼盘交易量持续低迷，因此开发商为回笼资金开始降价促销，而这次降价风波更是席卷全国，由此引发了业主大规模退房潮，直接影响除了开放商之外，房产也是最大受害的。因此田荣所在的房屋中介门可罗雀，导致田荣入不敷出。此时房贷如同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身上，让其喘不过气。走投无路的田荣只好回老家求助父母。既然都没有生意，我想请假回趟老家。本来就没提成，你要是请假，你小心底薪拿不全啊。但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连饭都吃不上了。另一边的吴建秋安排李木家找黎光商谈黎明大厦的案子，同时更是嘱咐为黎明带一瓶安眠药，因为黎明长期工作压力导致失眠，需要服用褪黑素进行调整。而在此时被逼无奈的莫大海亲自来找黎光谈判，希望他能尽快和解。不曾想黎光对此不肯让步，莫大海只能摔门而走。如果黎明大厦再不复工，我们会考虑撤资。接下来律师就要介入和跟进你这件事儿，我通盘的向周老汇报过，他周老老了，懂吗？走之前更是撂下狠话：黎光，你再这样下去，你完蛋了你！李木家来找黎光，却找不到人，苦寻许久后才在楼道里看到独自坐在台阶上黯然神伤的黎光。李木家随口唱起了一首儿歌，借助手机的灯光摆出了可爱动物的造型，希望能够让黎光开心。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李木家临走之前，默默将黎光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将那瓶安眠药装在一个信封里。为了鼓励他，也是十分贴心的在信封背面画上笑脸。黎光看到这些备受感动，便立刻打电话让吴建秋前来开会。胡律师，准备一下明天开会。田荣回到老家山西大同之后，才发现此地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开出租车的小黑也是认出田荣，更是主动将其送回家。不仅如此，更是组织聚会为田荣接风洗尘。回到家中的田荣让父母又惊又喜，饿了许久的他顾不上说话，只埋头吃肉。在北京这段时间，为了房贷省吃俭用的他，早已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父母看见日子过得格外清苦的田荣，也是十分心疼，更是力劝田荣将房子卖掉，减轻压力。实在不行啊，把那几套房子都卖了，亏就亏点，咱不怕。哎呀，卖，赶紧卖，别等着人家银行到时候贴了封条的时候再拍卖。
爸妈，我跟你们说，现在我一无所有，就剩下房子了。房子是我留在北京的底气。现在我混的是不好，但肯定会有成功那天。哪天？你告诉我哪天成功？反正就是不久了，久不久的都不等了。这房子的首付是我和你爸出的，我说卖就卖。我不卖，我供得起。当日夜里，睡不着的田荣辗转反侧，父亲颇为贴心的为其送来一杯牛奶。田荣想起未办完的事情，便连夜打电话给房东徐姐，让其尽快为陈清他们更换冰箱。在门外偷听的父母听闻此事还在为工作操心的田荣更是心疼不已，说好好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现在呢成天惦记着给人家换冰箱。是，孩子大了，随他吧。尽管徐姐第一时间给他们送来冰箱，不曾想冰箱质量差，噪音大，还不停的摇晃，导致高畅不胜其烦，随即决定先购买一台新冰箱。另一边的吴建秋将黎明集团周律师约来开会，在此之前也做好相应安排。李木家作为小白负责卖惨，而邢小飞作为黑脸冲锋陷阵，因此邢小飞与周律师一言不合就开始吵架。此时吴建秋作为老好人出来稳定全局，双方握手言和，演了一出漂亮的好戏。黎光也是通过视频看了一出好戏。李总，是不是要为我们这精湛的演技请一顿大的了？我安排。同学聚会之时，小黑随口问起北京楼市的现状，然而田荣心里有苦，却一点说不出来。更为尴尬的是，还接到银行催还信用卡的电话。不好意思啊。喂，田小姐你好，关注到您名下的信用卡已经逾期了，请尽快还款，否则呢会影响您的征信。我知道，我在老家呢，我回北京就能还。能不能宽限几天呀？7天行不行？哎，好的。同学小豪利用送田荣回家契机问起田荣难处，为了保全面子的他只能拼命掩饰。蓉蓉，北京不好混，回家呗，我养你。哦，谢谢你啊。嗨，跟我还客气。刚回家的他在门外听到父母的谈话，按照父母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够回老家发展。面对父母而言，并不希望子女能有多大成就，能够陪伴家人便是莫大的幸福。无颜面对父母的田荣只能独自一人到楼下散心。内心郁闷的田荣在楼下苦坐到许久才回到家中，他决定收拾行李回到北京。母亲悄悄进到房间帮他收拾，无法控制情绪的田荣靠在母亲怀里久久不能平静。吴建秋始终担心莫大海不肯妥协，便让李木家利用迷信给黎光占卜一下。李木家拿出1枚硬币进行占卜，不曾想黎光一连3次都猜中结局。李木家觉得这意味好的结局，便将这枚硬币作为幸运币送给黎光。这枚幸运硬币就送给你们。幸运硬币，我会收的。回到北京的田荣转身便投入工作之中，因为楼市不景气，因此很多人都选择转行。原本热闹的门店如今只有经理一人坚守岗位，他劝田荣好好休息一下。然而田荣如今面临3套房子的月供，又怎能懈怠？马上便找到老顾客李叔，希望能够出单。闻言的李叔则是力挺田荣，让其安排赶紧看房。哎，李叔，听说您要买金龙湾的房子啊？我帮您约了几套，不过最近房市不太好，您还要买？当然要买啊，大家都买才好砍价啊！您联系好房东，您通知我。哎，得嘞。好。这才是明白人。不久之后，田荣带着李叔与李万兵去看房，得知此处是凶宅的李叔掉头就走，留下面面相觑且尴尬无比的田荣。大院封我的房子不能要。面对银行的催贷，无力偿还的田荣只好挂断电话。因此作为紧急联系人的李木家也收到银行的电话，得知此事的李木家便当场给田荣2万块先偿还贷款。得到帮助的田荣则是十分感动，随后更是力劝李木家如今趁着楼市低迷赶紧买房。然而无奈自己实在是拿不出半分存款，此事只好作罢。现在是北京楼市的一个拐点，是抄底的好机会。你要是有钱，赶紧把大窟窿填上，别到时候上了黑名单就不好办了。一点都不上道，趁着低价赶紧买了呀！不久之后，田荣的房子终于被解封。
他迫不及待带着李木佳回到家中，并将房客小赵的东西全部打包让其搬走。此时小赵的姐姐来搬东西时开始不讲道理，逼着田荣退还押金与租金。田荣对此断然拒绝，且不说小赵连累他房子被查封，害得他只能住在李木佳家中。他没有找小赵索要赔偿已经是大发善心。不达目的的小赵姐姐在楼道里大喊大叫，不明真相的邻居们开始对田荣口诛笔伐。租房子不退押金，黑心房东。这房子解封了？听说房主被抓起来了。对呀，哎呀，放出来了，房主不知情。你们给评评理啊！就这破房子租1200，现在押金还不退。此时的李木佳站出来与小赵姐姐据理力争。你怎么血口喷人呢？哎，你们不退押金，说我血口喷人。我还告诉你们，这破屋子现在出事了，是凶宅，你们这辈子都卖不出去。你说什么凶宅呢？你就是这，你家才凶宅！我不退，我这辈子都不退！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报警。这一个人呢，你想知道他的消息，总还是有办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李木佳突然接到远在无锡二姨的电话，此时才得知母亲因为意外导致骨折住院。闻言的李木佳立刻赶回无锡老家。母亲为了不让李木佳担心，便谎称洗澡时候不小心滑倒。不曾想二姨说漏嘴，才得知是因为家中房子漏水，母亲因为省钱自己维修，导致从椅子上摔下来骨折。李木佳不明白自己时常向家中寄钱，为什么母亲不愿意花钱解决。后来才得知母亲一直将所有钱都存了下来，想作为李木佳日后陪嫁嫁妆。之所以这般，则是害怕她将来出嫁以后受委屈。闻言的李木佳内心五味杂陈。为了照顾母亲的李木佳寸步不离，同时还需要熬夜加班整理案卷，母亲便让二姨给她准备了宵夜。医生随后带来治疗方案，则是建议手术置换髋关节手术。然而李母不想花冤枉钱，则是坚持保守治疗。李木佳自然是不同意这项决定，更是赌气要真是如此，那么自己就辞职回来陪她。不曾想母亲面对威胁就是不肯妥协。你一言为定啊，你不许再变了，赶紧给我回来啊！回去辞职好了。哎，你还记得你那个什么同学叫红什么，个子高高的，我那天在超市碰到了，人家小孩子都满地跑了。李木佳与二姨在一旁苦苦规劝李母接受手术，不曾想李母无论如何就是不肯同意。也就在此时，医生调查李母有一份商业保险购买记录，因此此次手术费用可以全部报销。闻言的李母便立即欣然接受手术，但是李木佳始终想不起来自己何时给母亲购买过保险。可能是我跟同事一块儿买的吧，我给忘了。你什么脑子啊？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关键的时刻，你给忘了，真是踏实了。另一边的田荣面对月供已经是山穷水尽，被逼无奈只能决定卖一套房子缓解眼前的危机。恰好此时李叔前来找田荣买房，田荣便向其推荐自己房子。李叔听闻不无道理，决定先看看也是无妨。李叔便决定带着李万兵前去看房，走之前还叮嘱李万兵配合演戏狠压田荣房价。小钱这房子贷款快还不上，着急要卖了。哎，咱爷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捡一漏。还谢了吧，我唱不了这个。来到房子的李叔与李万兵发现田荣早已等候多时，李叔十分精明，一一列举了房子缺点。你这房子这光线有点暗，而且也不是南北通透啊。另一边的李万兵则是偷偷发信息暗示田荣不要上当。这比你当时买的时候也赚了点吧？田荣以和父母商量一下为借口开始考虑，思索再三之后也是答应100万开始卖房。李叔当场交了5万元定金，李万兵则是发信息嘲笑田荣太傻。你真傻假傻。不久之后，李母手术十分成功，因为这些时日一边照顾母亲还要整理卷宗，导致李木佳累得精疲力竭。李母看在眼里十分心疼。恰好此时从纽约回来的黎光直接赶奔无锡来看李木佳，李木佳则是猜到黎光暗中帮母亲买商业医疗保险，因此对黎光更是十分感谢。李总，那个商业保险是不是？我让上海的同事帮忙交的手术费。黎光主动帮李木佳整理卷宗，还敲诈李木佳请他吃夜宵。黎明集团方总因为核查出文件中小数点错的纰漏，便连夜打电话向李木佳问责，吓得李木佳连连赔罪。你大学是在哪儿学的？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还用我教你？不好意思，房总，我现在改。不用改了，我已经帮你改了。幸亏是我审，如果要是李总，让你吃不了兜着都。我唯独你。
我很努力地尝试着去抗拒，但我却放不下。苦等13集，终于迎来黎光与李木佳表白的 CP。从纽约回来的黎光第一时间找到李木佳。此时，北京商业大佬的黎光与北京最牛律师事务所的李木佳一起坐在无锡街头的路边摊吃着当地美食。尽管一切显得不是那么高档，但是对于黎光而言，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吃的最安心、最美味的一顿佳肴。家人在侧，粗茶淡饭亦可幸福，味的良缘，锦衣玉食亦是食之无味。年近40的黎光在今晚如同一个孩子，卸下他在商场搏杀的盔甲，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面一五一十告知李木佳。但是那句想要说的话却迟迟说不出口。短暂的寒暄以及颇为官方的关心，黎光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吃的差不多了，回着。李总，有话说。啊，谢谢您。好好照顾母亲啊。再见。再见。然而就在黎光离开之时，又折返回来。对于他而言，还是鼓起勇气要将那些未曾说完的话说完。您是落东西了吗？落了几句话。那您坐。此时的黎光不再兜兜绕绕，直接告诉李木佳自己的情况。自己年仅40，离婚多年，尽管也交往女朋友，但终究是好聚好散。自己对李木佳的喜欢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李木佳而言，青春足够宝贵，对于自己来说，时间成本同样价值不菲。他并不期望李木佳能够当即决定，只是对于自己心中的坚持，应该将内心的爱意表露出来。李木佳此时一时陷入两难，尽管他之前早有所预料，但是真就面对现实却是不知所措。感情在于日积月累，但决定只在一瞬之间。我想起了秒速5厘米最后的镜头，原野桂树驻足等待，列车行过，小圆明里却已不在，只剩飘零的樱花送给他一个释怀的微笑。他们的故事在铁轨的一侧开始，在铁轨的两侧结束。樱花烂漫应有时，只是家人已不在。在黎光面前，李木佳从来都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也是想的比较悲观的一个人。但是黎光从未离他而去，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相遇的铁轨那一侧，不焦急不跺脚，不低头不看表。而李木佳面前有驶不完的列车，他不敢抓住间隙的几秒跨过铁轨间1.45米的距离。可黎光不曾笑他胆小，只是怕他跌倒。回到医院的李木佳靠在长椅上休息。对于他而言，黎光的态度让他左右为难，面对未来抉择仿佛一时看不清方向。此时出于青黄不接年纪的他，无论做什么仿佛都不被允许。然而就是在黎光面前，他仿佛是那么安心，却又那么想逃离。也就在此时，田荣的出现让李木佳显得不再那么忧郁。原来田荣坐了许久的火车特意前来探望，不仅如此，更是带来救济钱款。这个钱是还给你的，这3万给阿姨做手术，够不够？你跟阿姨说别舍得花钱啊，你们家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田荣呢。李木佳见状十分感动，人生这辈子见过的人越来越多，但能成为朋友的人越来越少。或许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像田荣一般的朋友，他看起来不优秀，他也没有很多钱财与实力，但是他能做的就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能够放弃一切奔向你，能够在你最需要精神慰藉时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不久之后，李母迎来出院，回家路上，李木佳与田荣陪伴两侧，惹得周围邻居十分羡慕，更是直夸2个闺女就是好。田荣更是拍着胸脯为自己脸上贴金。得知即将要回北京的田荣，李母特意包了大个馄饨为田荣送行。次日一早，田荣便返回北京。此时北京楼市迎来转折，重新回暖，经理更是点拨田荣在不合时机时候卖房的操作，简直就是砂纸擦屁股露一手，说的田荣心里十分不悦。你一套房啊，肯定卖亏了。定金都交了，就这么。另一边的无锡，即将回北京的李木佳也是在走之前给李母安顿好，同时也是在药箱中放下钱留给母亲。如今母亲省吃俭用为其攒钱，这一路在没有父亲的照顾下将她一手带大，他也希望尽可能的弥补母亲。次日在回北京的车上，李木佳接到母亲的电话：佳佳，钱我给你放到电脑包里了。你怎么没有把钱给我了呢？不是，这存折怎么回事？我在家根本花不上钱，那个钱你带回去，不是不打算回来了吗？既然这样，就在北京买个房子啊，有个自己的家，就算是给自己安个窝。
回到北京的李木家找到田荣，想要买房，不曾想田荣的中介所早已经是车水马龙，因为楼市回暖导致很多楼盘已成天价，错过最好购房时机的李木家此时想要买房无异于难于登天。他找人打听如今金龙湾行情，不曾想原本就火热的金龙湾如今更是一房难求。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没机会住进自己梦想的房子，就像是与丁之谈那回不去的青春。哎姐，打败你的不是房价啊，是我在看看。田荣那边，此时店长为田荣出谋划策，因为田荣之前在不恰当时机卖房，而在短短1月内上涨20余万，因此经理建议田荣进行违约，即便是违约也只需要支付5万元违约金，即便这样下来保住房子再转手卖掉也能净挣20万。田荣思索再三后给李叔打去电话。田儿啊，喂，李叔，我不好意思，我拨错电话了啊。不曾想田荣怎么也说不出口，只好安慰自己言而有信，老天也会善待自己。不曾想经理也是大泼冷水，老天都骂您蠢。然而这个电话不打还好，这一打让李叔心里直犯嘀咕。你说田荣是不是知道了？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呀？然而李万兵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小子第一时间给田荣通风报信，随后约见田荣见面吃饭。李万兵此时也说出实情，原来自己老爹确实准备购房，只是最近将理财到期的日子记差了，因此在本月20号李叔根本没有钱财购房，但是他有笃定的相信田荣面临上涨的房价必然违约，因此也就在跟田荣进行博弈，看谁最后沉不住气。不曾想田荣的诚信阴差阳错救了他一命，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李叔便找到田荣解除违约合同，正当离去时却被田荣叫住。等一下，李叔，定金还给您。李叔对于田荣的行为着实不能理解，此时的田荣仿佛打开了任督二脉，便一五一十向李叔说出了原因。房子涨价了，您不买我就已经是赚了，思来想去我不能两头便宜都占着，所以定金就还给您。田儿，这是你应该得的。我爸跟我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钱我是可以拿，但是您给完之后心里肯定不痛快，以后肯定也不会再在我手里买房了，是吧？那我就少了一个客人。您身边有那么多亲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会找您咨询，到时候您就给我引荐引荐，这5万块钱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挣回来了。以后就麻烦李叔多照顾照顾小田的生意。另一边的黎光远赴纽约进行谈判，他想将纽约一栋老楼改装成公寓，因此前来找到投资人，也是合作伙伴。接下来请我们欣赏黎光纯正的音乐。 Hi, Mr. Walls. Hi, nice to meet you. Sorry for bringing you in this late. Mr. Lee, not a problem. 谈判的黎光打开手机，想要联系远在国内的李木家，犹豫再三之后，迟迟未拨出去。此时远在北京的李木家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回京后，我和黎光再没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短信。晚上与田荣在一起的李木家接到吴建秋的电话，到时才发现他坐在地上郁闷地喝着红酒，颓废得让人心疼。李木家坐到吴建秋旁边，此时的他们不是员工与老板，也不是师傅与徒弟，更像是相处多年的闺蜜好友。吴建秋将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告知李木家，他不曾明白为什么前夫不能在8点前将儿子送回来，为什么儿子在前夫家中仿佛更加快乐，自己辛辛苦苦为家打拼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结局。即便自己早已做好准备，但是被挖墙脚，自己却是浑然不知。为什么拼命努力的人最后孑然一身，然后先背叛的那个人就能其乐融融？为什么呢？是我错了吗？我到底错哪儿了呢？清晨的北京繁忙且拥堵，高楼大厦林立显得冷峻，但也充满机会。然而一早上班的李木家就遇到吴建秋的质问。你跟黎光到底怎么回事？在他压我们费率这件事情上，你起了什么作用？李木家如实回答，尽管黎光对自己有所好感，但是自打无锡回来至今，二人一直从未联系。吴建秋结合李木家休假阶段，老方时常过来打听消息，随即便将最近事情告诉李木家。原来金达接到黎明集团纽约并购案的单子，但问题是此次费率压到历史最低，因此怀疑是李木家将此事透露给黎光。李木家对此矢口否认，更是表示自己不会将金达内部机密透露给任何一个人。吴建秋思索片刻之后，便与李木家说起另外一件事。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做，你愿意吗？这是跨国并购，我不太行。李木家对吴建秋的提议表示拒绝，
他不想利用自己与黎光之间的关系才拿到这个案子，对于他而言更想是利用自己的能力被认可之后拿到的结果。吴剑秋便给他说了一个十分真实且又扎心的事实：有能力的律师是因为有案子才让自己变得有能力，并不是有能力之后才拿到更多的案子，这是所有律师的常态。对于李木家而言，有大佬提携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希望李木家能够理性看待这个事情，好好把握机会。这么好的机会，你是疯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好意，别老去想那些没有用的。你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做成功了之后，你1年的年薪会变成什么样啊？你生活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啊？想想这些。不久之后，黎光如约回国，同时召开纽约黎明大厦发布会。此时众人皆是不解，如今北京黎明大厦正在停工，纽约黎明大厦却要开工，众人皆是不明白黎光葫芦里卖着什么药。黎明随后便向所有媒体记者先说明，北京黎明大厦如今虽然还处于停工阶段，但是这是黎明人对于质量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产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是借用此次机会抨击莫大海。另一边的莫大海看着电视里面黎明侃侃而谈，陷入沉思，随即便给现场顾律师致电：你在现场帮我看一下，这黎光真的是在美国搞到钱了，还是在那儿跟我演戏呢？说实话，我没看出来。莫总，咱们还要不要跟黎光继续？继续啊？为什么不继续？我就不信了，眼看就要违约，他去了趟美国就能抱住人家投资人大腿啊？再说了，人家的钱大风刮来的，跟他耗。黎明随后也向在场记者介绍纽约黎明大厦设计理念以及接下来进度计划，在此更不忘点拨一下李木家。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追过女生的，对，所以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是不是？建筑其实也是一样。不久之后，方总接到电话，原来是美方代表来到上海商量并购，而这件事情自然而然落到李木家头上。李木家只好与金磊第一时间赶往上海。前往上海途中，李木家还是不曾明白为什么自己会作为跨国并购案主要律师。金律师并未多言，只是希望李木家好好表现，因为他知道面对大佬的提携，做好便是大功一件，倘若做不好，那么将永不翻身。这是机遇，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李木家志存高远，他并不安心做一枚棋子，他想要的是做幕后操盘手。你说我们努力奋斗一辈子，是不是就只能当枚棋子啊？不然呢？当操盘手啊，我命由我不由老板。另一边的金达律所内，黎光找到吴剑秋，透露海外并购实际有点诈糊的意思，因此在本次谈判中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拖延时间。此时吴剑秋才明白，黎光点名让李木家处理此事的真实目的并非提携，而是充当背锅侠，而黎光则是利用这段时间拆东墙补西墙，只有这样才能让莫大海妥协。我得孤注一掷，所以现在呢，必须要高举高打吓唬莫大海，轻拿轻放，我也没有。另一边的李木家与金磊赶赴上海与美方谈判，也就在此时，金磊收到吴剑秋的信息，因此李木家便被推到台前。此时的他十分慌张，面对美方的提问并不能妥善的回答，因此美方代表十分不解，为什么会将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新人进行？这个项目很重要，不知道贵司为什么会派你这么没有经验的律师来谈。李木家如坐针毡，加上生理期来了，只能告诉美方代表稍等片刻。等到他休息好回来之时，才发现美方代表早已离开，回到纽约。他们人呢？走了。去哪儿了？回纽约了。另一边的田荣开始处理自己的房子，如今一对夫妇恰好前来看房，便问起前任租客的事情。田荣没有隐瞒，如实回答：前租客涉嫌职务侵占进去了。那因为我这个事情，我的房价也会比市场价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介意的话，就再看看别家。但是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夫妇二人也是想利用这个事情作为降价的理由，希望田荣能够稍微降价一点。田荣见状倒也实诚，更是实话实说自己降价至150万。倘若不愿意买，那就算了。正当这对夫妇犹豫之时，李万兵来到此地做起了神助攻。把老想您那房琢磨着买回去呢。我们正在谈呢，啊，正在谈啊，下定了。我说要是没有，我就有机会。女人闻言害怕田荣爽约，便立即要求交定金订房。然而男人却是发现不对劲，更是直问李万兵是否是托。不是托吧？不是大哥，您要是不要的话就拉倒啊，这房子我要。男人随即对女人进行阻止，更是直言这是田荣设计好的套，
田荣听闻对此十分不悦，更是坦言二人若是不愿意可以回去考虑考虑。男人见状田荣生气，也开始玩起了苦肉计。田荣闻言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决定每平米降价500。随后李万兵为田荣打抱不平，同时更是交给田荣相应话术，只要等成交之后包个红包意思意思，于情于理都能说得过去。田荣突然发现这个北京城顽固的小少爷不仅有点东西，东西还挺多，不仅有2把刷子，刷子还有毛。原本以为你什么都不懂，今儿一听发现你有点东西啊！这都是恰学，略懂点皮毛。不久之后，在商场购物的田荣也听到了商机。你家金龙湾那个房子在中介挂牌了吗？唉，还没呢，东西太多了。再说了，我也不想找中介。上次凌霄路那个房子，10几个人，一口一个姐，前前后后电话打了好几个月，我都神经衰弱了。是吗？这次啊，我就打算放在物业的租售中心独家得了。他先是走上去破冰，夸对方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随后便问起二人想要卖房的事情。得知女人购房在金龙湾，由于生了3胎之后房间不够，所以要进行换房，田荣便立即夸女人身材好，丝毫看不出生了孩子的样子，也是利用自己马屁功夫拿到了女人的联系方式与房源。拿到房子之后，便将房子推荐给李万兵与李叔。李叔由于打点滴还没能来，因此先由李万兵先行看房。我这人生之路呢，之所以能这么顺遂，我告诉你，就2字，知道什么吗？什么呀？相信。哦，信我爹呢，他让我成了地主的儿子。信你啊，没准你也能让我成为地主的爹。啊！面对田荣的尴尬，李万兵只好岔开话题。也就在此时，李叔来到这里，看见自己儿子与田荣走得十分亲近，也是心生不悦，便找个理由让李万兵出去买水，随后便将田荣叫到一边，不断暗示：咱把丑话先说到前面，人情归人情，但是我儿子这事儿，咱……李叔一番话让田荣内心十分不悦，田荣自然而然听出他话里有话，只好编造自己在老家有男朋友。李叔听闻十分开心，顿时感觉心里石头落地。也就在此时，李万兵回来，给他父亲买了冷水，而给田荣买了热奶茶。你的热的哦，不用了，谢谢。我给房主打个电话。不用，好。热的吧，容易烫嘴。回到家中的田荣接到李万兵的电话，先是将其挂断，不曾想李万兵又打了过来。田荣接到电话开始演戏。好，你先吃吧，我这儿有个客户电话。啊，什么事儿啊？哎，我马上过来。啊，怎么了？没什么事儿。拥有数套房子的田荣开启了包租婆的生活，因为面临数套房子的月供，省吃俭用的他将房子全部出租出去，而自己则是与另一位房客开启了同居生活。不曾想作为码农的房客十分邋遢，面对一地狼藉的房间，田荣也只能看在眼里，疼在蛋上。就连搬家公司的工人都会忍不住的询问一句：这屋子真够乱的，快赶上垃圾场了。哎，姑娘，需要保洁吗？哎，我们保洁也做的。是吗？那下次您缺人也叫上我啊。好。在李木家家中先对付一晚的田荣便向其说起了李万兵的事情。闻言的李木家觉得不可理喻，反倒是田荣看得十分豁达，毕竟人家自打在北京4、9城长大，虽然不能说出生在罗马，但至少也是在罗马3环，而自己在他们眼中就如同是都市外乡人，别人看不上自己也属正常之举。就如同自己手中这块卡地亚小坦克，在自己眼中悉心爱护，但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这便是差距，一种阶级上无法跨越的差距。这让想起一则楼盘与安置小区那一墙之隔的广告语，这不是一堵墙，这是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分界线。不久之后，陈清与高畅也来到李木家家中，田荣开启话痨模式，不断劝说二人买房，两人终于无法忍受田荣的唠叨，找个理由离开。田荣则又是极力向李木家推荐紫竹园新楼盘，在他的观念里面，始终认为只有在北京有了房才算是有了家，才算是有了归宿。她是一个有着传统守旧观念的女人，潜意识中始终有一种家本位的思想。李木家则与她不一样，她不会为了买房而买房，房子对她而言是美好生活的必需品。她心心念念的只有那遥不可及存在梦中的金龙湾，那是她一生的执念，也是与丁之谈青春岁月的终点。另一边的黎光也开始对目前楼市发展做出自己的预测。接下来肯定又要出一波帝王，我觉得要出政策。次日一早，田荣便带着李木家与陈清前往购房。此时售楼部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田荣也是在一番争夺中，终于拿到登记表进行登记。也就在此时，遇见同样前来购房的李万兵。你那男朋友呢？啊，这么多人让你姑娘来接啊？男朋友挣钱，我花钱。
李木家也猜测到此人便是昨晚田荣与之说起的那个玩主少爷，更是不忘调侃田荣。看你呢，让他看去，让他追悔莫及。也就在二人看房之时，李木家接到同事小飞的电话，让他立即将合同送到黎明集团。待李木家赶到时，黎光早已在此等候。二人相见无言，气氛顿时沉静。好在是黎光率先开口打破尴尬：“妈妈身体好些不？好多了，谢谢。最近忙吗？最近还好，不太忙。不太忙。那为什么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发个短信也不可以？您是想问我考虑的怎么？对，我考虑过了。”算了吧。然而黎光向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与其说是想找到原因，不如说是极力挽回。李木家则是坦言自己不想因公费私影响工作，黎光则是狡辩自己同样是公私分明。正当李木家想要狡辩时，黎光则是以带他吃饭为由好好想想。恰好二人出门时遇见前来汇报工作的方舟。下午那个例会我知道。前面还说公私分明的黎光这会儿就啪啪打脸，为了照顾李木家也是颇为贴心的，两人分头下楼。紧接着方舟就像是小媳妇一样又打来电话：“在哪儿呢？大家伙等着你开会呢。”我在住建局，会议改明天吧。还有一会儿让小周来接我一趟，随后把地址发给你。好。别用这种看坏人一样的眼神看我，行吗？哦。不久之后，黎光带着李木家来到一家私人餐厅，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就在气氛行至关键阶段，莫大海则是向黎光打来电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电话里说吧。你说。黎明大厦的事呢，我考虑了一下，我同意转让5%的股权，好吧？好，可以的。对，还有，我们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我也同意复工了，好吗？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如约拿下莫大海的黎光心情大好，便让李木家陪着自己喝上一杯红酒。李木家自然而然没有推脱。那天，黎光请我吃了顿最普通的家常菜，就是最顶级的红酒。也就在那天，莫大海妥协，愿意转让5%的股权，只求尽快复工。就这样，黎明集团成为黎明大厦最大的股东。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黎光打得三番五斗，时而强硬，时而绵柔，终于拿下了他的理想之城。如果说我跟吴律师学会了吹奖连营、英勇进攻，跟这个男人则学会了耐心防守、以退为进。酒醉之后总有一段小小插曲。次日醒来的李木家发现躺在身旁的黎光，顿时十分惊讶。回想昨晚那一幕幕场景，同样十分尴尬，也是趁黎光未醒之时蹑手蹑脚离开。不久之后，黎光醒来，房间寻找没有寻得李木家人，便给李木家打去电话。我都不知道打个招呼是吧？你不是睡觉了吗？这咱俩又没发生啥，又没有一夜情。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一夜情。喂。不曾想黎光终究是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导致骨折，满脸阴沉的在方舟照顾下回到公司，周围的人更是一脸不可置信。心情极度不悦的黎光也开始拿员工开涮。为什么没提前备货呢？因为之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工，不跟开发部提前通气儿，搞得下面员工也是一顿莫名其妙。而李木家那边则是被告知田荣前来找自己，了解完原因之后才知道是田荣要求自己陪他去看房子，走之前还不忘问一嘴话棚的事情。文在吗？你有病吧？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等着，哪儿都不许去啊！听见没有啊？来到售楼部的李木家被早已等候的李万兵叫住。李万兵找到李木家，则是想正儿八经的想知道田荣究竟有没有男朋友。不曾想李木家随口一答，有，北大老师，他喜欢学习好的。得知真相的李万兵知道是父亲从中捣鬼，不惜与父亲大吵一架跑了出来。无处可去的他只好找到田荣请求收留。田荣一边好心规劝李万兵回去与父亲和解，一边则是为他收拾新的房间，而田荣则是依然去了李木家家中一同过夜。田荣一直催促李木家尽快买房。对于田荣而言，作为房地产的从业者，自然而然明白此时的北京房价意味着什么。然而李木家即便是拿出母亲给的10万元，依然凑不出40万的首付。但是田荣对于李木家对面那套房子十分喜欢，便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将其购买下来。
也恰好此时房东还未离开，便说明原因想要看房。房东阿姨也是实诚的人，十分欣喜带二人参观。短暂了解之后，田荣则说出自己想法。阿姨，我知道您是诚心想卖，挂的也是实价。对，这样我1分都不还，麻烦您给我1个月的时间凑首付，行吗？房东见二人爽快且投缘，也不再多说什么欣然应允。在家算账的田荣十分烦躁。不巧的是，李万兵一早买来大容量的热水器给田荣送来，而田荣觉得无功不受禄，拒绝接受，还嚷嚷要给李万兵转钱。然而李万兵则是像地主家傻儿子一样围在田荣旁边转悠，随后又是猝不及防向其表白：“我喜欢你。”那能借我12万吗？你赶紧回去吧。李万兵看见愁容满面的田荣，有些心疼，随后脑瓜子又开始盘算怎么卖自己老爹。被逼无奈的田荣便打电话回家向父母求助。尽管田母唠唠叨叨劝田荣不要再折腾，语气说是拿房说事，然而内心更深处则是担心田荣被月供压得不能翻身，担心女儿。最后还是在田荣的苦苦哀求下借给他8万块钱。我和你爸也就东拼西凑的给你又找了8万。8万？行，8万已经解决大问题了，剩下的我自己凑。哎，你咋凑啊？您放心，我肯定会遵纪守法的。房子买好了，您跟我爸来北京养老。挂了。但是面对巨额首付远远不够，田荣便想着将自己唯一一件奢侈品，也就是那一只卡地亚小坦克手表进行变卖。但是专柜觉得成色一般，品相一般，因此给的回收价格并不高。原本3万9千的手表，半个月之后就贬值2万5，惹得田荣后悔不已，还不如当初咬咬牙买一只金色劳力士，好歹还是硬通。另一边的李木家收到法院的通知，因为莫大海同意黎明集团的诉求，便将此事电话通知黎光。然而黎光并不打算电话里面谈论此事，要求李木家晚上约会面谈。还未等李木家回复，便匆匆挂断电话。也就在此时，方舟找到黎光，海外投资款项已经到位，美方约见黎光参加奠基仪式，因此他今晚便要坐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想着今晚与家人有约就要爽约的黎光，也不觉有些恼火。不高兴啊？高兴，高兴。另一边的李木家正想发信息拒绝黎光的邀请，黎光则是抢先一步发信息取消今晚的约会。李木家将短信息交给田荣查看，田荣则是认为这个黎光在玩猫捉老鼠、欲擒故纵的游戏，则是力劝李木家主动出击。然而李木家内心深处对黎光还是存有好感，只是面对这段身份、年纪、地位相差悬殊的感情，又不知如何面对。说还愿意跟我结婚？男未婚女未嫁，你这么聪明，这么说我也听。对于李木家而言，黎光就像是一朵风一般的男子，潇洒自由，满足女人的一切想象。但是对于这种男人又很难拿捏，因此他逐渐明白，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及价值，逐渐成为黎光离不开的专业人士，才能永远拿捏把握黎光的内心。随后面对遥遥无期的首付款，田荣思索再三之后，还是决定降价卖掉自己的名表。但是即便如此，距离首付款仍然还差1万5，因此他想到利用信用卡套现，不曾想遭到李木家的强烈反对。这是违法的，闯红灯还违法呢，你没闯过呀？我没闯过。你奇葩，你才奇葩呢！那怪不得你大晚上的又要跑过来跟我说，原来是第2天早上去套现。哎，我跟你说，你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你迟早得进去。什么我就要进去？我做错什么了？不靠天不靠地，我凭自己的本事买房。我要是有个大佬追我，我也可以风轻云淡啊。那我有吗？我又没有。因为两人意见不合，田荣觉得李木家不懂自己的难处，因此二人一言不合大吵起来，气得田荣赌气摔门而走。我走，再也不来你这里。你爱来不来？再也不来了。你出去了你就别再回来。你说了，我说的。田荣漫无目的的乘坐公交车游荡在北京街头，灯火通明的北京城如此之大，大到可以容纳全球各地所有的奇闻异事。然而北京城同样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个普通人仅存的梦想以及栖身之所。次日一早，田荣便来到三里屯，打算将手表变卖。尽管这块手表并非价值不菲，但是对于田荣而言意义非凡。也就在此时，李木家突然出现，他拿出4万块钱将他的手表购买下来，因此解决田荣首付款危机。因此对李木家更是感激不已。二人昨晚的争吵就像是一场梦一般，真实且又消散很快。所谓的好朋友便是如此，尽管总会有许多争吵与摩擦，但是总会在第2天天亮的时候将所有不愉快通通忘记。成年人的交往总是工于心计，却忘了像孩童一般保持初心。往往修复一段感情，在童年我们小伙伴的面前，或许仅仅只是一颗大白兔奶糖足矣，而如今已过成年的我们，
你是否还曾与童年的好友保持联系？你敢不敢在评论区将他艾特出来呢？然而李万斌那边却迎来大麻烦，他背着李叔将12万偷偷转给田荣，因此被逼着要把钱要回来。不曾想此时李万斌坚决不干，导致李叔发火赌气找田荣要钱，因此两父子大吵一通。听见没有啊？把钱要回来！不去。哼，我去。哎，不是爸，我告诉您啊，今儿您要是敢从田荣那儿把这钱要回来，别管我犯浑，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我还怕了你了我。李叔终究还是找田荣要了钱，田荣不仅将12万元本金如数归还，更是将李万斌买热水器的2000一并归还。田荣帮着李万斌说着好话，同时也给李叔打着预防针。尽管自己内心也喜欢李万斌，但他也心知肚明自己配不上他。说实话，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我做房产中介这么长时间，就明白一个理儿：喜欢归喜欢，合适归合适。哎，金龙湾是好，但我就是买对面玉湖公寓的命，得认。得知此事的李万斌立马找到田荣，田荣则是对其避而不见，李万斌则是在门外提醒他好好照顾自己。田荣自己心中明了，他喜欢李万斌，喜欢这个北京的玩主，桀骜不驯中又有一丝善良，人情世故明了却又真心实地待人。他与华鹏在一起更像是照顾孩子无微不至的老妈子，而与李万斌在一起则是体验到被关心与照顾。然而他父亲李叔这一关始终是无法跨越的一层栏杆，想到于此心里倍加难受。另一边的吴建秋因为儿子兜兜学校组织亲子活动，便想着让李木家一同陪伴，三人配合默契完成不错的成绩。当孩子们介绍自己家长时候，兜兜父亲王威匆匆赶来，孩子看见父亲十分开心，便向着众人介绍自己的父母。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很忙，不能天天来校门口接我，有时候也参加不了我们学校的活动，但我知道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我希望他们每天都可以回家，我希望我每天放学了都可以见到他们，我爱他们。听闻的吴建秋内心很不是滋味，此时的他才明白兜兜有多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活动结束后，王威逼着吴建秋将郊区的别墅转让给他，却遭到吴建秋严厉拒绝。作为婚内出轨的一方是没有任何权利索要赔偿。不曾想王威对吴建秋苦苦纠缠，软磨硬泡。也就在此时，他的女朋友匆匆赶来，冲吴建秋大呼小叫。暴脾气的李木佳一把将女人推开。要不是王威，你现在还在街上骑自行车呢！我告诉你。不久之后，黎光回到国内。此时，王东亮约见黎光吃饭，黎光则让方舟借口拒绝。随后想找李木佳，不曾想打不通电话，只好亲自开车来到律所找李木佳。原来李木佳要代替吴建秋参加夏律师的饭局，黎光只好将李木佳送到饭店。因为李木佳晚来，加上王东亮见其长得十分灵动，便心怀不轨，故意刁难李木佳。不曾想夏律师不仅不帮忙解围，还在一旁煽风点火。酒量真不太行，夏律师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因此，李木佳被迫喝了好几杯白酒，只好躲到卫生间狂吐不止。硬着头皮的李木佳回到包厢，不曾想王东亮依旧不依不饶。这个酒桌上啊，规矩很多，论资排辈儿。你说你一个小助理，敬我酒，那一般情况下我那都是不会喝的。而这一切被站在包厢外面的黎光听得一清二楚。王总，哎呦，李总，那谁敬你酒你喝呀？光的出现让王东亮有些错愕，随后镇定情绪，尽显谄媚之态，当着黎光的面一口痛饮以示赔罪。然而黎光并未多看王东亮一眼，言语之间淡淡说道：“我也不是谁敬我酒我都喝。哎，是你一大男人酒桌上欺负小女生，很没风。”尽管云淡风轻，但话里话外皆有威胁之意。不曾想王东亮并未听出半分，仍旧开着玩笑。黎光对其不再理会，随后走到李木佳面前，径直将其带走，留下一脸茫然愣在原地的王东亮。他似有不解，问道：“夏律师，二人之间关系？”这小助理跟他什么关系？我觉得你好像要有事儿。黎光对于李木佳及时保护，不曾想李木佳对此并不领情。他认为这是一场由夏律师组的局，不辞而别会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在金达继续混下去。
加上之后流传出去的风言风语，也会导致自己被职场孤立。然而李光认为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李木家参加这种低层次的酒局，完全是降低自己身份。李木家对于李光所言表示不能接受。回去路上，李光对于李木家那日不辞而别十分生气，便厉声质问李木家为何如此。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弄清楚那天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得上班。就算你上班，你也不要装作咱们两个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本来就没发生。然而李光对于李木家的解释并不能接受，他向来是直来直往性格，也是直截了当问起李木家是否喜欢自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我想要一个家，你能给我吗？李总，我很喜欢你，也许没有女人不喜欢你，所以我很谢谢你喜欢过我，就凭这一点，足够让我嘚瑟半辈子了。被拒绝的李光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于他而言，不论是纵横情场还是纵横商场，永远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他的一生都在与人性的弱点所对抗。他无数次告诫自己，话只说一半，情只动3分。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为什么总是能够从每一段感情中全身而退的原因。他原本自负地认为自己轻而易举便能拿下李木家，不曾想到过往的手段在这一刻通通无用。李光面对这个年轻的姑娘，心中也头一次有了怅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真的喜欢，亦或许是男人失败后想要拿下丢失领地的尊严。还有李总，那个亨达铝业的王东亮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说想拜访你，哪怕是1分钟也行。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就说我说。好。失恋的李光早已无心工作，对于方舟安排的事情也是拒不配合。另一边的李木家刚刚来到公司，此时夏律师早已在此等候。想起昨晚自己的失态，又想起李木家与李光那层不清不楚的关系，因此他一大早便早早等候李木家向其赔罪，言语之间尽是谄媚之态。为了赔罪，更是将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巧克力送给李木家，因为他与李光的八卦早已在金达传得沸沸扬扬，因此同事们仿佛比以往显得更加和善，破天荒的与他友好的打起招呼。回到工位正要工作的李木家也就在此时接到李光的电话。喂，木家，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可不可以有过程？可以，但是我们要先把官司打赢。好，那我工作了。李光心中百般欢喜，万事藏于心不表于情是他处事的方式。然而情到深处，喜悦又怎能轻易掩饰呢？心情大好的他看着窗外的景色，仿佛也从灰色逐渐变成彩色。随后吴建秋来到办公室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如今黎明大厦案子已经了结，这个案子从原告被告之间的关系都是往年案件中极其少见的，因此这类案件的成功解决也是可以载入史册。随后便问起众人关于这个案子的复盘以及收获，众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人说到重点。此时李木家站出来，一语道破天机：这个漏洞即将被填上啊！囤地和炒地都将成为历史。来，你们听听，但我个人认为啊，还有最重要的一半，就是他们该赚的名啊，该赚的利啊，都赚到了嘛。那我们要干嘛啦？该要第2期律师费啦。吴建秋对于李木家投来赞赏的目光，因为这些时日不论是他的贡献还是成长都是有目共睹。吴建秋也是暗自庆幸自己并未看走眼，同时两人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感情愈发深厚弥足珍贵，远非简单的老板与员工那样简单，更像是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什么？这官司你还要继续给我打下去？这件事儿总要有个结果嘛。尽管黎明大厦案子已经基本了结，但是法院那边还未下达最后的判决书，因此黎光决定继续与莫大海将这个案子打下去，索要赔偿。闻言的莫大海几乎暴走，他认为黎光这番操作就是为了博李木家一笑，但黎光此时又展现出商业大佬的眼界与格局。倘若这个案子草草结束，于外界而言并没有妥善交代，同时业界更会传出黎光是一个可以妥协之人，这个标签对于黎光而言并不能接受，除非这个人是李木家。因此黎光将要继续向莫大集团索赔，索赔金额仅仅只有1元。哪怕莫总你要赔我1块钱，这1块钱是我该赢的，我必须赢。这就是李总，给我个面子行？哎呦，老哥呀，你说你要什么面子？这黎明大厦是不是有你的股份？
我和你，咱们是利益共同体呀！为了年底这分红，舍点面子。不，行，别说了，我是说不过你，你就绕吧啊！好了，现在绕你，我现在不信都信了。不久之后，法院如期开庭。席间，李木家列举事实，据理力争，终于在法院审判下宣读最后的结果。被告莫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黎明集团支付违约金、赔偿金共计502.5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官司结束的吴建秋与黎光同时找到李木家表达祝贺。作为一名首次便能打赢官司的律师，已经是十分优秀。吴建秋不愿意打扰二人的温馨世界，找个理由借机离开。享受甜蜜时光的两人却被一通电话打破温馨时刻。喂，黎光，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大骗子！你之前跟我说的，让我莫大赔1块钱，你现在让我赔了500万。不管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补偿你。另一边的田荣也迎来乔迁之喜，在众人的祝福下搬进了新家。李木家瞧见这一场景，感触颇深。他与田荣从室友到邻居，一路走来经历风雨，彼此早已成为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身份不同的是，他是租客，而田荣则是房东。吴建秋问起黎光与李木家之间的感情，黎光并未直言，而是说出自己女儿的故事。他认为，所谓真正的爱，就是要给予所爱之人一切的支持，而我们只需要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当吴建秋问起黎光是否永远为李木家买单时，黎光这样回答：你会对木家一直买单吗？只要我有。另一边的李木家与田荣正在餐厅小聚，田荣羡慕李青与高畅之间的爱情，不拘泥于世俗，享受当下，感慨他们算是明白爱情的意义。是事实上，我们总会将爱情与物质画上等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物质已经成为爱情的衡量标准，仿佛又失去了某些意义。我们感慨父辈之间那些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却又不能倾尽所有大胆爱下去。一边感慨这个世界没有爱情，不再相信，一边在爱情来临时犹犹豫豫。或许是社会飞速发展下人欲望的不断膨胀，亦或许是我们走得太快太着急，从未停下脚步好好休息。爱情已经远不是曾经那番模样。我想起三毛与荷西之间的爱情，但从未鼓起勇气像他那般放下所有，前去非洲陪伴荷西。不禁想起那些曾经看过的言情小说，或许那些爱情我们已经白看了，亦或许我们已经看白了。我觉得啊，我们的青春没有献给谁，我们都得到过爱，而且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你也不要否认它在你生命里的意义。或许只有李木家与黎光之间才是我们理想的爱情，不用拘泥物质得失，能够开着车子不管目的，一往无前的永远开下去，彼此之间满眼都是幸福的模样。灯火阑珊，意兴之下，黎光轻描淡写的魔术下那只价值不菲的项链，让李木家笑得意兴阑珊。这一切的氛围显得暧昧且温馨，两人也终于在众人注目下迎来荧幕下的初吻。清晨还沉浸在美梦的李木家被田荣一通电话吵醒，在田荣的责怪声中，李木家也听到那个自己不想听到的消息。2011年2月16日，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15条细则，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一听买不了了吧？但好在是身边还有一个黎光，在黎光轻描淡写话语之间，那一个在普通人心目中劲爆的消息，却并未在李木家心中泛起一点涟漪。这或许就是安全感的意义。李木家与黎光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就连去上班这种事情也久久不愿意分离。黎光甚至是希望李木家能够为了自己翘班陪伴自己，不曾想李木家坚持原则并未同意，因为北京楼市政策发布，导致房价大幅度断崖式下降。这也正如黎光之前预测那样，田荣急需要将自己手上房子脱手，即便是原价130降价120，仍旧无人问津。我就说吧，房子现在就是降价了。不管是涨还是降啊，防虫的房子坚决不能买，就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赶紧走。另一边的李万明也找到田荣，告诉他，因为田荣的事情，自己与父亲关系已成僵局，目前为止已经搬出来不再回家，因此特地找到田荣前来投靠。田荣啊，你那儿还有没有空房间啊？你把我也打包带走呗。因为李万斌与家里父亲关系闹僵，无处可去，只能投奔田荣求的一安身之所。正当田荣将床铺给李万斌收拾好时，李木家不合时宜前来拜访，吓得田荣不知所措。尽管他十分小心应付李木家，
不曾想百密必有一疏，导致李木家发现此处的李万斌。你好，咱见过。哎，您怎么在这儿呢？我这不是那个李木家会心一笑，顿时明了。尽管田荣极力掩饰，却没有丝毫异议。李木家一边离开，还一边拿田荣打去。不是什么呀，不是解释就是掩饰。那个烤盘我放你这儿了，盘子我也不要了啊。那个拜拜，他们闺女，拜拜啊，没事。当日晚上二人无眠，李万斌便和田荣说起自己的理想生活，一间小屋足矣，老婆孩子热炕头，亦是幸福。这个北京4、9成的玩主少爷，从小从未经历任何生活折磨与鞭打，这豁达的性格也确实着田荣喜欢。次日一早，李万斌便一早买好早饭，等待田荣醒来。早些间他一直是华鹏的免费保姆，今日不曾想到自己竟然也会被人如此照顾。原本自卑敏感的田荣，也是从李万斌身上体验到了被呵护、被照顾的感觉。李万斌见时机成熟，也是拿准机会向其表白。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碰上你之前啊，我是从来没想过混吃等死之外的事儿。直到碰上你了，我这满脑子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推开波浪。哎，你说多积极多向上，咱就试试行吗？啊，成功了咱结婚。次日一早，送兜兜上学的吴建秋遇到朋友王太太的求助。我要不要跟我离婚？我只认识你一位律师，帮帮我。回到律所的他，先是宣布给李木家升职成为职业律师，随后便又将其叫到一旁，想把王太太离婚案的案子交由李木家负责。离婚案，我都没结过婚，我不行吧？你这小脑瓜子里怎么想问题的啊？非得结过婚才能打离婚案？那打刑事案的人怎么办呀？啊，所有的法翻一遍。李木家面对案件终究还是有所胆怯，好在是吴建秋期间一直鼓励与培养，也正因如此照拂，才能让李木家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随后吴建秋便带着李木家与王太太面谈，而王太太也说出自己心酸的过往。原来她有着幸福美满的婚姻，曾经在北京最大的宴会厅举办婚宴，用着最豪华的婚车车队。原本的她是羡煞周围人的王太太，可这一切都在丈夫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发生改变。丈夫先是流连在酒桌之间，随后又经常是夜不归宿，发展到最后已经是有多名情人。王太太原本想着的是得过且过，不曾想后来又因丈夫导致自己一身妇科病。而就在前几天，丈夫突然离婚，而所谓的离婚费仅仅只有100万。当李木家问起王太太诉求之时，也是十分惊讶。我想他能回心转意。那你别想了，死了这条心吧。李木家随后向王太太科普离婚的流程以及所需要的证据，王太太也就在半推半就之间拿出仅存的一条证据：只要你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永远是王太太。回到家的吴建秋发现令人震惊的一幕，王维没有经过任何招呼就跑到他的家中，更是带着那个女人跟兜兜一起玩耍。吴建秋随后便让阿姨带兜兜回房睡觉。他知道王维此时来访目的，想利用兜兜抚养权作为要挟，以此拿到郊区那套房子。好在是吴建秋心思缜密，抢先向其发难。行，这么喜欢孩子，这样吧，变更抚养权吧。闻言的女人内心震惊，她不曾想到吴建秋能做到如此破釜沉舟之事。由于又害怕王维口不择言答应此事，便立即拉着他灰溜溜的离开。待二人走后，身体紧绷的吴建秋便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李木家，随即便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情。我的话正好被兜兜听。他希望李木家能够找人将目前这套房子先租出去，而自己则是先带兜兜回到郊区暂时安定下来，避免王维与那个女人接二连三骚扰生活。次日一早，李木家便带着王太太在她老公公司门口蹲守，经过一上午的蹲点，才发现她老公所在公司营收作假，因为根据货车来往次数，明显可以发现是处于盈利状态。李木家不曾想到，原来真的有人为了离婚，竟然可以做出这么下三滥的勾当。当他打开资料之后，才赫然发现王太太老公竟然就是王东亮。此时的王东亮已经接二连三拜见黎光，却都是无功而返。随即又决定到金达律师事务所找吴建秋求情，向黎光美言。吴建秋只能应声敷衍。不曾想王东亮又得寸进尺，挑拨吴建秋与黎光之间关系。即便是他将来离开了黎光，多个朋友
多条路嘛。王先生，哎，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哎，你别介意啊。穆家是我的人，李总是我的财神爷，以你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多少有点上不了台面。随后，吴建秋便将此事告知李木家，而李木家也向吴建秋爆料王东亮便是王太太老公，因此二人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其付出代价。因为受北京楼市政策的影响，外地人无法购买房屋，导致楼市价格下跌。田荣看见烂在手里的几套房以及即将要支付的首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倘若不能如约支付首付，那么定金就要打水漂。因此被逼无奈的他只好向同学王媛媛借钱。田荣始终无法开口。此时经理看见田荣上班划水，早已是无法忍受，借机指桑骂槐，点拨田荣。怎么能用公家电话聊私事呢？那都像你似的，公司损失得多大呀？李叔来了。也恰好此时李叔来到这里，田荣见状只能心虚的躲了起来。李叔知道自己儿子李万斌跟田荣勾搭在一起，也是故意前来给田荣心里找不痛快。您那豪宅打算给儿子结婚使吧？谁说的？哼，他结婚让他自个儿张罗房子去，我不管。30好几的人了，干嘛嘛不行，吃嘛嘛香。哼，谁爱伺候他，谁就伺候他啊！以后我不管了。等我把这房子一装完了啊，我这租金一收，海南玩去。这话说的，您那么多套房不留给儿子，留给谁？我凭什么留给他呀？啊，我自己个儿的房，我自己个儿说了算。我卖了，我捐了，我一把火我给他点了，是不是钱？我说的没错吧？不全对，李叔纵火犯法。遭怼的李叔更是心里不痛快。故意在田荣面前提及首付的事情，还说到首付不交定金打水漂的事情。田荣闻言心里气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当日晚上，喝了酒的李叔打电话给田荣做一笔交易，只要田荣肯离开自己儿子，那么他那笔首付款的事情将由自己承担。不成想田荣有一说一，气的李叔不行。是您把他扫地出门的。再说了，我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呢，我就扎在北京了。随后李木家给田荣支招，让他在群里面发布信息，自己只需要房价120万，任何一个能够将房卖不出去，那么多余的差额便是自己的。不曾想这招十分好使，很多人便纷纷接下这个活，而同样在群里面的李叔也开始盘算起主意。急眼了吧？不久之后便真的有人前来看房，看了2圈之后便决定要下这间房子。田荣闻言十分欣喜，不曾想这一切都是李叔在背后使坏。就付他5000定金，这钱我说，这回必须得给这小丫头片子一教训，让他跟我这装清高。哼，交首付啊，拖到最后一天，然后咱违约不买，咱损失的是5000块钱，他呢，他可就无路可退了。而这一切又恰好被回家拿钱的李万斌听得一清二楚。李叔因为李万斌的事情，整天想着整治田荣，此时便安排人假装买房拖延时间，最后进行爽约。那么田荣那套房子首付款必然凑不齐，之前所交定金自然而然打着水漂。尽管不知道这样对李叔有何种好处，至少是发泄自己心中的团伙气。不过百密必有一疏，这一切也都被躲在房间的李万斌听得一清二楚。随后李万斌立即致电给田荣，搁哪儿了？我签合同了，房子卖掉了。那边付多少定金啊？5000。这也太少了。买卖房子是靠缘分的，人家小哥很有诚意的。他再怎么着，这也太少了。主要是我着急嘛，这人是群里赵哥介绍的买家，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总算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患。中午我态度不好也是太着急了，你不要生气啊。我不生气，我怎么会生你气呢？不生气就好。我们有钱啦，有钱啦！你在家等我吧。李万斌回到家中等待田荣回来，恰好此时李木家也来到田荣家中。李万斌见状便要李木家帮忙审阅合同，他经过查阅之后也发现问题。这120万的房定金就5000吗？少了。但是田荣对此不以为意，以买家钱在理财中拿不出来为由解释。李木家随后细致帮其分析其中利弊，倘若买家一旦违约，那么最多损失5000元而已。
但是对自己而言，损失的便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首付定金。闻言的田荣不禁后背一身冷汗。李万斌也是趁二人不注意之间，偷偷记下买方的联系方式，随即便借口有事出门一趟。次日一早醒来的田荣发现一夜未归的李万斌，不觉得心中疑惑，随后又致电给买家，想要提高违约成本。不曾想昨日还客客气气的买方，今日态度大。小黄，我是田荣。是这样的，咱们不是交了5000块钱定金吗？能不能再请你补充协议？不用再多交定金，就是把违约金提升到12万，提高违约成本，这样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个约束。您觉得呢？我觉得不行，您先按合同拿吧，好吧？那万一您下周这首付不能到位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不是，我求求你，你就帮我借这70万，行不行啊？你还要我怎么帮你啊？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我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帮你啊？我必须要说我不赞同你努力的方向。那你努力的方向就对吗？你工资月光，吃好的用好的住好的，你跟那李光在一起，你口口声声说不图他钱，那你图他什么？他年纪比你大一轮还拐弯吗？你现在眼睛里面除了钱跟房子，你还能看得见什么？两人因为房子一事大吵一架，尽管这些年之间二人偶有磕磕碰碰，但那些都是小打小闹小摩擦，而今日局面远非这般简单。田荣的不理智让他将所有原本不该说的话通通说了出来。我们很多人总是这样，总是将伤害留给我们身边最亲的人，因为只有他们傻傻的将一颗心毫无防备的捧在我们面前。而此时的李木家同样伤心不已，对于他而言，他始终认为，不管是自己犯下多大的错，受过多大委屈，田荣永远在自己身后不离不弃。但今日他才明白，这一路走来始终只有自己。为什么我们常说童言无忌？因为小孩子说的话第二天就会忘记。为什么成年人之间交往总要人情世故公于心计？因为小小裂缝随时都有被放大的痕迹。然而李木家始终将田荣的困难记得一清二楚，虽然他没有找黎光借钱，但是却找了吴建秋帮忙。吴建秋问及原因之后也并未多言，将70万爽快的借给李木家。而另一边的田荣则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找了高利贷借款，与之而来的代价便是房子抵押以及10%的高昂利息。终于在临近最后期限之时，田荣将首付款全部付齐。也正在此时，李木家打来电话：“蓉蓉，我帮你借到钱了。”谢谢，我也借到了。你跟谁借的？反正就是借到了10%的利息。你赶紧退掉，我和吴律师借的，你就转个手，不要利息的。木家，谢谢你，你不用转手了。我知道你不赞同我的做法，但我就是喜欢房子，房子就是我的命。木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拿到房本的田荣并没有往日的开心，此时的他总觉得心里少了某样东西。原本他应该将这份喜悦分享给李木家高唱陈清，但此时心中别样惆怅，更似有良辰美景，更与何人约的悲凉。我一直认为人生最悲剧的事情，便是你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却无人可以分享。比这更可悲的是，有些东西是等价交换而来，两人在不同地点做着同一件事情，回忆曾经过往种种，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是他们的青春，更是回不去的过往。木家心中若有所思，望着窗外，而这一切都被黎光瞧在眼里。黎光知道他心中有难言之隐，便讲出自己经历说给李木家听。尽管自己与这帮朋友身处高位，但是短暂愉悦的放松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奢侈品。此时的黎光甚至有些羡慕北京城下那些市井小民活得自在，而他们这帮商业大佬总是会背着沉重的担子，身不由己。此时的田荣漫游在街头，落寞的让人心疼。经常光顾的摊主问及田荣想要吃什么时，他脑海中则想起了李万斌的声音。然而另一边的李万斌可就惨多了，因为打人被拘留，而他也向狱友说起了事情经过。哪位啊？说话呀！王建军吧？啊，你谁啊？我李阳儿子。我不认识。你等会儿。哎，你，我爸跟你有什么勾当，我不管啊。但是你明儿必须得给田荣打电话，就是卖你房那人，告诉他这房子你不买了。我定金我都交完了，怎么不买？5000是吧？我给你6000。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让一下，我要回家啊！哎，你要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别跟我这装傻啊！我爸给你打电话我都听着了，他说让你说什么？你爸啊，打什么电话啊？张口爸闭口爸，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李万斌始终担心田荣首付款的问题，
便问及自己朋友老叶，不知道将事情处理如何。不知道这老叶他找没找我女朋友？老叶啊，借贷放贷的，找人他是专业的，放心吧。原来那日放高利贷的人正是李万兵托人介绍才解的田荣燃眉之急。在家算账的田荣听见门外有动静，隔着猫眼才知道是李木家已经回家。待他进门后，他才出去。他想找李木家道歉，却始终鼓不起勇气。望着未拔掉的钥匙，小心将其收起。次日一早，没等李木家出门，便又在门上挂起，偷偷观察他的踪迹。此时的田荣知道自己那日的错误，他就像犯错的小孩想要道歉，但是又不知是碍于面子还是没有勇气，只能做一些小动作引起对方注意。李木家看见钥匙扣，才知道是田荣所为。次日一早上班的李木家就遇到突发状况，王太太一早便来律所大吵大闹。因为李木家让其收集证据，导致王东亮连生活费都不给，因此王太太扬言要去律协投诉。而另一边，王东亮也知道自己老婆请了律师，震惊之后又立刻平静，随后便给黎光打去电话。黎总，是我，出了点小状况。李木家开车载王太太解决生活费的问题，因为之前王太太出手阔绰，因此各种高端健身房、美容院都有购物卡。李木家知道他近些日子不好过，便打算找到店家将未消耗的项目费用进行折现，度过眼前危机。第一家健身房在李木家的运作下如约退卡，然而第二家的美容院才是最难搞的一个环节，而王太太也在李木家的指使下开始了表演。真当你自己是富婆啊？几万几万的往里冲，你看现在要钱费劲了吧？随后李木家开始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平，关于扣除手续费条款是要求查看合同。你这合同没有骑缝章啊？骑缝章好像我们忘了盖了，回头我给您补一个啊。另外，消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格式合同、通知、声明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我说这位女士，您是来找茬的吧？我是李女士的律师，律师一般不找茬。律师一般直接起诉。随后王太太开始借机大吵大闹，店家害怕影响自己声誉，也是立刻决定马上退款。我身边是有人，一直都有，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都是逢场作戏，你是我太太。另一边的王东亮找到黎光说明自己的情况，因为早在之前黎光投过王东亮，而此时王东亮的公司融资成功，即将面临上市。倘若此时离婚丑闻传出去，那么公司必然不能上市。为了减免最少的损失，吴建秋便让王东亮先安抚好自己老婆，避免动静弄大。闻言的王东亮立刻去办。在家中的王太太将王东亮回来的事情告诉李木家，李木家则是叮嘱他不论如何不要表态。不久之后，安顿好孩子的王东亮开始和王太太打起感情牌，开始卖惨。对不起啊，我让这个家散了。这几年一直忙工作啊，忽略了你的毛毛。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这么大，刚才我背他上楼，差点没背动。他开始胡编乱造，满嘴谎话，但是依然坚持公司始终亏损，因此自己为了保全妻子才狠心离婚，否则二人只能一起破产和西北风。闻言的王太太感情开始动摇，所有的贷款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怎么办？随后王东亮又开始洗脑，我知道你不想离婚，对吧？但是咱们可以离婚不离家。始终无法联系王太太的李木家倍感焦急，终于在苦等之后收到她的信息。除了100万的补偿金，每个月3万的生活费，他愿意继续付，还愿意离婚不离家，一切保持原样。另一边的田荣遇到李木家的房东周大哥，而周大哥此次前来则是提前收房，但也因为此事与李木家一言不合吵了起来。经此一事的李木家也愈发感觉在北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有多么重要，因此次日一早便找到中介询问金龙湾最小户型进行租房。李木家参观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房子，心中五味杂陈。之前没钱的他对这里房子心心念念，如今逐渐富裕的他来到这间房子，仿佛也并未有想象中的那般激动。或许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凉，亦或者离开与田荣门对门的邻居，彼此二人心中的疙瘩再想解开就不那么容易。搬家那天的李木家心中悲凉万分，往日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久久不能散去。哎呦，搬了这么多次家，终于能在自己家里吃饭了。木家，等你搬到你的梦想之家，咱们不仅在家吃饭，还要在家开 party。好，那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祝你成功，成功，等我发达，来，搬家快乐！
李木家想着临走之前再跟田荣打个招呼，毕竟此去一别，不知以后是否还能和解。此时房间观察许久的田荣正好开门，二人相对无言，不知从何说起。原本无话不说的好友，如今却是张不开口。当他将钥匙交到田荣手中之时，田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好好的，走。你也好好的。恭喜你住到了金龙湾，你要照顾好自己。在外出差的黎光回北京，第一时间便找到李木家。许久未见的二人互相诉说相思之情，短暂的相聚之后又要分离。不久之后，会议结束的黎光带着李木家出去吃饭，不曾想半路被正在卸货的卡车挡住去路，车主更是因为心情不好恶语相向。不曾想黎光对此云淡风轻，没有丝毫生气。李木家没想到在商场叱咤风云的黎光还有如此一面，随后又随口说起王东亮离婚案一事，黎光则是劝他不要插手此案。这案子你最好别碰。我是代理律师，我怎么可能不碰？这案子是有什么问题？水很深。不久之后，李万斌遇有老耿即将出去，李万斌则是拜托他告诉田荣自己出去旅游，劝他不要担心。老耿劝说李万斌如实回答，而他不想田荣因此事担心，便还是决定保留秘密。另一边的田荣在黄建军楼下苦等，逼着他履行合同。黄建军听闻便将李万斌打他被关的事情说了出来。此时的田荣才知道事情原委，他各个派出所打听，好几天没有联系上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是想得直系亲属才可以，像父母啊、爱人啊、亲哥哥、亲弟弟这样的关系，我才可以告诉你。那麻烦您通知他，出来第一件事情就去领证。林太太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家庭妇女的真实写照，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切生活来源全靠丈夫资助。因此即便是丈夫夜不归宿，即便是丈夫花天酒地让自己染上妇科病，也只能忍气吞声，打碎牙往肚子咽。尽管婚姻法能够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但是同样会面临另一方财务造假以及转移资产的风险。但如今10年已经过去，女性随着明智觉醒，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般模样，而这一切还是得从当年马蓉事件说起。而那场事件简称戎马一生。此时的林小月面对王东亮开出的价码，1个月3万的生活费以及200万的补偿费已经心动。即便是李木家如何劝说，仍旧坚持己见，他也只能依照当事人意愿拟定离婚协议。你帮我拟协议吧。好，那我再问你一句，是他自愿加码的，还是你要求的？他自愿的。尽管此时的他总觉得案件必有蹊跷，同时也劝解他不要过多掺和。另一边，陈清找到田荣，他知晓田荣与李木家吵架陷入冷战，特意前来调和。然而田荣也深知他与李木家之间的关系，两人彼此心系对方，但又迫于某种不能言说的微妙情绪，始终不曾将那层窗户纸捅破。因为那次吵架之后说出去最伤人的话已经无法收回，因此即便是想道歉，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随后田荣看见金龙湾的招聘启事，也是辞掉中介所的工作来到金龙湾上班。但此时的他并没有做房产销售，而是做起了保安室监控员。他从监控中观察李木家的一举一动，像是一个骑士默默守在公主的身后。而就在此时，田荣接到一通电话。喂，是田荣吧？我是里边李万斌的朋友。李万斌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他可能要判。啊！次日一早，田荣便来到银行，将自己仅有的300块钱汇给正在拘留所的李万斌。但是300块钱对于李万斌而言杯水车薪，因此田荣焦急的想要凑齐更多的钱款。也就在他恍惚之际，却不幸被车撞倒。此时的田荣疼痛难耐，而腿上更是豁开一条大口子，但他无暇顾及自己的伤势，面对车主提出的私了赔偿，也是不得已而同意。因为此时这笔钱款恰恰可以解决他目前燃眉之急。或许这便是成年人的无奈，往往在金钱面前，面对自己身体的伤痛，一切仿佛并不是那么重要。即便如此，还要面临车主碰瓷的质疑与侮辱。你有见过我这样拿生命碰瓷的吗？也就在田荣等待期间，车主男友姗姗来迟，而这人便是田荣之前的男友范华鹏。面对如此尴尬的一幕，田荣立即离开，躲在一旁，这是他仅有的自尊与体面。躲在一旁的他看见自己曾经深爱的那个人，如今却将一腔温柔施展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他想起曾经与他的过往，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那原本是属于他的温柔，却与之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他心如绞痛，只能默默忍受。1分钟太长，长到度日如年，备受煎熬；1分钟太短，短到回忆不及他与范华鹏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
我经常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否则这就不是生活，而是一个剧本。田荣拿着用命换来的赔偿，准备打给在拘留所的李万斌，不曾想机器坏掉，田荣也在此时心态崩溃。哎，姑娘，你没事吧你？姑娘，你怎么了？他把我钱吞了。姑娘，我钱在里面呢。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机器坏了，还没来得及贴。坏了，但是他把我的钱吞了。那个您别着急，我着急，我们马上给您处理。要不您先休息一下，慢慢说。我们马上叫人给您。田荣到拘留所打听李万斌的情况，才知道自己被老耿诈骗，因为李万斌正在今天出来。闻言的田荣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另一边的李万斌办理好手续离开拘留所，刚出来的他遇见早早在此等候的田荣。李万斌看到受到委屈的田荣，心疼至极。李万斌，你找谁托话不行，你非要找一骗子？那老耿就期盼是出2千进去，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哎，不是你这腿怎么弄的？怎么摔成这样了？啊，我看。我也正是这个拥抱击碎田荣的内心，田荣之前所受的委屈也就在此刻通通释放出来。不过好在是一切值得，好在是自己身边仍有避风港湾。回到家中的李万斌给田荣细心包扎伤口，紧接着一通急促的敲门声打断这份美好温馨的宁静。李万斌望着父亲，一时愣在原地。而此时李叔并不是前来祝贺他安全出狱，带来的则是另一个爆炸消息。其实我不会来跟你吵架的，拿着。这是您的户口本，门锁我已经换完了，那家您再也回不去了。打今儿起啊，您是想怎么折腾您就怎么折腾，您想吃苦您就吃苦，您想打架您就打架，您要是结婚，您可得自个儿张罗去。我只当没这儿子了，我那么多套房子，我找谁不能给我当儿子呀？得，那您找去呗。这儿子我不要了。然而这件小小的插曲并未在二人之间掀出太大的浪花，也就在短暂的抱怨之后被扔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这或许是李万斌一生中最勇敢的一次。他自小在父亲的约束下成长，而他自己或许也没想到自己会为了爱情忤逆自己的父亲，但是于他而言一切都是值得。就像是这场在街边贪吃的炒面，家人在侧，粗茶淡饭亦可幸福，未得良缘，锦衣玉食亦是食之无味。这或许便是爱情的魔力。有时爱情如同神丹妙药，让人忘记世间一切烦恼；有时的爱情如同蚀骨毒药，让人生不如死，心痛如绞。所以说不谈恋爱逼是没有，还不如做我粉丝来的幸福。每天只做3件事。看解说催更新逛橱窗，我也是为各位小仙女们在橱窗准备了惊喜，需要的可以自取。经过一系列的风波，田荣与李万斌终于在深思熟虑下选择结婚。如今的二人经历种种事件，也是让彼此之间感情更加深厚。两人望着各自的结婚证，倍感幸福。愿无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这或许便是双向奔赴的意义。49成纨绔子弟李万斌在田荣面前收起流连市井之间浪荡气，更像是一个孩子，显得不靠谱不着边际。而田荣更是愿意看着李万斌撒娇打闹，包容他的点点滴滴，也享受着李万斌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被爱的幸福。目光所及皆是对方模样。出差回来的黎光第一时间找到李木家，随后便将自己收购紫薇竹园的事情一一告知。李木家仔细翻阅收购合同，却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在法人胡总婚姻状况那一栏显示空白。黎光便说明胡总早在半年前就已经离婚，由于王东亮事情在先，所以李木家对于此事格外敏感，便与黎光说起其中利害关系。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创始人在离婚的时候给了妻子一份虚假报表，但事实上这家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好，妻子一旦知晓，会不会申诉？会不会申请冻结股权？会不会影响你们下一步投资计划？闻言的黎光第一时间致电方舟，让其不论如何也要查到胡总的信息。不久之后，方舟带来第一手消息，本人半年前就已经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前妻去了美国陪读，跟国内的联系比较少了，所以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李木家简单思索后，觉得其中肯定有问题，便以财经记者身份给胡总太太打去电话。喂，您好，是胡太太吗？我跟胡总已经离婚了，您是？我是新一财经的记者。我们听说紫薇园林将获得一笔5000万的投资，我们想采访一下创始人夫妇。5000万？您不知道吗？不是说融资很难，风险很大吗？您先别着急，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有。
投资人们又不傻，他们肯定是看好了紫薇园林的前景，做完了全面尽调之后才会做的决策。哦，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忙，先挂了。因为胡总太太挂断电话以及态度，李木家猜测到其中缘由，而方舟给胡总致电时候电话处于占线状态，因此推断二人正在串通。李木家也借此说出自己的推断。第一种是这个胡总对于紫薇园林的未来不太自信，所以在融资之前先把妻子和孩子摘出去。第二种可能就是他太自信了，觉得自己肯定能赚大钱，所以就骗妻子离了婚，自己好改其意志。尽调报告我看了，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闻言的黎光决定取消会谈，即日回京。因为李木家上海之行帮助黎明集团挽回经济损失，因此受到所里嘉奖。除此之外，更有丰厚的现金奖励。不仅如此，同事们更是准备丰厚的礼物为其祝贺。此时的他如同众星拱月一般被光环围绕，而吴建秋更是当众宣布为其准备独立的办公室。这是李木家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从一个普通毕业生进入京达，从小小助理做起，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能在北京城赢得自己一席之地。然而会有人说这是仰仗黎明裙带关系才能如此，这并非光荣，而是耻辱。什么是光荣？厕所就一个坑，你蹲在那里，这就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厕所就一个坑，你蹲在那里，但是你没带纸，这就是耻辱。所以我不认为光荣与耻辱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可以转换的。人生就是一场惨烈的竞争，倘若要想获得荣耀，那么必然要拿你耻辱的经历作为交换的资本。所以当你见到一个比你弱却地位比你高的人，不要去质问他为什么能接受比我多的荣耀，而要去想为什么他能承受比我大的屈辱。当你能冷静看出别人等价交换的痛苦，你能把这种痛苦感同身受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相反你会同情他们。大家失去的和得到的本来就是相等的，成长本已如此艰难，何必再为自己找这么多麻烦？所以没有必要去鄙视去冷漠任何一个人，尽管他们所交换的东西可能在你看来一文不值，但或许只是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位置。不久之后，黎光前来接下班的李木家，他摆着夸张的造型吸引李木家的注意，然而李木家假装不在意，两人插科打诨开着玩笑。黎光也如同孩子一般跟着李木家一边疯一边闹，他在李木家面前没有睥睨天下的高贵，也没有会当凌绝顶的傲然，有的只有家人在侧亦是幸福的淡然。此刻的黎光竟然生出一种归园田居的想法。纵横商场的他也是难得在李木家面前有过为数不多的轻松与舒畅，正如同小说中黎光所言那般，每个人都在不停的旅游，不断以为别处的生活才是生活，而实际上经过大半生的游离动荡，大家才能稍稍明白一点，其实一直漂泊的只是自己的心态。而此时当年周杰伦那一首《七里香》火爆全国，他与李木家也在歌声中享受难能可贵的安逸。窗外的满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这多余的滋味某点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然而黎光心中也明了，此时不是他停下脚步的时刻，因为他即将要面见投资人江涛。江涛原本计划给黎明集团投资300个亿，黎光则是要承诺前3年的净利润，如果到期完不成预期，不但需要支付8%的违约金，他还要接受被下课的惩罚。所带来的要求则是江涛不能擅自改变黎明集团的管理制度，但江涛则是提出需要黎明集团股权质押作为补偿，不曾想遭到黎光反对。江涛没有权限决定，便和股东们电话会议，10分钟后便向黎光转达董事会决定。李木家不曾想到300亿的大生意竟然能在黎光轻描淡写的10分钟内轻松解决。作为未雨绸缪的黎光也和李木家说出本质原因。你看到的是10分钟，之前彼此试探，互相较劲，撒娇毒狠，你来我往的其实很长时间了。不久之后，李木家与黎光来到江涛家中进行晚宴。黎光向李木家介绍江涛妻子阿文，原本是华尔街投行操盘手的阿文，如今回归家庭做起家庭主妇，不由间让李木家心生佩服。吃饭之时，席间江涛无意间一句提及黎光海外部投资铝业的事情，让李木家捕捉到细节。你们海外公司投资那个什么什么铝业，他管理那叫一个乱。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反正负责这项目的 CEO 呢已经被换掉了。黎光闻言立即岔开话题。回家路上，李木家一言不发，静的可怕。随后黎光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李木家。此时李木家才意识到黎光果不其然瞒着他给王东亮公司投资3000万，
因此他感觉自己被利用以及不被尊重。黎光则是说明事实，希望李木家能够理解。恰好田荣此时在监控里看到黎光和李木家二人拉扯，你要真敢欺负李木家，我真通知保安抓你。他不觉心生担心，害怕李木家受到欺负，直到两人回家才慢慢放下心来。回到家的李木家便把积压在心里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黎光则是在一旁给李木家陈述利害关系。不曾想他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便与黎光进行了恋爱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吵架。但是你已经察觉到了漏洞，所以王东亮才会一反常态的去安慰林小月，这里面有你的功劳。有的，有的。但可能现在我说出来你不太相信，我见不得王东亮他欺负女人。我确实不信，这里面有你们3000万的投资。哎，你说这么好的夜晚，我们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吵架上？还是为了别人的家务事儿？因为我爱你，我要知道我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你这是上纲上线。对了，我就是上纲上线。但有必要这样吗？我必须告诉林小月，王东亮在跟他离婚之前已经完成了3000万人民币的 A 轮融资，他有这个知情权。但就为了这个知情权，林小月有可能向银行要求冻结股份。他有这个权利。结果呢？结果你考虑过吗？亨达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机，王东亮破产，我们所有的投资打水漂，就连林小月她都拿不到生活费，这是你想要的吗？我会告诉他所有的后果，我会让当事人自己做权衡。我也是你的当事人。因为黎光始终不能说服李木家，而李木家也是铁了心便要将此事告知林小月，因此黎光连夜电话通知投资部进行开会商量对策。通知投资部10分钟以后开电话会议。次日一早，吴建秋便已知晓事情，便好心劝诫李木家不要冲动。不曾想李木家对此根本听不进去，吴建秋便直接说出事情本质，希望他能够三思而后行。你来找我之前，跟黎光肯定吵过一架了吧？对。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不是黎光的女朋友，你只是金达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你会找黎光吵架吗？你跟黎光吵完了架，你觉得金达会留你吗？你回答我。我知道黎光呢很喜欢你，但是你要明白，像黎光这样的人，他可以笑着跟你讲道理，翻脸就可以给你立规矩。黎光是我上帝吗？黎光肯定不是你的上帝啊，但黎光暂时是金达的上帝，是我们团队的上帝。你凭什么觉得林小月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比林小月聪明？你能够100%的确定林小月她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你能吗？经过思索后的李木家还是决定将此事告知林小月。不曾想李小月对此事早已知晓，并且自己还有另一个计划将要执行。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出轨、融资，我通通装作不知道，让他放手去干，等养肥了我再杀。此时的李木家陷入两难，他犹豫是否要将此事告知黎明集团，他也后悔因为自己的冲动导致事态愈发不受控制。另一边的黎光经过连夜会议之后，决定撤销对王东亮公司的投资，这也就导致之前的3000万投入血本无归。然而更严重的后果可能还会遭到董事会的弹劾，导致下课。吴建秋悉心安慰黎光，更是包揽责任将事情归咎于此，因为自己未能将李木家管理好，才导致事态不可控制。但黎光并未有半点责怪的意思，更是为李木家说起好话，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自己，也因此是日后投资更要做好尽调，了解法人婚姻状况。黎光便是如此，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总结自身原因进行复盘，这或许便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另一边的田荣与李万斌火线结婚，二人没有婚礼仪式，但是也拍了婚纱照留有纪念，两人倍感温馨，目之所及皆是对方模样。当日晚田荣便接到母亲的电话，事实上双方家人并不知道二人已经结婚，田母更是张罗要给田荣介绍男朋友，而这样则是引起李万斌心中不悦。田荣则是安慰他等时机成熟便向父母提及此事。你让我想想，列个计划慢慢告诉他。列计划你当买房呢？你还睡不睡啦？你不睡我睡了啊，饿睡到床上。
是。次日一早，李万斌朋友介绍也要开始上班。他如今已经完婚，有了家庭，更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能再像曾经那般成为浪荡顽固公子。因此，在电脑城上班的李万斌因为技能熟练，还让老板拜托培养2个徒弟。不曾想这2个人都有点关系，对李万斌指手画脚，指指点点，弄得李万斌一下班就向田荣诉苦。不久之后，王东亮来到黎明集团汇报工作，方舟则是告诉他集团不再向他公司进行任何注资。王总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笔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其次，你的个人的婚姻状况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危险所在，所以我们集团决定暂停第2笔投资。因为林小月的事情，导致黎明集团决定停止对王东亮公司的投资。这不仅意味着黎明集团3000万打了水漂，更意味着亨踏铝业在扩大产能之后，没有下阶段资金注入，很有可能导致破产。李总，这么干可就是两败俱伤了。黎明并未与之多言，而是径直离去，留下愣在原地的王东亮。北京的夜里寒冷且冷清，此时的黎光正在李木家的楼下徘徊，犹豫着想要找到李木家进行挽回，却又不知如何开口。正当他思索沉静之时，在监控中观察的田荣找到黎光，他告诉黎光，金龙湾是李木家梦寐以求的房子。金龙湾是木家的梦想之家，他很努力才搬到这里，虽然是租的，但租金也不便宜了，对吧？但是发现自打他住进来之后，仿佛并未有以前那般开心。看见整日郁郁寡欢的李木家，田荣也是心疼至极，因此他希望黎光能够宽慰李木家，让其高兴起来。当黎光问起作为好朋友的田荣为什么不愿自己前去，支支吾吾的田荣只好说出那日借钱的事情。我跟他闹别扭了，之前我买房缺70万，我拜托他跟您借，但他拒绝了。此时的黎光才理解为什么李木家会如此生气，他想把一切最好的都交给他，却不曾想他要的是平等与尊重。我想把一切都给他，但是却忽略了他其实最需要的是平等。即便2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均不对等，但是在你爱我我爱你这件事情上没有亏欠，相互平等。也就在黎光沉思之际，李木家匆匆跑来。怎么了？王东亮家暴林小月。走。而另一边的王东亮正在家暴林小月，赶来的黎光阻止了王东亮继续施暴。尽管面对王东亮虚情假意的悔过，仍旧是不为所动，放下狠话。不久，李总，是我冲动了。之后，警察来到此地，而黎光则是安排方舟处理此事，他则是带着李木家先行离开。王东亮面对警察以及一地烂摊子，只好先虚情假意安抚林小月的情绪。另一边的李木家叫停黎光，因为这一系列事情导致的连锁反应，他也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他一直处于黎光的保护下，却毫不自知。他错误的将黎光对他的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敬出去。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黎光的所作所为，然而最后才发现错的最离谱的却是自己。我误解你了。你没误解我。其实呢，我想过让王东亮尽快解决问题，这样不会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不论是与黎光的感情，还是维护当事人权益，他做的并不称职。好在是黎光的宽容与理解，才未在这段感情上画上句号。2人回到家中，黎光为李木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也就在此时，干完一口红酒的李木家给黎光说了一个为之震惊的决定：我想跟你求婚。闻言的黎光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短暂的犹豫之后，他走到李木家面前，也为他戴上属于他的那一份独一无二的专属戒指——暮光之城。不久之后，林小月找到金达，特意感谢李木家与吴建秋，因为2人的帮忙，自己不仅如愿脱离苦海，还拿到一笔不菲的赔偿。而他也是带着儿子回到老家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此次前来便是特意感谢李木家而来，因为此时林小月也彻底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你是他的全部；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则什么也不是。所以不存在天长地久的爱情，长久的爱都是包含在2人实力对等情况下，双方一起成长，只有这样的爱情才恒久弥坚。待林小月走后，李木家也向吴建秋开始了自己的检讨。一开始呢，你追着股权不放，是有点过分，你把黎光也弄得焦头烂额。但是后来事情那么发酵吧，纯属是王东亮自取灭亡。你呢，也等于是帮黎光看清了王东亮这个人。至于这个事情你办的对还是错，这得你自己判断。
吴建秋根据自己思考后，也给出相应并且合理的看法。另一边的黎光此时正面临集团董事会的追责，以莫大海为首先行发难，指责黎光因为对亨达投资失误导致亏损理应负责。另一位王总紧跟其后拍桌子指责，但是黎光对此并不在意，他举手投足间轻而易举将此次危机轻松化解过去。另一边从无锡回来的陈清也找到李木家，先是汇报李母身体平安一切顺遂，紧接着便带来李母想要说的话，说你膨胀了。我小时候得3好学生，我就把那个奖状贴在墙上，他也说我膨胀。问及李木家如今感情生活究竟如何，李木家闻言并未多说，径直将手伸向李青的面前，展现自己的戒指。另一边的李万斌因为婚后养家糊口，也开始了认真工作。尽管身边的2位同事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老板都走了，这干活给谁看呢？这么多电脑总得装完嘛。哎呦，装不完，你装完这个还有那个，咱得控制老板的节奏。不干活就知道划水摸鱼。不仅如此，还不断给李万斌洗脑，不要这么拼命工作。但此时的李万斌心无旁骛，逐渐承担起做丈夫责任，什么都不管，只管认认真真干活。也因如此遭到2个同事的针对。紧接着一名顾客前来挑选电脑，同事迎着笑脸上去招呼，得知顾客需求是家用电脑打游戏，预算只有5000时后推荐一款性能极差的电脑配置。而心眼耿直的李万斌自然看不下去，好心提醒顾客，魔兽您要想玩爽了呢，至少还得加1万，3570K 的 CPU 还得配上专业的散热器。然而李万斌的好心提醒反倒是成了驴肝肺，同事更是在一旁拱火，为了忽悠顾客买下电脑，更是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玩游戏。因为李万斌这么一闹，导致顾客去了别家购买电脑。不久之后，2位同事便将事情告诉老板柴总。你今天把客户给吓跑了？我哪有这能耐啊？我又不是红眼睛绿眉毛的，人预算就5000块钱，你给人上2万块钱的配置。我又没强买强卖，我就是跟人实话实说。不是，你看那人的穿着打扮，像个有钱人吗？你用得着实话实说吗？不是，您这卖一电脑还得以貌取人。柴总看见李万斌，心里更是1万个不痛快，因此便让李万斌不用再来上班。不曾想第一次工作的李万斌就得到被开除这么悲惨的结局。正当离开的李万斌，因为李母的突然来访，田荣只能将李万斌藏到张大壮的房间暂时躲避。李母在房子里面到处闲逛，也慢慢发现有男人的物品。这怎么这么多男人的用品啊？说了有租客的吗？田荣只能以租客为由一一应对，田母则是劝说他不要跟其他男人一起合住，因为人来人往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不好听。田荣只好承认自己的房客便是小张医生。李母闻言十分喜悦，不待田荣阻拦，便径直冲向房间。你们俩这是干什么？田母开始责怪3人，先是责怪田荣整日不接电话，原来是跟这种人厮混一起，随即便又责怪小张医生。田荣见事情越描越黑，误会越来越深，只好承认李万斌是自己男朋友的事情。是叫李万斌，他不是小张医生的，他是我男朋友。田母闻言大发雷霆，更是冲李万斌大呼小叫。田荣随后又拿出2人婚纱照，坦言自己已经领证结婚。田母顿时傻眼，不敢相信。李万斌只能不断讨好田母。哎爷，喝茶。然而田母见木已成舟，别无他法，只能希望李万斌能够好好照顾田荣，不要让他受委屈。次日田母便要返回山西老家，临走之际仍旧依依不舍。如今将女儿交付给李万斌，更是希望他能好好照顾田荣。其次便要等2家人准备好时机举办婚礼。李万斌听闻一一点头，随后又向田母坦言自己的心理想法。此时金达律所内，吴建秋开始分配下一季度工作计划。5年前，欠款人唐虎经营了燕南新达贸易有限公司，他是法人代表。5年之后，我们发现他又在西北的唐县经营了龙虎石材厂，但是法人代表是唐龙。但是唐龙和唐虎是亲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启动这个纠纷案了。其中一件石材纠纷案则是交由陆冰与金磊负责。由于黎明集团最近物色几家新公司，因此这几家的备调则是交由李木家负责。李光此时正在参加一场商业宴会。如今黎明集团在深圳投资一个新的项目，年底即将动工。此时方舟找到黎光，将其叫到一旁，告知深圳项目已经出事。李总，出事。诸位，你们先聊，我这边有事先适配一下，我们下次见。好。方舟随后来到办公室，向众人通知，因为土地问题导致项目延期，而之前招商团队经过1年的努力又将白费。
不仅如此，还要面临巨额的违约金赔偿。此时黎光展现出商业大佬的临场应变能力以及问题处理能力，因为其中最大的客户是卡曼百货集团，因此黎光决定亲自前往澳门找卡曼百货金总进行洽谈。跟负责人联系一下，尽快安排我们见个面。哎，好，我这就打电话。哎，金总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我们李总来深圳出差，想约你一起吃夜宵。什么？在澳门？澳门没问题。行，我们不见不散。好嘞。回家途中的李木佳打电话给黎光，但是此刻正在飞机上的黎光无法接通。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李木佳不觉心中有些担心，此时远在澳门的黎光与金总进行洽谈，不曾想金总对于黎明集团的事情并不在意，只是因为耽误自己开业而索要赔偿，黎光便给出免租3个月作为赔付补偿。不曾想金总对此并不同意，而是坚决要进行现金赔偿。金总希望黎光与他赌一把，不曾想黎光对赌博并无兴趣，金总则是提出以所有商户违约金作为筹码进行对赌。随后两人赌局正式开始，久经商场百战百胜的黎光却在赌场输得一塌糊涂。3条 K， 3条枪，枪赢。为了补齐赌资，便让方舟用自己账户的钱赔付给金总。惆怅的黎光打电话给李木佳诉说相思之苦，李木佳便唱起曾经那一首送别。黎光听着远在北京那边李木佳的歌声，内心逐渐归于平静。李木佳想起曾经黎光所言，因此推断黎光可能出了事情，便连夜飞往深圳。而不巧的是，此时黎光早已回到北京。下飞机的他第一时间直接来到李木佳家中，不曾想家中空无一人，便给李木佳打去电话。我刚到深圳，我刚落地。啊？你跑深圳干嘛去了？我想你了，我听你声音感觉你挺累的，我就想过来看看你。你怎么回去了呀？跟你一样的原因。啊，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啊！我家密码是你生日啊！我现在回去。我等你。黎光随后又接到方舟电话，得知深圳那边又突发状况，因此黎光又要赶回深圳。因为李木佳在飞机上没有收到信息，一落地才发现黎光信息，因此两人再次失之交臂。李木佳垂头丧气进了电梯，蹲在地上暗自神伤，而这一切也被田荣在监控室看得一清二楚。田荣便用电梯紧急电话关心李木佳，随后又打电话给中介所经理，决定将自己房子进行变卖。田荣因为始终不曾联系上李木佳，一早来到他家敲门。李木佳颓废地睡在沙发上，田荣看在眼里十分心疼。此时的李木佳早已沦陷在这段感情中无法自拔，始终担心黎光的事情。田荣则在一旁耐心安慰。至于黎光的原因，李木佳与田荣长达4集的冷战终于结束，两人也因此重归于好，感情也变得愈发深厚。经此一事，双方也越来越觉得生命中离不开彼此。也正在此时，双喜临门，黎光给李木佳发来婚礼的邀请。闻言的李木佳高兴不已。满意了，满意了，开心了，我太开心了。田荣也是祝福李木佳永远幸福，因为田荣欠着李木佳20万始终没有还，也因此李木佳迟迟不能在北京购房，所以田荣决定将自己一套房子先行卖掉还李木佳的钱，这样也算是了却自己一桩心事。因此求着经理带客户看房，实力推自己这套房子。李木佳知道此事后，打电话给田荣，让他暂时先不要卖房。不曾想田荣心意已决，如今对于他而言，帮助李木佳买到人生中首要的一套房才是重中之重。因为田荣房子即将售卖，也就导致租客小王就要搬离。尽管这些日子田荣与其相处不多，但是独自在外打拼的北漂心心相印，早已有了感情。田荣此时过得十分拮据，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违约金。好在是小王通情达理，先让其打个白条，更是情不自禁拿李万斌开玩笑。姐，没想到你跟热水器还真成了。什么热水器啊？谁热水器啊？没你事儿。随后小王又告诉田荣，等明年一过社保已满，自己也将要在北京购房，从此以后不再漂泊。这也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同学，他和我说把脸遮上谁不是美女，铺上报纸哪不是床，所以我觉得他就像杂草，无论漂泊到哪儿都能生根发芽。可是后来他在上海奋斗了7年，因为买不起房回了老家，7年漂泊一无所有。倘若上海是撒旦，那么他连当夜叉的资格都没有。我曾经做过关于房子的梦想，摆上一张床，铺上当年很火的流氓兔床单被套，早上起床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房间，掀开被子扑腾起丁达尔的光束。如果有条件，在墙上装一个有创意的书柜，把原来散落在墙角的书一排排放满，错落有致。这便是我们普通人绝大多数的梦想。
回到北京的黎光第一时间来看望李木家，二人分别仅只有数天而已，但是相思之苦早已深入心底。黎光更是打包从深圳带回来的烧鹅。二人坐在北京城的高楼之中，看着落地窗外一片霓虹，两人也是在打闹之中共诉衷肠。次日一早，田荣便找到李木家前来还钱，因为他对楼市把控精准，在这套房子上除去还李木家的20万，自己更是豪赚80万，因此他更是苦口婆心劝说李木家一定要尽快买房，尤其是在结婚之前更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你听我的，赶紧买，还能涨。我又不着急，你卖它干嘛呀？我急呀！就算你嫁入豪门，搬进豪宅，你还是得在婚前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你不就少一套了？我结过了。你逗我玩吧？真结了？真结了啊？跟谁啊？李木家看着田荣与李万斌的结婚证，心中羡慕不已。不曾想到曾经一起吃喝同住的好闺蜜，如今也有了自己家庭。心生羡慕的她也为田荣找到自己的真爱而感到高兴。当问起田荣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时，田荣才说起自己的境遇。我父母肯定是希望我风光大嫁的，但李万斌他们家现在处于六亲不认的状态，就愁死了。那怎么办？谢谢啊。李光想扩大商业版图，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如今又物色新的投资对象。拿到资料的李木家才发现，此人便是陈清与高畅的同学令达，而他们早在之前就已经见面。不久之后，二人来到令达的莫愁园林设计，令达也为他们展现了别样的欢迎仪式。欢迎光临莫愁园林！李光望着这群生机勃勃的年轻团队，不觉得想起曾经多年前的自己，怀揣梦想独自创业，一路打拼风风雨雨，见过世间人情冷暖，也见过趋利行事下的反目成仇，因此这些年早已是内心冷暖，不讲一丝情感。反倒是遇见李木家之后，才发现原本自己那颗冰冷的心下面还仅存一丝温度。令达带着黎光与李木家参观自己的园区，更是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从最开始之处的独自一人随身带着公章漂泊，到如今人员壮大志同道合的伙伴越来越多。他想走得更远更长久，更想为自己钢铁森林的北京增添一抹绿色。李光被令达的朝气与这个团队的氛围所感动，此刻的他也终于相信，原来真的有人是不为利益而从事一份理想的。回到金达的李木家便被吴建秋告知，因为与莫愁园林创始人有间接关系，为了保证尽调的公平性，因此要求李木家从这个事情中抽调出来。闻言的李木家表示不能理解，更是直言这对自己不公平。你先别激动，你怎么遇到事情就这么激动呢？我没办法不激动，这对我不公平。有公平不公平的？那你觉得，你要不愿意退出这个项目啊，黎明集团放弃莫愁园林，对他们公平吗？为什么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那我去问黎光。你几岁了？你3岁啊？这动不动问黎光问黎光，你能不能处理问题别那么情绪化呀？啊，讲究一点方式方法。吴建秋知道李木家性格直爽，他更是明白这个社会讲究人情世故。李木家之所以能够到如今，更多时候全是仰仗黎光照拂，但是他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吴建秋作为李木家的老板，同时更是师傅，他深知李木家性格极端易情绪，因此不断劝说李木家在任何事情上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或许因为自己的直爽性子，也会无形的给身边人带来伤害以及不必要的麻烦。另一边的田荣此时正面对经理的抱怨，因为自己与李叔闹僵，导致李叔与隔壁中介签了独家抛售3套房，中介费都有10几万。然而田荣对此并不在意，随后又拉着经理说出自己的想法。如今城区二手房竞争激烈，反倒是郊区那边新房还处于蓝海状态，因此田荣建议经理除了做二手房外，可以考虑下做新楼盘的行销。经理对此并不认同。你以为人售楼处招那些漂亮小姐姐是吃干饭的呀？售楼处那么远，没有客户去，售楼小姐也没有用武之地啊。我们带客户去，如果有成交，再给我们分提成。我们的客户在哪呢？找呗，满大街都是啊。田荣为了拿下新楼盘的行销授权，开始一家家楼盘洽谈合作。此时的他不卑不亢，充分展现自己的优势与条件，因此顺利的拿下好几大楼盘的行销授权。不久之后，黎光带着李木家以自己未婚妻的名义参加宴会，也是将他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同时更是告诉李木家另外一个好消息：今年过年将要去李木家家中提亲。怎么，见家长？上门提亲，一事成意。那你这是要深度合作一下？你可以这么理解。
另一边的田荣便带着自己的购房团来到楼盘。不巧的是，李叔则是在另外一组的购房团中。李叔见着田荣没留任何好眼色，更是时不时内田荣损一通。现而今干什么事儿不得有点风险啊？攀高枝儿风险最大了啊！找一男朋友，表面上看着是光鲜亮丽啊，结果实际上呢，房子和车都是老子的名字。哎呀，你说这要是结了婚，这再离婚，那不得净身出户啊？田荣不想与之有过多纠缠，毕竟他还是李万斌的父亲。不曾想李叔并未想过就此放过田荣，更是追过来继续开怼。田荣，我今儿给你撂句实话，这儿子我不要了，你给我养去。行，我养。嘿，你别走啊！你养了算怎么回事啊？怎么查出来？因为李叔一时怒急攻心，突发脑梗，现场乱作一团。田荣立即报警进行抢救，李万斌立即赶到医院了解情况，得知父亲正在里面抢救，护士也拿出病危通知书告知李万斌签字。此时正在宴会现场的李木家得知此事之后，便立即赶往医院。田荣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告知李木家，而李叔有很大可能性都醒不过来。而因为李叔的抢救面临一大笔费用，李万斌正为此发愁。万斌，我不是刚卖掉一套房吗？就用这个钱支，不够的话我就再买房。就是没事儿，咱不怕咱有钱，只要能保住命，多少钱都值啊！时光荏苒，转眼便到春运。此时田父田母来到北京看望田荣，因为二老得知亲家还在住院，便十分心疼田荣与李万斌。如今许多家庭都是阖家团圆，其乐融融，为了能够让李万斌心里好受，因此老两口特意来到北京，以这种方式团圆。另一边的李木家也回到无锡，李母面对自家门口聚集着一堆人，也是不明所以。此时黎明集团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周晓帮忙送东西回家，却被李母误以为是李木家的男朋友。经过李木家解释，才恍然大悟。周晓也是告诉李母，李总因为事务繁忙，将会在年30时候才亲自来拜年。李母知道自己金龟婿即将要来，忙着订饭店、订房间、买衣服，前后张罗。虽然自家是小门小户，但是也不能让人看清。此时的黎光正在北京开着新年年会，江涛则是姗姗来迟。随后二人谈论起深圳黎明大厦的事情。哎，怎么样？深圳的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吧，反正损失挺惨重的，我自己贴进去不少钱的。哎呀，解决了就好嘛。啊，钱这个东西向来都是左手进右手出。是的。黎光则是向江涛诉苦，自己忙前忙后张罗，不曾想事情未解决，自己还搭了一屁股钱。随后又向江涛说明另一个情况，因为黎光执掌黎明期间大肆扩张，火力全开，所以资金链有所紧，因此问及江涛那边情况，基金是否有追投的可能。一旦确定追投，那么黎明集团将无后顾之忧。江涛思索片刻之后，则向黎光袒露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说，现在资金确实是短缺，一定要早下决断啊！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你懂的啊。哎，张总。次日，黎光飞往纽约与前妻女儿团聚，前妻提出让黎光在此过年，遭到拒绝，因为他要急着赶回去陪李木家过新年，看父母。跟人约好了。吃饭之时，黎光女儿提出希望父亲留下，此时黎光陷入两难，面对这些年缺席女儿成长已是十分亏欠，女儿提出自然而然不好拒绝。爸爸，明天我们要去滑雪，你跟我们一块儿吧。一家人就是要一起过年。那今年过年我等你，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明天啊？怎么了？你有事儿啊？那个度假屋超级难订的，而且，你不是总教我一些中国的礼仪吗？还说中国人就应该团团圆圆的在一起。你都好久没有跟我们一块过年了，那个滑雪场很难订的。随即便向李木家发了一条信息。远在无锡这边的李木家正陪同父母买衣服时候，收到黎光的信息。看见黎光信息的李木家一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他得心里更是倍感失落。除夕夜里，亲朋好友先后来到饭店，更是想一睹黎光风采。然而黎光却是迟迟未到。李母为了安慰众人，则是谎称纽约大雪导致航班延误。今天啊，真是不巧得很。你知道这个美国的纽约机场下大雪，
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哎呦！高畅则查到纽约并为夏雪问及陈清，陈清知晓其中缘由，也是猜到黎光与李木佳之间出了问题。亲戚之间七嘴八舌，拿着李木佳与黎光的事情开着玩笑。为了解决李木佳燃眉之急，陈清只好当众宣布自己怀孕，吸引亲戚们的注意力。哎呀，大舅妈，你们怎么只关心木佳姐，都不关心我呀？我今天可有大事要宣布。什么事啊？我怀孕了！怀孕了！这什么时候的事？真的假的呀？只有李木佳与母亲相对苦笑无言。田荣与李万斌不曾想到，第一个新年则是在医院度过。田父田母也是专程包了饺子给二人送来，两人相互依偎在一起，感情甜蜜。老两口瞧见也是倍感温馨。时间转瞬即逝，春节结束，李母依依不舍送别李木佳前往北京，她想要挽留李木佳留在无锡。你想没想过，其实回老家也挺好的，考个公务员，安安稳稳过日子，你说呢？我不会。李光从美国回来，第一时间来到李木佳的住所。此时的他坐在地上暗自垂泪，一经打听才知忘带钥匙。李光则是向其解释自己缺席年30的原因。我女儿这几年没给我提过什么要求，这次她突然让我留下来陪她过节。不曾想李木佳根本不买账，李木佳看出黎光的不对劲，因此也猜到某种不能言说的原因。而此时开锁师傅上门解锁，师傅坦言如今时间已经很晚，加上天气寒冷，因此希望加100元上门费。不曾想此时的李木佳原本就一肚子气，便将一腔怒火全撒在开锁师傅身上。待黎光走后，李木佳连夜发信息给田荣，告知自己想要买房，他在北京也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家。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另一边的方舟急匆匆来找黎光，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黎光因李木佳的事情早已焦头烂额，因此面对方舟汇报的此事，也打算破罐子破摔，大不了引咎辞职。闻言的方舟不能接受，更是力劝黎光不要放弃。黎光想起在纽约的时候，从前妻口中得知女儿的男朋友欧文是姚家基金姚家辉儿子，但是也曾警告他不要用资本来裹挟女儿的幸福。此时黎光陷入两难，一边是与李木佳之间的分分合合，一边是黎明大厦的风雨飘摇，一边是被资本裹挟女儿的幸福。黎光此时陷入迷茫，不知如何选择。他想起曾经那些时日自己陷入困境时，李木佳歌声给予他的力量。题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地上残，夕阳山外山。他的耳畔仿佛又传来李木佳的歌声，等他满心欢喜回过头时，才发现空无一人。如今物是人非，黎光心中百般不是滋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找到李木佳进行摊牌。李木佳爱黎光，爱得单纯到无以复加。对他而言，不需要黎光有多高的地位以及财富，他只希望拥有一个家。而黎光也爱着李木佳，他的爱更像是充满保护，想要将一切最好的通通给予他。我放不下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因此不想让其受到一分伤害。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让我想到了春娇与志明，左右张志明和余春娇之间爱情的只有爱情，所以我们陶醉于他们俩之间的小打小闹，分分合合。男人想当志明要一个春娇，女人想当春娇要一个志明，不仅能收获曲曲折折但终成眷属的爱情，还能有看似轻而易得的物质基础。不久之后，黎明集团因资金链断裂，黎光因此也遭到董事会问责。此刻的他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以及运筹帷幄，从头开始始终一言不发。李木佳那边则是让陈清将戒指与项链退还给黎光，他要和黎光彻底分开，重新开始。黎光不知如何处理此事，只能通过短信表达。时光荏苒已过数月，李万斌坐在病房门前陷入沉思。此时李叔的医疗费用早已成为压在他肩头的一座大山，之前田荣所交的费用也就在短短数周之间已然欠费。田荣悉心安慰李万斌不必担心。哎，你说这医院真是个神奇的地界啊！我不爱花钱的毛病全给我治好了。妮妮，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我你肯定不行。然而李万斌对于田荣这般付出，心中早已是愧疚不已。正当他准备向田荣坦白自己工作事情之时，不曾想田荣早已知晓一切。然而田荣始终不明白，
李万兵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能拿出钱来还房贷？这时李万兵才向田荣坦白自己变卖东西的事情。哎，那你之前的钱是哪来的？你还给我还房贷？哎呦，我这车被卖了，现在这是换的一 A 货。我说呢，怎么看这不一样？你爸知道肯定又要骂你。我倒是想让他知道，我现在就盼着他能骂我两句。也正好在此，护士向二人传达出一个好消息。李万兵看着醒来的父亲，心中五味杂陈。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才明白，只有真正失去才懂得珍惜的意义。因为此次事件经历，他也后悔不该与父亲置气。你这样，您上我脸上行不行？解解气啊！您上我脸上。躺在床上的李叔听着李万兵的话语，也是极力的想要做出回应。站在门外的田荣望着一切，并没有进去，因为他心中明了，这是二人父子之间和解的事情，事情因自己而起，在如此阶段自然不能打扰。李万兵瞧见独自一人的田荣，便出来安慰：“怎么不进来啊？”我怕你爸看了我又激动。请把人能把自己骂进 ICU， 没法说呢。怎么说也是你爸。费用缴过了，单子收好。我爸醒了就好了，到时候问他银行卡密码。别，你爸是知道自己治病花了30几万，可能又不相信了，还是等他稳定点再说吧。田荣则是坦言，另一边的李木家自打与黎光分手之后，整日郁郁寡欢，就连重要会议这种事情都能忘记。会议中，陆斌开始介绍唐龙、唐虎食材案的进展情况。我继续跟大家说啊，大家手上这份资料是欠债人唐虎实际经营的一家食材厂，我查过了，注册资金是2000万，目前业务量非常饱满，法人是唐龙，是唐虎的哥哥。分别已经对唐龙名下的银行卡以及资产进行冻结。随后李木家则提供一份新的证据，他发现唐虎之前正在发布厂房招租信息，但是电话打过去却是唐虎，由此推断很有可能是唐龙用唐虎名下的银行卡进行走账。如此一来，调查便会陷入僵局，因为李木家建议庭外和解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不曾想自己一番发言却遭到陆斌反对。李木家，我们是一起进京达的吧？这是我第一个独立承办的案子，你能不一上来就泼我冷水吗？当日晚上，李木家便找到吴建秋要个说法，他想知道陆斌所言是否属实，更想知道自己在京达的努力以及一切成就是否有黎光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了？坐。我就想问一下，刚才陆斌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不老跟你说嘛，别去听那些流言蜚语，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我就想知道，我在京达的这些成绩，都是因为他吗？你傻丫头！我问你啊，你跟黎光是真心相爱吗？你选择跟他在一起，是有什么目的吗？那就好了，真心相爱没有错，心里坦荡荡，对吗？黎光呢，只是选择了他觉得对你好的方式去爱你，这也没有错。相爱是没有错的，我不认为像这样的机会随随便便落在谁的头上都能做得比你好。你一定要自信，而且你走到今天也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对吗？我呢，以前老说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其实我自己心里特别知道，很多时候公和私它就是不能那么分明的。我不是教过你吗？眼睛看着自己该做的事儿，耳朵不要去听那些不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李木家至今仍不明白，仍然坚持固执地认为一切皆是自己努力所致。不可否认，他确实十分优秀，但是那又如何呢？偌大的北京城并不缺优秀的人才，更多人缺的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正因黎光对其的偏爱，他才能获得常人所不能及的机会，他才能站在更高更广阔的平台远眺未来，甚至是那些普通人需要拼了命才能获得的东西，他得到的却是轻而易举。正如那句歌词所言，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在丁之坦面前，
他能包容丁之谈炒股失败带来无法买房的后果，但是在黎光面前却不能包容一次守约。我总觉得李木家对于黎光的爱多少是带有目的以及利益，尽管他对此不愿承认。情况很不好，请住，等候支援 ，over。李木家垂头丧气回到家中，而这一切也被田荣瞧在眼里。得知情况的田荣便好心安慰李木家，此时的他也才终于明白黎光对于自己的意义，尽管自己内心不愿意承认，但这就是事实。李木家开始感慨，之前觉得北京城之小，小到与黎光同住一小区能同吃同睡，如今却觉得北京城之大，大到与黎光同住一小区见一面却是如此之难。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个小区叫做天通苑。随后又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田荣。此时的田荣则展现出与李木家不一样的成熟，因为他经苦难，见过更多底层社会的无奈，因此希望李木家更要珍惜如今的机会，更要重新振作起来，为了未来努力奋进。次日一早，田荣便带着李木家看房。不曾想住过金龙湾的李木家，通过小区环境就已经不满意。人便是如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见过金龙湾高层俯瞰北京夜色的李木家，又如何能对普通小区着迷？见过黎光商业大佬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豪气的李木家，又如何能对普通人着迷？他以后的感情就是个谜，也不好走下去。不过好在是田荣找的房确实不错，客厅朝南，采光通风，都是上乘。李小姐，李小姐好，来进来，随便看看，这是客厅，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都是朝南的大飘窗，特别好。这还冲着小区，这儿有一间，这采光是都挺好的。对对对。由于房东要小孩急着变卖，价格也合适，因此李木家并未多言，直接交下定金。买房之后的他瞬间觉得神清气爽，心情大好。大姐，买房子啊，你跟买菜似的，买菜还要挑挑拣拣的，你一出手就大几百万，哎呦，这不是富豪胜似富豪的气势哪来的？你是不是跟黎光混久了，人都变质了？你能别刺激我了吗？好不容易今天没想起来这个人，怪我，对不起了。房子是不是真挺好的？真不错，只要你挑的，那肯定没错呀。田荣也是调侃他，自打与黎光恋爱之后，举手投足之间也都有了大佬的风采。陪李木家买房的田荣事情一忙完，第一时间就回到病房。李万斌则向他汇报李叔的情况。如今李叔情况已经好转很多，能够开口说话，便让田荣进去见见。然而田荣始终觉得他未曾接纳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此时的李叔开口叫到李万斌，都说患难见真情，因此这样一场变故，李叔对田荣也有了不同的改观。之前他一直觉得田荣精明，害怕自家儿子拿捏不住，后面又觉得外地女孩贪图自家产业，不曾想自己出了这种变故之后，他对李万斌则是不离不弃，因此他可以笃定地相信二人之间是属于纯感情，同时更是祝福二人好好生活下去，自己也不再反对两人婚事。当日晚上的李母打电话给女儿张洛哲给他相亲，并且劝说李木家眼光不要太高，找个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就行。张姨的儿子呀，人家可出息了，考上北京，是什么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个博士，要不你们认识认识？处处，要我说呀，咱不要找什么做生意的，就找个做学问的，人老实，将来呢才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是不是？毕竟跟着做生意的人风险和变数太多，李母早年间有过一段被抛弃的感情，这一路走来才知道单亲母亲的不容易，因此不想李木家步自己后尘。妈这辈子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到，我一个人啊，多难，吃了多少苦，吃了多少亏，所以妈才不愿意让你一个人过日子。无论如何，也得找个男人跟你一起过日子。不需要什么男。别不耐烦啊，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我把你电话给人家，在北京那就都算认识个朋友，也是好的呀。好，挂了啊。好了，挂了吧。此时的黎光坐在小区的广场之上，犹豫是否上去找李木家复合。此时的李木家站在窗外，也同样经历黎光的折磨。我还是觉得两人爱的不够，否则楼下的人坐不住，楼上的人忍不住。势均力敌玩着猫鼠游戏不合时宜，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次日一早，李木家脱下曾经的职业装，他画着精美的面容，并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田荣随后带着李木家与房主办理交房手续，不曾想房主坐地起价，要求加价5万。我昨晚接了个电话，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跟您先谈的嘛，您看能不能再加5万？对，大哥，李小姐是真的很有诚意想买的，
要不咱们就加3万，怎么样？就5万，一口价。好，就5万，签字吧。好在是之前田荣给李木家打过预防针，正当田荣与房主砍价时，李木家抢先答应。房主见有机可乘，便又提出加价8万。不曾想此时李木家立刻变脸，田荣立刻追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只要是房主同意5万以内就可以购买。此时李木家又开始犟了起来，认为房主不够诚信，不愿与之打交道，并且自己要么不买，否则要买就买金龙湾。尽管田荣耐心劝诫，先买再卖再置换，不曾想李木家根本不愿意。那你要先上车，将来才有置换的资本啊！钱光握在手上是不行的。我宁愿把置换的时间成本拿去赚钱，将来一步到位。他因为黎光轻而易举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因此他对于自己的未来看得足够明亮。田荣则是因为长期处于普通人水准，因此更愿意一边买房一边置换保险的事情，因此二人对于此事也产生了争执。另一边的黎光又恢复到冰冷的办公室模式，黎明大厦竣工在即，即将开张，各个部门也是向其汇报工作进度。黎光也开始严格要求工作流程以及质量监督，同时对于公关部门流程进行更改。会议结束的黎光开始念及李木家，但是他不曾想到此时的李木家则是另外一番模样。夏律师，听说李木家被甩了，知道了。不然呢？那李光会去回家呀？差不多行了。这是办公室里面最为常见的情况，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背地里面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人。每一个小团体都会抱团取暖，对他人进行职场暴力。之前由于黎光的照拂，李木家觉得他人客客气气，如今已然分手，办公室小丑则又撕开丑陋的面具。夏律师得知此事后，先是数落黎光种种是非，随后又挑拨李木家与吴建秋关系，紧接着又不断暗示李木家进行潜规则。不曾想李木家并不惯着他。医院的李叔查看账单时候，看着30万的医药费吓了一跳，随后便致电银行查看自己卡中余额，得知1分没少，一时间不明所以。此时李万斌才告诉他是田荣卖房凑钱才如此。正在精打的李木家也接到久违的案子，张总要与自己太太离婚，希望咨询如何转移财产。随后又让李木家开始潜伏工作，调查自己太太情况。不曾想李木家拒不配合，因此惹恼张总。怒不可遏的张总便向吴建秋数落李木家的种种。吴建秋随后又与李木家说起另外一件事情。那日开完案情分析会之后，原本在网上有关唐龙唐虎的证据全被删除，因此矛头便全部指向李木家，怀疑是他打草惊蛇，导致陆斌赌气想要退出此案。同时又因为他本月业绩为0，因此使用独立办公室的特权也将被剥夺。李木家因此也是极不情愿搬出去，回到公共办公室。不仅如此，就连保洁阿姨对他说话都是趾高气扬。谁？你好，这是你的东西吗？哦，是。这儿不能放东西，不然行政会说我的。哦，那行，那我晚上就搬走。你尽快啊。好的。不久之后，田父田母来到北京与李叔见面，李叔则是带着他们参观给李万斌准备的婚房。这时候的田荣则是趁机要求在房本上加上自己的名字。闻言的李叔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那这套房子能加我的名字吗？蓉蓉，咱可不能图人家房子。这是万斌爸爸的房子，你别有非分之想。不是那个写谁名不一样啊，咱不说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我出1半的钱，这套房加我的名字。田父田母则是劝田荣不要斤斤计较，不曾想田荣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如此。吴建秋决定将唐龙唐虎的案子交给李木家，同事小飞则是劝他不要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不曾想李木家执意如此。随后李母又打来电话要他与相亲对象陈刚相亲，无法推脱的李木家只能前往。陈刚便带着李木家来到8584餐厅，不自主地想起曾经黎光用他生日命名的场景。很多时候人其实并不会沉浸在过往时光之中，直到是有了对比才会突然提醒你时间的力量。所谓的睹物思人便是如此，那些本已被忘却或者已被忘却的小情愫，大多是被熟悉的场景或者旧物唤醒。也就在陈刚滔滔不绝讲述自己情况时，李木家却因为过度劳累突然晕倒。护驾，哎呦，护驾。不久之后，田荣等人来医院看望李木家，陈刚则是误以为李木家有身体疾病，所以提前离开。李木家则是对此十分庆幸。另一边的黎光来餐厅查账，通过经理口中得知李木家晕倒之事，便立刻打电话给李木家。不久之后，李木家出院，
范华鹏得知田荣已经结婚，便向李木家打听情况。因为此时范华鹏也面临两难境地，一直被丈母娘逼着买房，至少在那个年代，丈母娘对于房价的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木家透露田荣在红梅苑有房，便让范华鹏自己与田荣联系。范华鹏听说田荣要结婚了，向李木家打听田荣的近况。由于他被丈母娘逼着买房，他想买红梅苑3期的房子。李木家透露田荣在那个小区有一套房子，让他自己去找田荣联系。李木家打电话劝唐虎和解，唐虎拒不接他的电话。李木家想去甘肃唐县找唐虎面谈，他向律所申请差旅费，因为业绩太差没批准，因此只能自己先垫钱。紧接着又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便是8584餐厅贵宾卡。李木家便来到餐厅将卡归还，并且让餐厅经理转达黎光。不久，您帮我转告李总，谢谢他。这。不久之后，李木家便千里迢迢来到甘肃，尽管路途已经严格控制时间，不曾想还是错过前往唐县末班车，因此只能租车前往。李木家独自一人行驶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但他却无暇欣赏两边美景。也就在此时，令达打来电话，得知他在大西北之时，令达不放心李木家安全，便让他开着手机保持通话。十分不巧，此时路过无人区，丢失信号。不久之后，范华鹏找到田荣带着女朋友看房子，而他女朋友一眼便认出田荣就是之前碰瓷的人，说什么也不会买田荣的房子。丈母娘则是认为范华鹏存心找事，不愿意买房。此时的他也陷入两难之中。经过数十小时奔波，李木家终于来到唐县。顾不上休息的他第一时间找到唐虎。李木他想劝说唐虎和解，不曾想断然遭到拒绝。另一边的吴建秋开始与主任谈判，希望他对李木家不要有任何意见，并且希望主任在李木家完成了案子的情况下，还能享有独立办公室的特权。他开始每天蹲守在石材厂门口，唐虎对其也是避而不见，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唐虎就劝说和解的好处。转眼1周已经过去，却还是没有一点进展，因此李木家则是一筹莫展。这腿抖怎么了？这不是康复呢吗？这不是请咋玩这虚的？你说谁呢？谁请去啊？到医院外面的田荣看出李万兵心中的不悦，便问及李万兵不高兴的原因。刚开始他还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是架不住田荣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才说出实情。原来因为田荣付一半房款加名字的事情，老爷子便告诉李万兵田荣姓子也多少防着点，因此李万兵心中十分不愉快。田荣好奇李万兵什么事情都跟自己说，这时他才笑着说：我媳妇儿不跟你说，跟谁说？像我老公这么实诚的男人找不到第二个了。紧接着田荣接到范华鹏的电话，经过深思熟虑，因此决定要了田荣的房子。不久之后，田荣便带着范华鹏签订卖房合同，随后又出于好意，想着将屋内家具物件等一系列东西留给范华鹏，不曾想不仅没换来感谢，还遭到其女朋友一顿讥讽。不好意思，田小姐，我们是想做婚房用的，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有点旧了，您都搬走吧。随后待范华鹏看房之时，他女朋友又开始作妖搞事。先是说明之前开车撞到田荣之时他不辞而别，便怀疑是碰瓷敲诈的人，如今要交房出于保险阶段，所以问及能否先交付再交首付款。随后又指责田荣是炒房团，就是因为他这种人的存在才导致房价上涨。正因这番言语让田荣无法忍受，因此与之争吵起来。我被你的车撞成那样，还被你说是碰瓷儿，我拿着你给的医药费填了房子的贷款，就是这套房子我就是这么抢的。凭什么我当年拼命买的房子，现在被你说的我像个强盗一样？对不起，这房子我不卖了，出再多钱我都不卖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老娘辛辛苦苦打拼这么久，就是为了说声不，听明白了吗？田荣为了等这一声对不起等得太久，而此时的范华鹏也没了往日那般生机勃勃的朝气，反而在这段感情中他成了委屈与弱势的一方。时间是一种轮回，你曾经所开的那一枪也会在某一刻正中你的眉心。此时田荣内心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他而言，或许努力就是为了能够在拒绝时更有底气。另一边的李木家依旧蹲守在唐县调查唐龙唐虎的案子，不曾想两兄弟一直避而不见，一直拖着。外面一声警报声将李木家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原来是唐龙被人开了脑瓜。担心伤势的李木家则是一同跟随来到医院。忙完之后，经过李木家打听才得知，这是唐龙那个傻儿子拿啤酒砸的。唐虎知道李木家是受委托前来找自己要钱，便向李木家说起了自己的情况。我哥这情况你也看见了，生一傻儿子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我这边厂子里这么多工人都指望着我养活呢。哎，你说我把钱都给华然了，我这一摊子怎么弄啊？谁管？李木家仍然不死心，还是想着再争取进行调解。唐虎只能直言，如今自己确实没钱，要想还钱也可以，那必须华然继续给他活干。
只有这样才能有钱还华然。但是这对于李木家而言根本不可能。唐虎也看见李木家的不容易，小姑娘从北京大老远跑过来风餐露宿，原本紧致的脸蛋也因为大西北的风吹日晒早已起了皱纹，因此劝说李木家放弃案子，不要掺和这趟浑水。李木家闻言无可奈何，只能露出苦涩的笑容。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又何曾容易过，但是困难对于李木家而言又何曾将他击倒过。李木家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韧性，普通人在面对问题只会怨天尤人，抱怨环境，只有他相信事在人为，积极解决问题。李木家在与田荣通话之后便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又重新找到唐虎。你怎么又回来了？怕你们俩饿，给你们俩带了点吃的。哟，你真别费心了，妹子，我真没钱。您刚才说只要赚到钱就能接受调解，对吧？对，怎么了？我帮您赚。李木家开始做起唐虎的代理律师，主要是帮助唐虎石材厂审阅招标文书漏洞以及其他问题，同时站在甲方角度帮助石材厂拿到企业订单。随后又了解到本地一家中泰置业正在招标，唐虎想要拿下这一批订单，而作为本次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对中泰置业虎视眈眈。唐龙则是担心对方开始进行产品升级弯道超车，便询问李木家自己石材厂产品是否同样需要进行升级。此时的李木家便想起曾经李光所言，只要是领先对手，他挑翻你挑翻，他不挑你也不挑，无论是前进还是原地打转，你都始终是领先对手。他便向唐虎解释帆船博弈论，总结就是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随后又通宵达旦陪同唐虎修改招标文书，终于在几天之后帮助唐虎拿下中泰置业的订单。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我们日夜加班，还有李律师的友情帮助，我们中标了。不久之后，田荣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补办婚礼，李木家也从未忘记二人的约定。唐县的事情一经结束，便立即飞回北京，终于也在婚礼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赶上。田荣与李万斌在婚礼现场宣读各自的婚礼誓词，不论今后贫穷富裕、健康疾病，皆是不离不弃。二人也同样在一众亲朋好友祝福下喜结良缘。婚礼结束后，李木家将之前田荣卖给自己的手表又重新交到田荣的手中，他希望日后他每次在看时间时候都能想起两人曾经珍贵的友谊。相比于李木家，田荣则是显得十分实诚，直接将自己手上的大金镯子套在李木家的手上。我感慨于田荣与李木家的友情，有过争吵也有过感动，尽管两人性格迥异，但总能很好的包容对方的不足。每一次争吵背后并没有产生过大的间隙，而是让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加牢固不可分离，这便是弥足珍贵的友情。我每次觉得特别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我还有你呢。另一边的陈清与高畅则是迎来了麻烦，因为之前聚会上陈清谎称怀孕，导致陈母信以为真，因此大老远特地跑到北京前来照顾二人。一见面先是数落陈清怀孕还到处乱跑，随后又指责穿紧身裤对宝宝不好，又发现桌上零食，指责饮食做得太差。打开冰箱才发现除了西红柿什么也没有。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啊！怀孕前几个月特别重要，我今天不走了，留下来照顾你们。好了，你忙去吧。因为陈母的到来，导致陈清更不能怀孕了。也就在此时，灯突然打开。你们跟我说实话，到底怀没怀孕？陈母为了一探究竟，便让陈清进行测试。他拿着测试结果出来之时，看着验孕棒上的2条杠，不曾想阴差阳错之间还真的怀上。见状的陈母内心五味杂陈。没骗你吧？好，妈给你热牛奶去啊，你有注意睡眠。不久之后，李木家返回金达，一同带来的还有唐虎的调解协议。吴主任看着李木家带来的成果，也是夸赞他敢打敢拼，勇于破局，同时更是号召金达所有人向其好好学习。此时吴建秋战术性清嗓提醒吴主任重要事情。独立办公室马上给他准备好。谢谢冯律。谢谢冯律。李木家如约搬进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同事仿佛又变得和善起来。从以前的称呼李木家转变成木家姐，李木家也因此是明白一个道理：职场就是残酷的修罗场，自己强大便会被人永远尊敬，自己弱小也将会被人踩在脚底。捧高踩低永远不是职场道德衡量标准，这是一种约定俗称的规矩与秩序。思索的李木家被一通电话打断思绪。哎，姐儿，姐，我怀孕了。真怀孕了？行，那你等着我啊，我现在过去。待李木家赶到时，田荣早已在此等候，向众人介绍房子。婚后的田荣显得更加有韵味，
烫起了时尚的波浪卷，就连衣服穿着也变得潮流起来。李木家看见侃侃而谈的田荣，便将他拉了出来，留下一脸茫然的陈青与陈母。随后李木家约见陈青，也是劝其早点买房。不曾想陈青与高畅自由随性，不想被房子束缚于此。他们对于未来有着向往，畅想着诗和远方。李木家知道自己劝说不动，便拿出了陈母的语音交给陈青。我妈不是挺好说话的吗？怎么突然那么不讲理啊？因为他的女儿要当妈妈了。不久之后，令达约见李木家，而目的则是希望李木家能够加入自己的创业团队中，因为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创业团队都活不过3年，因此莫愁园林急需要像李木家这样的人才加入。但是李木家对此颇为疑惑，因为自己之前加入金达目的则是成为精英律师，而如今面临跨业转行还是承担风险。但是令达同样给了他一个十分心动理由，那就是充分的自由与价值。路边的山涛泡桐，5月份23环隔离带里的月季，10月天坛的菊花，冬天办公室里插着的腊梅，北京城里你处处看到的景观都跟我们有关。从市政园林到小区景观，再到家家户户的花园阳台，每一处风景都是出自园林人之手。加入我们，你可以一起创作属于你的、属于北京城的风景。回到金达的李木家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陷入沉思，很明显近日令达的那番发言也确实触动李木家的内心，而紧接着的沉思便被小飞打断。面对他的疑问，李木家也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我在想，10年之后的李木家什么样？小飞也给出李木家答案，10年之后他将会成为吴律师那种人。所有进入金达人的偶像，社会地位人脉圈层都是这个城市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人才，但风光表面的背后却是无限的荒凉，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以及处理不完的事物，身体与灵魂总要有一个被囚禁在钢铁森林之中。李木家也开始思考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次日的李木家又得到一则喜讯，因为他优异的表现，他将与陆冰金磊列为合伙人候选名单。作为学霸的竞争对手，李木家压力倍增，吴建秋则是为李木家加油打气。我要恭喜你啊！谢谢。跟2个学霸竞争，压力大不大？这出了学校就不存在学霸了吧？就应该有这份自信。另一边的吴建秋下班回家，看到儿子兜兜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即便自己耐心劝说也是无济于事。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没写完你帮我写吗？谁叫你这样说话的？如今面临青春期的儿子吴建秋也束手无策，便发信息给王威，告诉他兜兜如今越来越难管。王威便让儿子与自己视频，然而王威依旧不着调，不仅给兜兜介绍酒吧，还让跟他一块去玩。吴建秋看着不着调的王威，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王威，你疯了吧？喝点酒你干嘛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哎，老婆，哎，别挂。什么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跟许娜娜分手了，她怪我对你们太好了。哼，对我们太好。哎呦，我可谢谢你，你对我太好。次日一早，王威便来到家中看望兜兜，不曾想却被吴建秋拒之门外。保姆送兜兜上学时候，兜兜看见王威则是视而不见，被忽视冷漠的他便将一切责任都推到吴建秋身上。这孩子现在怎么这样，怎么不理人呢？我孩子怎么了？你教育的？我教育了怎么了？你教了吗？你干嘛去了？你外面风花雪月的，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说我？你有资格说我吗？另一边的李木家上班途中遇见王威前任许娜，而他今日前来便是找吴建秋算账。李木家怕二人冲突，则是先将其带到咖啡馆等候。另一边的王威，吴建秋坦白，因为早在之前曾向徐娜娜曾透露过金达内部消息，因此便被许娜娜以此要挟百般纠缠。王威此次前来便是找到吴建秋帮忙解围，气得吴建秋大发雷霆。涉及到具体的公司和人了吗？说话呀！有。而此时吴建秋也接到李木家电话，得知事情缘由的他第一时间赶了过去。此时咖啡厅内，许娜娜已经掌握一些秘密，想借此扳倒吴建秋。我觉得舍得一身剐最有效，我要搞死吴建秋。也正在此时，吴建秋突然出现。你连我老公都挖不走，还想挖大佬的隐私？妹妹太可爱了。作为女人啊，其实有句话我挺想问你，男人的话你也信啊？3哄2哄的就觉得自己是情种天仙配了，准备鱼死网破？那就破呗。
因为吴建秋的霸气回怼字字珠玑，气得许娜娜负气而走。临走时还撂下狠话。吴建秋因为担心许娜娜失心疯来到律所大闹，因此提前给冯主任打了预防针。得知事情原委的冯主任那一亩3分地也被爆料，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到吴建秋身上。气不过的吴建秋通过信息查阅到许娜娜留学证书与学历都涉嫌造假，随后又找到王威算账。不曾想王威好言相劝，让他不要与许娜娜翻脸，以免两败俱伤。然而此时触犯吴建秋逆鳞，他即便是今后离开律所离开律师界，也要跟许娜娜斗上一斗。老娘混到今天就是为了不受这份气。建秋，吴建秋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辞职，带着儿子前去加拿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临走之前便找到李木家向其辞行，希望他今后能在金达好好干下去。但是李木家不曾明白，以为是许娜娜小人作祟原因所致。吴建秋思索便说出真实原因，许娜娜事件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而自己早在之前就有辞职冲动，因为他早已看透，如今北京城名利终究何时是头，一切皆离不开贪欲二字。自己这些年为了工作打拼，确实积累不少物质基础，但同时也失去很多。他希望自己余生更多时间用来陪伴孩子成长，或者去做更多自己喜欢且有意义的事情。临行那天，王威与李木家前来送别，吴建秋拜托李木家帮王威做好善后工作，而他与王威经历此次事件之后也终于和解。有些隐私不能透露啊，否则我会报警的。你还是你，习惯就好。李木家随后约见许娜娜面谈，不曾想许娜娜现在还是田埂上的死鸭子嘴巴硬，扬言宁可牢底坐穿，也要将吴建秋搞得身败名裂。我不怕坐牢，如果坐牢能搅他们全家的不安宁，我觉得值。随后李木家便给许娜娜一张卡，劝她到此为止，不要作妖，与王威之间好聚好散。不久之后，合伙人考核如约而至，金磊也是当着众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金达律所之内，金磊在众人面前演讲侃侃而谈，诉说着自己的抱负以及将会带领金达扬帆远航，也因此获得众人一致的表扬与认可。转眼间便来到李木家演讲，他望着眼前一切陷入沉思，随后便和众人说起自己一路的历程，从初入金达时被筛选淘汰，再到后来厚着脸皮做实习律师，再到之后接手北方志的黎明集团以及涉外案件种种，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基于金达的培养以及信任，更重要的是吴建秋的悉心栽培与保护。李木家永远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弱小时他笃定信念不达目标誓不朽，强大时恪守正义坚持心中所想。然而也正是这种情绪化，无形中也给他人带来麻烦与伤害。吴建秋如此，李光亦是如此。恍惚间他脑海中想起吴建秋曾经所言，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这是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卡夫所言，他以为或早或晚都会对吴建秋说出这段话，告诉他要向前看。然而等到现在无法解释自己的悲伤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段话是应该对自己说的。当李木家想通所有事情的时候，也做出了令现场所有人诧异的行为。所以我放弃这次竞聘。因为李木家的临阵倒戈，冯律师与另外一位老板将他叫到办公室问及原因。此时的李木家才说出自己内心所想，正是因为吴建秋的启迪，他才明白人生并非一定要追名逐利。金达不可否认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进来之后才知道，所谓的金达就像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迫于生活的压力以及逃不出的窠臼，所有人都做着自己言不由衷的事情。不可否认自己在金达得到很多，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因此至少在这一刻，对于李木家而言，他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那些自己所热爱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冯律师知道李木家性格执拗，因此也没有多言，甚至是他对金达以及这个社会的情况更加了然。至少在这一刻，他的心里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佩服李木家的。因此出于最后的体面，他也告诉李木家让其温暖的话：如果失败了，金达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另一边的田荣，因为在卖房中介过程中服务周到，也被其中一名顾客赞赏。因为这名顾客从事职业培训教育，因此希望邀请田荣进行一场讲座。田荣内心温暖，也渐渐明白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李木家随后便将自己辞职的事情告诉田荣与陈清，二人对此十分不解。听闻李木家所言，又逐渐感同身受。金达作为一个律所，依靠业绩考核作为指标，绝大多数人活得并不轻松，这更是绝大多数做业务人的通病。依照李木家的性格而言，金达在某种可能性上并不适合他，最多只是他展现自己能力以及成长的平台而已。我之前买过一盆仙人球，你说啊，那么顽强的植物，放在沙漠里面都能活，
那怎么放到办公室里就枯萎了呢？我不能活得像个仙人球一样吧？我也想要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天，吃点好吃的，做点有意思的。30了，30而立，我总得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吧。正在几人畅聊之际，陈清腹部一阵绞痛，可惜我要生了，要生了。李木佳与田荣便立即将陈清送往医院，高畅也是在门外焦急等待。数小时艰难等待之后，二人终于迎来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高畅与陈清望着两人爱情的结晶，满眼都是幸福的模样。次日之后，李木佳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开始将自己变成北漂的一份子，远离商业上面的尔虞我诈，远离高端会所的灯红酒绿，远离出门皆是豪车大马，开始像一个普通人一般乘坐地铁穿梭在偌大的北京城之间。回到家中的李万斌才发现父亲早已在此等候。如今的李叔望着田荣则是越看越顺眼，而他今日前来便是为了2件事，一件事则是催促李万斌赶紧要个孩子，如今自己家大业大怎能无后，另外一件事则是掏出自己存有50万的银行卡交给李万斌，如今儿子已然成家，又怎能没有个积蓄维持生活，又怎能让田荣跟着自己吃苦受累呢？此时的李万斌不敢相信，转眼又全是感动，自己的父亲到底是父亲，嘴上不说，但心里想的永远是自己。李木佳回到公司，令达则告诉他一个消息，作为莫愁园林的投资方黎明集团今日下午邀约开会，开会的主导人便是黎光，因为自己下午临时有事，所以便让李木佳出席会议，又考虑二人是前任关系，便问及李木佳是否介意。李木佳思索片刻后便爽快答应，随即换衣服时候遭到令达不解。不是你见他你换什么衣服啊？穿这不挺好的吗？代表我们莫愁园林。大哥，那是我前男友，那我见他我不得打扮一下啊？不久之后，黎光、李木佳二人见面，两人反倒是跟没事人一般熟练的打着招呼。然而正当入座之时，又陷入沉静的尴尬。黎光率先开口打破气氛：“收了。”没有吧，一样啊。这个位置呢，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倒是真来了一次，感觉是来还卡的。李木佳并未接着黎光的话说下去，而是将话题引入到工作汇报之中，介绍莫愁园林这些时日的状况以及业务情况。黎光听闻李木佳的发言，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便说起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样子。突然想起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了啊！你只在胡同里边跑，还把自己手机掉地上，而且那天晚上呢，你还把我误认为是饭店经理。许久未见的二人彼此关心对方的生活，但是尴尬的不知以何种身份。当李木佳离开时，黎光叫住李木佳：“木佳，真有事。”他想开口说话，但是有些话到了嘴巴却是难以启齿。曾经一起熟络的人，曾经一起知无不言的日子，如今却是相逢无言，难以启齿。我不知道李木佳是否已然释怀这段感情，但是我知道黎光却是始终不曾放下。想起他曾经告诉李木佳，对待任何事情要坦然，要学会轻轻拿起，轻轻放下。不曾想的是自己却从未做到。田荣开始了演讲的生涯，期间李万斌一直陪伴于此。而正在田荣演讲现场，李万斌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接到电话的李万斌才知道是发小喊自己喝酒，他向田荣打好招呼之后便欣然赴约。酒过3巡之后，发小才说出找李万斌确实有事，因为他看上一套房，但是自己对房子又不是太了解，便找到李万斌要求带着田荣帮忙参谋参谋。李万斌未加思索便爽快答应。这周看你时间，得嘞，没问题。另一边的陈清与高畅之间，因为小生命的降临，反倒是没了以前的自由洒脱。陈清也是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如今考虑到孩子的未来，陈清便想着让父母来带孩子，自己则是出去上班缓解家庭压力。但是倘若父母真的来了，那么自己如今租的房子属实太小，现实的住房压力便摆在二人中间。陈清则是一语中的说明租房不能解决问题，租房子解决不了问题，圆圆长大了可是要上学的。李木佳与令达出差回到北京，他此时也明白追求梦想的路上并不轻松。这月接二连三已经飞了很多地方，恰在此时也收到金龙湾物业的信息。李小姐，金龙湾的房子快到期了，请问要续租吗？李木佳便打电话给田荣询问租房的事情。此时的田荣则是在医院看病，而这个病正是不孕不育。闻言的李木佳则是笑出了声，随后便又问及田荣是否还有空房出租。此时的田荣则开始打趣李木佳：你说说你啊，跳了一个槽一夜回到解放前，你真要听我的，赶紧买房子。你好好看你老中医吧，再见。
看好病的田荣带着李万兵发小看房，问及原因才知道发小二叔做房地产工程，如今有一单员工底房压在手上。田荣见状仿佛看见商机，便问及房子情况。都卖了吗？没呢，这不二叔让我过来挑一挑，选一选。那卖给我吧。行啊，你挑吧，看看要第几层。全要。不是，整个这一单元你全要啊？嗯。田荣的一番话让发小不敢相信。待发小离开后，李万兵问及田荣原因，这一单元全要，就是把他李万兵弄到缅北卖了也买不起啊。田荣对此便告诉李万兵真正原因，如今自己手上有很多急着买房客户，很快便能将房源消耗掉，自己可以从中赚取每套3万元中介费。同时又让李万兵去发小二叔家演戏，假装自己不想要拿下折扣，一来一回双向赚钱。闻言的李万兵不觉得夸奖田荣经商头脑。次日一早，李万兵便带着任务找到发小二叔工地，一来李万兵就开始抱怨，人家家那口子都是爱买包什么的，他这买房上瘾，我都没法说，受不了。现在眼瞅着快离了。随后又来一记烟雾弹。今儿来其实就是想着您告诉我一折扣，然后回去糊弄下媳妇儿就得了。二叔被李万兵哄得一愣一愣，但是想到这个大客户又不敢轻易放走，也是十分贴心的给了折扣。万兵，这么的，这一个单元你全拿下，给你打9折。哟，得，那谢二叔了，那我就回去。你听我说完啊，咱们成交以后，我私底下再给你2个点的回扣。男人嘛，对不对？兜里你得有点私房钱。完成任务的李万兵便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田荣，田荣也是不觉夸奖李万兵头脑聪明。回到家中的二人商量买房签订合同的事情，李万兵则对此提出不一样的看法。他希望将房子买了留着，日后等着升值，但是却遭到田荣的反对，因为自己家中确实没这么多钱。同时田荣也问及李万兵为什么想炒楼，李万兵则是对田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那现在我想上进了，我想做点事儿，你又在这各种的阻拦啊，合着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啊？田荣因为参加培训讲师之后，认识的地产老板越来越多，经常会带着李万兵参加各种酒会，业界老板也是纷纷前来打着招呼。田荣便想将李万兵介绍给各个老板，不曾想老板对李万兵则是不屑一顾。啊，我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个是我先生李万兵。你好。李万兵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只好出去躲躲逃避这个地方，顺便开一开网约车。恰好此时他接到一单，不曾想顾客正是无视他的黄总。李万兵怕被认出来，只好戴着帽子乔装一下，而黄总在车上也是向着助理不断夸奖田荣如何优秀。陆家地产以前那个销售冠军田荣知道吧？人家一出手啊，就是一个单元，这么厉害，那他钱哪来的？我哪知道呀？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不过她嫁了个拆迁户，她那个老公我今天倒是见着，一看啊就是个街溜子。酒会结束之后，李万兵前来接田荣回家，因为黄总的一番言语，他只好将一腔怒火撒在田荣身上。不仅如此，还将钥匙交给田荣自己打车回家，留下莫名其妙的田荣。李万兵，你有病吧？回到家中，李万兵仍旧对田荣置之不理，被逼无奈的田荣只好将李万兵的床单被褥丢在沙发上，让他今晚睡客厅外面。然而李万兵对此不管不顾，径自坐在电脑旁边查阅周边楼盘信息。晚上睡觉时，李万兵仍旧坚持要买下整个单元作为升值用，但是田荣始终觉得此事风险太大，不能冒进。然而李万兵声称自己早已做好背景调查，坦言今后一定能够升值。这条北延线年内就开工，这趟地铁要是建成了，那出行就太方便了呀。还有小区对面那购物中心你记着了，明年也能开业，吃喝玩乐一条龙，这你是行家，里边有多少升值空间不用我多说吧。李万兵为了买房不惜找到自己父亲借钱，不曾想遭到父亲严词拒绝，并且还嘲笑李万兵如今都没个小孩，直言让他早点生出小孩再说，更是好心劝诫珍惜现在生活，不要折腾。少爷，听我一句劝啊，咱家房子够做的了，别瞎折腾。李万兵见状没戏，只能搬出田荣说事儿，便将资料丢下就走。李叔望着留下的资料出神。田荣知道李万兵想买房，便找到下班的李木家请求审阅合同，然而李木家却发现合同漏洞百出。看不了，这全是漏洞。
啊？那不行，那你都删了，钱在谁手上谁有话语权。李木家则是认为风险太大，希望田荣三思而后行。不曾想田荣心意已决，铁了心的要全款买下整个单元。李木家见劝说无果，便做最后补救，答应帮其重新拟定合同。田荣倾尽所有梭哈买房，李木家费尽口舌极力劝阻，因为在李木家看来，买一整套房充满2个未知风险：其一是田荣与李万斌如今资产配置属于高风险高负债，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就存在断供风险，之前所有努力将会不复存在；其二是工底房质量、地段以及开发商资质都是一般，与其说是在买房，不如说是在赌博。然而田荣买房已然魔怔，对于李木家所言也并未听进半分，反倒开始说到李木家的不是。李木家，你的问题就是凡事讲规矩，结果到现在，男人房子一个都握不住，都30岁了还被小男孩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意思？李木家此时心中不悦，然而田荣并未发现，开始数落起李木家这一路走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先是与丁之谈分手太过武断，随后与黎光谈恋爱又匆匆分手，好不容易在金达站稳脚跟，如今又草率离职，现在又跟令达这个小男孩勾搭一起。我30岁怎么了？田荣，我就告诉你了，不管你是买一个单元还是买一栋楼，我都反对你买。李木家，你变了，你现在见不得我好。是你变了吧？你现在膨胀的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就告诉你，别买。因为与田荣大吵一架的李木家此时心中十分郁闷，他静静地坐在窗前思索田荣所言，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也陷入迷茫之中。他开始想吴建秋了，这个亦师亦友的人物总会在关键阶段给他决定性的意见。他也开始想黎光了，似乎这些年他完成梦想的旅途总是少不了黎光的推波助澜。此时的他开始感觉所有的压力都向自己袭来，而通向梦想的列车却是渐行渐远，一路带走他的思念。此时令达打断李木家的思索，与之而来提供关于未来的一份规划。他们将购入属于自己的苗圃，但是李木家则是笃定地认为黎光对于这份计划并不会同意。随后二人面见黎光，也恰如李木家所言，黎光并未同意令达关于购买苗圃的规划，他更是坦言自己投资莫愁园林是为了布局上下游产业链，为集团服务。倘若此时购入苗圃，不仅会占用大量资金，更会占用大量精力以及时间成本。尽管令达还想据理力争，却被黎光打断发言。二人正要告辞离去时，黎光则是叫住了李木家。木家，方便了解这个？当然。李光作为商界大佬以及成功的投资者，他也是直言如今的莫愁园林能否活过今年都成问题。他希望李木家能够左右令达，追求梦想的旅途确实没错，但现实是要考虑如何活下去，更是告诉李木家自己之所以愿意投资莫愁园林的另外一个原因。本来投莫愁园林呢，其实就是想布局上下游的产业链，为我们集团服务，但是现在我希望它能活下去，我希望它可以做大，我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全力的支持你。我想看你实现梦想。李木家听闻，心中五味杂陈，正当自己离去时，又被黎光叫住。再见。木家，你加油。然而正当李木家停下时，黎光却是欲言又止，那句想说的话却始终未曾说出口。或许黎光想说的是我想你，亦或许是我爱你，更或许是我们结婚吧，但无论是哪种，他都不能或者说不允许说出。时光荏苒已过数月，田荣当初买的那一单元房迎来大涨，新闻中正播放着楼市再破新高的记录。此时田荣心中隐隐感觉不妙。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而言，没有永远上涨的商品，也没有永远不碎的泡沫。他敏感地察觉到国家会出手进行宏观调控，因此建议李万斌趁如今房价高位进行抛售。然而李万斌父子对此并不同意。哎，不是说那儿马上要通地铁吗？对，那肯定得涨钱啊！将会拿放缓，这也是制约2016可以再等等。就是被黎光拒绝的令达此时也陷入郁闷之中。他对黎光所谓的产业布局并不感兴趣，他只想成为一名园林大师来改造世界。他是理想主义者，没吃过现实主义的亏。如今莫愁园林仰仗资本，必然要为资本谋取利益。资本可并非慈善，就连慈善里面还有郭美美呢。你说怎么郭美美年纪轻轻就跟红十字会没了关系呢？我选 B， 不知道选对没有，但是看得出来你们都很高兴。此时的令达极力劝说李木家再去寻求黎光帮助，尽可能的说服黎光出资购买苗圃。李木家闻言并未作答。次日一早，
令达与李木佳并争吵起来。我不同意。你怎么天一亮就翻脸啊？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昨天晚上也没同意吧？哦，你是没同意，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我说过植物是有生命的？我说过，但是我没说过要买下来。我们是家大业大吗？今天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吗？我们做事要有预算有计划。我有计划，我买下这个苗圃就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升级改造，这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带一个很好的头，是有示范效应的。你别管什么带头示范效应，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活下来。黎明集团当时扩张的时候，黎光也差点被资金链压垮了。他说的没错，做事就是要有布局的。你为什么只听他的不听我的？你能不能成熟一点？不能。他有他的规划，我有我的思路。再说了，我是 CEO， 我决定买。按照公司章程，我不同意你也买不了。两人最终不欢而散。另一边的田荣家中迎来喜事，不孕不育的她经过与李万斌的努力，终于也怀上了宝宝。李万斌第一时间便将此事告知李木佳，闻言的李木佳高兴至极。真的假的？那我原谅他了。那我也原谅你了。我们常说几家欢喜几家愁，此时的高畅与陈清因为去留北京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吵。高畅想去银川，因为那里有他的未来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陈清想要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有他赖以生存的工作以及职业发展。高畅责怪陈清太世俗，陈清责怪高畅太天真。我感慨陈清的变化，曾经那个立志流浪四海为家的潇洒女生不见了，如今只有向现实妥协改变未来的陈清。然而我又极其理解她，面对充满未知的将来，抛弃现在需要的又何止是勇气。当日晚上，李木佳来到李万斌家中，经过李万斌介绍才知道田荣怀孕不过空欢喜一场，反倒是查出内分泌紊乱，因此特意让李木佳前来安慰田荣。李木佳还未发言，田荣的眼泪就早已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以前是想要房子，我那么拼命挣钱，那么拼命省钱，我现在住在金龙湾里，还刚刚买了一个单元，但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孩子，我就想要一个孩子。不久之后，田荣在插花班认识一群富太太，便本着资源利用的目的，将众人带到自己才买的那栋楼参观，一遍遍地为众人介绍自己的房子。但是自己要买房的事情遭到李万斌强烈反对，田荣则是认为见好就收，如今对自己而言想的就是落袋为安，想的就是要个孩子。然而李万斌始终认为房子还能再涨，以后再卖，两人也因为买卖房的问题发生争吵。那我卖我自己的房子。那也别着急卖，还能涨呢。那是我的婚前财产，你管不着。不，你什么意思啊，田荣？什么意思？我的房子我做主，婚后财产你做主。你说不卖那就不卖，贷款你也自己想办法还，别光做主不动弹，让自己老婆叫你们挣钱算什么事？不是你说明白什么叫让你？另一边的李木佳与令达因为买苗圃的事情同样争吵起来。来做运营的，现在买苗圃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是打算等公司倒闭了你再说吗？我觉得我能搞定。再说我是 CEO， 我有决策权。是一个花投资人钱的 CEO， 我告诉你，你越过我买苗圃这件事儿，我都可以告你。可以，那你是专业的。令达，创业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况且黎光明确的表示过，如果这笔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没有然后了。我也跟你说过，买下这片苗圃可以进行升级化的改造，然后培育新的植物，再然后进行市场化的管理，我们就有无数个然后。是，我知道你对植物跟园艺都特别的了解，种树是情怀，但是创业就是商业，我们需要把控资金流向，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莫愁园林来说，买苗圃就是刀刃。我可真跟你说不明白。我也跟你说不明白。活下去才有然后啊！苗苗前2天结婚，站在台上感慨万千，又是感谢公司，又是感谢老板。人家现在去度个蜜月，你就要告诉人家就失业了是吗？公司就没钱了是吗？你这个老板怎么当的呀？我不在乎赚多少钱，我就是喜欢苗圃，就喜欢植物，让这个世界多点绿色才是我创业的初心。李木佳，我以为你懂我。我懂你，我特别懂你。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令达看着黎明集团寄来的撤销投资书陷入恐慌，他不曾想到资本却是这样翻脸无情，他更不曾想到自己为自己幼稚买单将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懂律职也懂技术，但他并不懂商业与资本，在不能为资本创造产出时，他们会及时的撤资撤股，他们甚至是不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倒是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稀疏平常。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给外包公司支付费用，网站因此瘫痪。令达则一天面见4波投资人，但是却无一人敢投。面临此种困境，令达只能找到黎光进行认错检讨。然而他并非是真的检讨，反倒像是来宣战。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方向没有错误，更是暗讽黎光不应该插手莫愁的事务。莫愁园林还没有死，那要看你什么时候认输。我不会认输。不会吗？不会。但是我跟穆家既是搭档也是战友，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一起并肩战斗，绝对不会认输。再见，李总。然而事情并非令达想象那样简单，一腔热血在大时代的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李木家也是告诉他，如今行业现状，曾经估值过亿的公司已经先后倒下，而自己的莫愁园林又能够撑到何时？李木家不觉因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曾经离开金达的那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田荣与李万斌因卖房之事意见不合大吵一架，便向着李叔大发牢骚。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卖房的事情，如今生活趋于稳定并且小有收入，因此并不想再这样折腾下去。原本以为有房子之后就会有安全感，不曾想房子越多心里越慌。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个家，能够每天被老公宠着爱着的家。不曾想因为房子的事情反而影响到了他与李万斌的感情。如今的李万斌整日不着家，每天都是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李叔瞧见于此，也将李万斌臭骂一顿。他告诉李万斌要照顾田荣，否则将会出事情，影响家庭和谐。闻言的李万斌并不在乎，反而大放厥词：媳妇儿天天独守空房，时间长了是要出问题的。那出呗，外边厉害男的多了，还得找去。田荣整日夜不能寐，如今巨额的贷款已经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李万斌始终坚持等房价涨一涨再做决定。田荣管不了那么多，只好先将自己的房子出售。另一边的高畅与团队成员不懈努力，终于也是迎来的曙光。而陈清也决定追随高畅前去银川开始新的生活。陈清也逐渐明白，高畅的工作是追随太阳，而他与圆圆则是追随高畅。我想通了，你的工作是着太阳，那我和圆圆就和你一起追。谢谢老婆。几日之后，田荣与李木家来到车站送别陈清一家3口。如今要分别的好友，众人也是依依不舍。放下城市抱负的高畅陈清，也是说出了生活的真谛。就想着一家人呢，到哪都是家。然而莫愁园林则是一地鸡毛，面临破产。令达也是彻底心灰意冷，失去斗志。他劝说李木家另谋高就，后悔自己当年将其劝说出来创业，耽误他的一生。然而李木家则是坚持留下来东山再起，随后便直接将情况告诉所有员工，凭他们意愿决定去留。好在是大部分人都愿意留下来与莫愁园林共度难关。李木家又开始鼓励令达重新振作起来。我告诉你，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负责你的园林，公司运营我来负责。你给我打起精神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你听见没有？李万斌私下找到父亲借钱还贷，不曾想李叔手里也没什么闲钱，李万斌又不舍得卖房还贷，因此李叔只好将自己最爱的手串交给李万斌，让其变卖还贷。随后李叔又劝说李万斌好好劝说田荣，用他刚卖房的钱进行还贷，避免被田荣家的穷亲戚借走。不曾想这一切被田荣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荣那些亲朋好友，哎呀，这都什么路数你知道吗？这个借点那个借点，那借的时候容易，那要想往回要那就难了去了。李木家找到黎光融资，黎光则是劝说他不要在莫愁园林上折腾，让其来黎明集团上班，自己也会安顿好他所有事情。至于莫愁园林那边，他会找人专门打理。李木家婉言谢绝黎光好意，坦言莫愁园林是他毕生理想，他宁愿拿出100万积蓄让莫愁园林东山再起。黎光闻言十分感动，同时也是告诉李木家，木家，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退路。你不是我的退路，你是我的航标。李木家将心爱的奢侈品变卖，也搬出田荣的房子，在科技园租下一个办公室，吃喝办公都在此地。当天夜里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李木家吓得六神无主。门外也突然响起一声异响，谁呀？谁呀？说话！是我，开门！好在是虚惊一场，原来是田荣放心不下李木家，便特意前来看望。
二人回忆过往事情，陷入沉思。临走之际，田荣也是愿意借钱投资李木家，此番行为让他十分感动。然而李木家并不想拉田荣下水，但是田荣心意已决，为莫愁园林投资，李木家则是发誓不会让他失望。你得好好干，要对得起我，知道吗？我不让你失望啊！正在此时，李万兵找到田荣商量贷款的事情，他想用田荣卖房的钱来还贷，缓解燃眉之急。田荣则是劝他先卖房，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但李万兵对此已经着魔，不想变卖，因此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你别来劲啊！我来劲儿，李万兵，我告诉你，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不帮你擦屁股。你牛！李木家为了维持公司运营，开始出来跑业务。恰好大学室友王媛媛在这里做法务，王媛媛便劝他放弃，因为这家公司供应商基本全是亲戚。李木家不想知难而退，拜托王媛媛将计划书交给负责经理房总。不曾想房总看见李木家面容姣好，产生非分之想。还行吗？挺好，挺好。便让王媛媛告诉李木家今天晚上一起吃饭。王媛媛则是劝说李木家小心提防。李木家准时来参加饭局，房总则是拼命灌酒，拼命揩油。但是此时并不会有黎光踩着七彩祥云前来营救，有黎光的那是偶像剧，没有黎光的才是生活。饭局结束后，房总提出主动送他回家。李木家看出房总想图谋不轨，义正言辞拒绝他。房总，我就是一个2本毕业生，本来连金达的门槛都够不到，但是我硬闯进去了。我不要工资，不要奖金，义务劳动，只要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意，我可以立刻走人。今天我们也一样，项目我们店资做，如果贵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分文不取。但是凭借我的能力，可以帮助您升职加薪，成为炙手可热的经理人。好，我明白。行啊，行，我等你啊。不久之后，李母突然来到北京，他将家中所有积蓄交给李木家支持创业，更是劝说他如果坚持不了就回无锡发展，毕竟那里永远有他的家。闻言的李木家心中倍感温馨，为了赶工期，李木家则是亲自带人挖沟种树。令达也是将老家房子变卖，将钱交给李木家，帮莫愁园林度过危机。经过苦苦等待，一路朝阳也终于迎来大结局。因为李木家的努力，也如愿拿到新月广场绿化项目，并且顺利通过验收，拿到第一笔回款。这是莫愁园林至暗时刻以来为数不多看见曙光的时候。李木家带领众人吃饭庆祝，并且还给每个人包了红包，因此众人信心满满，发誓要跟着李木家好好干。而李木家也是第一时间向田荣报喜，田荣也是因为李木家的成功由衷的高兴。另一边的李万兵却是备受折磨，他看见家中贴了很多催债条幅，询问李叔才得知他为了买房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不仅如此，还因为帮助李万兵还贷款，还借了很多高利贷。我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什么就不知道？不知道人家贴这个啊？你娶田荣，算娶对了。因为李叔无法面临此种事件打击，导致昏迷进了医院。尽管医生全力抢救，终究是无力回天。而在他临终前，最后愿望便是叮嘱田荣：爸，我在呢，我跟万兵会好好的，您放心吧。爸，你没事，你放心啊。不久之后，李叔的丧礼完成，债主们也是齐聚田荣家中。田荣只好向众人表明自己态度，不管自己情况如何，也会如约将李叔生前债务清空。我知道我公公生前跟大家借了钱，我们认的，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处理完后事之后，会把公公的房子卖了，把账还上，请大家放心。另外一边的李木家也是面临突发情况，因为苗圃的管道突然爆裂，导致明天要交货的花草被淹。李木家赶来苗圃，才发现令达一早带人进行补救。经过众人一番努力，终将事态控制。好在是明日交货没有耽误。事情完成的令达却是不合时宜向李木家表白：我喜欢你。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那个火锅店拍照的时候，你把龟背竹往旁边挪了挪，怕碰到他。我说我替龟背竹谢谢你。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你想我代表龟背竹谢谢你。不用谢，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令达，
你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的品质，我也很感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心之所向，也是让我有勇气走出金达的那个人。你等一下啊。我不想要什么好人卡，也不想要什么感谢卡。那我就不啰嗦了，直接拒绝了。因为李叔的死导致李万斌整日借酒浇愁，田荣也是耐心劝诫他早日振作起来，但是面临如此巨额债务，又岂是李万斌所能承担？他希望田荣能够将自己卖房款拿出来进行还债，不曾想田荣坦言已将所有积蓄投资李木家的莫愁园林。李万斌对此十分无语，他不曾想到过往自己心心念念苛求田荣帮忙还贷，田荣却是不为所动。原本以为是守财奴的田荣竟将钱财交给李木家进行挥霍，不曾想夫妻一场竟不如李木家重要。恼羞成怒的他便与田荣争吵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投资呢？你当时要是早点把那钱拿出来，那我压根我就不会去矿发药啊，我爸没准就死不了啊。你还觉得是因为我你爸才出去借钱的是吗？啊？这些东西你看过吗？你知道你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借钱的吗？房贷、网贷、信用贷一个没落下，都这样了，你们俩父子还要去买一个单元？我早就叫你们卖房，你们一个都不听，非要等账，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紧接着李万斌又收到法院传票，在田荣的建议下，只好将那一单元房子进行变卖。不曾想原本炙手可热的房产，如今却是有价无市，想要脱手又何其之难。找不到买家的李万斌只好将车子进行变卖，40万的宝马车只能以14万脱手。尽管自己内心十分不愿，但那又能如何？尽管田荣拆东墙补西墙，但是面临高额债务却依然不能还上，导致二人的房产也因此被封。炒房特流离失所，你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笑话？田荣因为过度劳累晕倒，李万斌与李木家赶紧将其送往医院。田荣醒来时，李万斌连连向其道歉，更是发誓今后踏踏实实不再折腾。随后经过医生检查，发现田荣已经怀孕。此时的他又惊又喜。田荣，一会儿再抽个血啊！你不是刚抽我吗？查房里头，你怀孕了，你不知道吗？另一边的黎光始终心心念念莫愁园林，经过董事会开会决定一致同意黎光再次投资莫愁园林。因为黎光正在外地出差，因此方舟便负责协议签订，得到黎明集团的2次投资。李木家与众人干劲倍增，从拿到新月集团绿化项目的第1笔款，到获得黎明集团的2次投资，这中间的路莫愁园林走得艰辛，但回头来看，每一步都是坚实的脚印。经历贷款风波的田荣与李万斌开始踏踏实实生活，二人也是开了一家面馆，回归平静生活。因为两人诚信经营，加上田荣能说会道，面馆生意倒是红红火火。李木家也是特意来看望田荣，对其嘘寒问暖，同时也给了当时田荣投资莫愁园林的第1笔分红。分红啊，分红我要变现的，田荣的也变现，我也要。真假的呀？行，没事了哈。不久之后，黎光出差回到北京，从方舟口中得知如今的莫愁园林已经是风生水起，因此心里倍感欣慰。黎光没有回家，而是来到江边，这是当年他与李木家经常散步的地方。李木家也时常来江边散心，想起曾经黎光对他所说的诺言，那艘船依然停在江边，然而身边陪伴的人却是已经不在。灰姑娘只有一个技能，就是等着嫁王子。但你跟她不一样，你有很多的技能，很多。黎光与李木家却在小区里再次邂逅，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回想曾经过往种种，终于明白彼此在生命中的重要性。两人就像是曾经初次见面一般，互相介绍。你好，我叫黎光。你好，我叫李木家。一路朝阳已经完结，我说说我对结尾的看法。首先，田荣与李万斌的结果就是为了过审强行破产，因为2017年至今北京房价都是上涨，所以不管李叔借了多少高利贷，都是完全够偿还贷款的。另外，高利贷是不会被法律所保护，人死债消自古常态，这也是编剧强行结尾。第二个是令达李木家表白十分唐突，因为两人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综合体，期间肯定有很多删减片段。第三个，李木家与黎光重归于好也是莫名其妙，
剧中并没有交代二人和好的起因与结尾。第4点，作为李木家前男友，丁之谈到现在都没给一点戏份。要知道，在海报上他的戏份比范华鹏还要多。另外，小说中我记得丁之谈是出去自驾游出了车祸死。反正我觉得，自从吴建秋前往国外之后，这部剧就应该结束了。李木家在金达成为合伙人，经过努力成为吴建秋那种人。高畅、陈清为了追求梦想，开始全球自驾游，出了一部节目叫做《旅行》。丁之谈与那个相亲对象结婚，开始平静的生活。田荣开始在北京做起包租婆的生活。李光应该是经历恒大风波，黎明集团破产，最后做起家庭妇男，与李木家生了一对宝宝，才是最好的结局啊！如果说满分10分开局，我给8分，结尾只给2分，不能再多。这一部剧结束了，感谢各位宝宝每晚陪我熬夜更新，我更新的太尼玛累了，期间也想放弃，但是每每想起你们期待的眼神，总会坚持更新下去。你们的鼓励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也希望各位宝宝们可以支持我的新剧。